家人们，谁懂啊？为什么川城王爷还是逃不过相亲？相亲也就算了，可这王爷还有一个欺君大罪的秘密，他居然是个女儿身。七王爷，你欺人太甚！随着一声怒斥，一杯茶朝着谢长业泼了过去。谢长业用折扇稳稳挡住泼过来的茶水。兵部尚书独女怒气冲冲地带着丫鬟离开。小林子，第几个了？一旁，太监小林子麻木地抹了一把脸上被溅到的茶水，在心里祖子，这个月已经是第4个了，再这样下去，您估计很快就会把皇城中所有待嫁的官员千金都得罪光了。不得罪能怎么办？怪只怪皇兄安排了这么多相看的人选。那您难道就不能考虑一下，在相看的千金里面挑一个王妃吗？不能。谢长业毫不犹豫地开口。你咬咬牙，努力努力呢。谢长业十分真诚地摇头，牙咬碎了也不行。毕竟她是个女的。几个月前，她一睁眼莫名穿越成了天圣国的七王爷。从残留的记忆来看，正主原名沈长业，是将门沈家的独女。她父亲希望她能守住沈家军，从小以男装示人。后来正主父母双双战死沙场，于是先帝收谢长业为义子，封为七王爷。可是万万没想到，先帝闭眼前的临终遗言无关家国社稷，而是在操心正主还没娶到媳妇。于是他过上了天天奉旨相亲的日子。走吧，安排下一个。就在这时，夹杂着怒火的询问声响起：“你就是七王爷谢长业？”谢长业循声看去，只见一个男子正皱眉看着他，容貌勉强算得上英俊，只是眉宇间却透着来者不善的意味。不会吧？这次相看人选，皇兄还给本王准备了男人？谢长业诧异地看向小林子，小林子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连忙摇头：“王爷，这个真没有。”好吧。谢长业有些失望地收回目光，走到了那男子面前：“你找本王有事？”七王爷，今日在下是来向你讨个说法的。说法？阁下是？我乃翰林院学士裴远之子裴继元，家妹一事，请七王爷给个解释。翰林院裴学士？谢长业想了想，实在没记起来裴家小姐是哪位，只能看向一旁的小林子，用眼神索要提示。而小林子皱着眉头，努力回忆着：“裴小姐，好像有点印象。”他瞪大双眼，想起来了：“祖子，奴才想起来了，裴小姐就是那个你鼓动人家和心上人私奔的。”什么叫鼓动？那叫做鼓励好吗？谢长业白了小林子一眼：“七王爷，你教唆我妹妹与人私奔，不遵礼法，罔顾礼数，今日你定要给我们裴家一个说法。”裴公子误会了，本王当时只是看裴小姐伤心难过，而且似乎存了轻生之意，才会劝她不要放弃。至于私奔的事情，天地良心，真是那位裴小姐自己先动了念头。七王爷还真是巧舌如簧，我妹妹从小知书达理，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挑唆的话，又怎么能够做出这般有辱家门的事情来？谢长业微皱了一下眉头，看来裴公子是认定这件事情是本王故意挑唆了。七王爷敢做，难道就不敢承认？皇子，你怎敢在王爷面前如此无礼？小林子皱眉开口：“是七王爷又能如何？这件事情就算到了皇上面前，我们裴家也绝对不会心虚。”看着一张脸写满了执拗古板的裴继元，谢长业有些无奈。这茶楼之中人来人往，他可不想继续纠缠下去。这件事情裴公子怎么想，本王管不着。不过本王现在有事，还请裴公子让路。今日若七王爷不道歉的话，我不会让路。谢长业打算绕过裴继元下楼，裴继元却不依不饶，立刻去拦。可他脚步匆忙，一个踩空，突然身体后仰，就朝楼下摔了下去。小心！谢长业眼疾手快，拉住了裴继元，可好巧不巧，偏偏扯住的是对方的腰带。腰带承受不住力量，刺啦一声被扯开，裴继元被连带着绕了个半圈，最后整个人从楼梯上咕噜咕噜地滚了下去。谢长业看了看四仰八叉摔在地上的裴继元，又看了看自己手中扯下来的腰带，默默移开目光，为自己掬了一把同情泪。看来本王又要去宫里喝茶了。裴远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地控诉谢长业挑唆私奔，还打伤了自家儿子。说到激动处，脸色通红一片，似乎下一刻就要活生生被气死一般。谢无义拧起眉头，只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臣服，你现在立刻派人传七王爷入宫。皇兄不必派人传召，臣弟已经来了。谢无义皱眉看着谢长业：“裴大人状告你挑唆裴小姐私奔，打伤裴公子，还扯了他的衣袍，这罪名你是否承认？”启禀皇兄，裴公子摔下楼梯一事是他自己失足，臣弟本想要救他，可无奈裴公子太重了，腰带扯断了都没拽住。不过皇兄放心，臣弟素来热心，当即就让人将摔折了腿的裴公子送进了医馆。七王爷这是打算推脱狡辩？好，就算茶楼的事情不提，可你挑唆下官的女儿和人私奔一事，总归没法子抵赖。倒是有这么回事，只不过那是因为裴小姐已经有心上人了，见裴小姐伤心绝望，本王实在不忍心，才会鼓励裴小姐勇敢追爱。皇兄，您想想，遇到心上人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臣弟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在给皇兄积德。
谢无义冷漠地看着一脸情真意切的谢长业，为自己积德，大可不必。裴远满脸怒火地看着谢长业，七王爷挑唆小女，现在还在这巧言令色，不肯认错。裴远话还未说完，谢长业打断了他的话。谁说本王不肯认错道歉了？本王今日就是特意为了认错道歉之事前来的。七王爷的意思是愿意认错。唉，虽然这件事情本王也是一片好心，可是终究还是影响了裴家还有裴小姐的名声，所以谢长业提高了声音，一脸正气的开口。所以本王不仅要道歉，而且为了表示诚意，本王打算明日带上一队人马，敲锣打鼓，走遍整个皇城，让所有人都知道本王在为裴小姐受我影响私奔一事而致歉。我只是鼓励相亲对象勇敢追爱，却被他老爹告状到皇帝面前，但我勇于承认错误。裴远听见谢长业要敲锣打鼓走遍皇城道歉，脸色一僵，那岂不是整个皇城的人都要知道自家女儿私奔一事？七王爷，你……谢长业摆了摆手，裴大人不必说了，本王不仅要当街道歉，还要让茶馆的说书人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编成话本子，每天3次轮班说给百姓们听，从而警醒世人，以正礼教。还要茶馆说书，裴远有些头晕目眩。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我不告了，皇上，下官不告了。裴远急得直跺脚，连声开口。谢无义看着急得脸红脖子粗的裴远，又看了看一旁气定神闲的谢长业，心头一阵无奈。他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乖乖认错。好了，既然裴大人无事了，就先回去吧。且慢，皇兄，裴大人这状虽然不告了，可是臣弟却有状要告。谢无义眉心一跳，你要告谁？启禀皇兄，臣弟要状告裴大人嫌贫爱富，坏人姻缘，生生拆散一对有情人，简直是丘比特可忍，月老也不可忍。丘比特那是什么？七王爷不要太过分了，下官的家事你也要管吗？本王和裴大人说的明明就是同一件事，裴大人能够闹到皇兄面前，本王就不行吗？皇兄，裴小姐和那位书生两情相悦，可是裴大人因为嫌弃书生家贫，将两人活生生逼到了要私奔的地步。而且臣弟听说，二人被抓回来后，书生还被私下殴打了一顿，对待女儿坏他姻缘，对待书生仗势欺人。若是所有官员都如裴大人一般，那天底下会有多少百姓会对咱们天圣国失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皇兄定不能姑息啊！看着满脸写着忧国忧民的谢长业，谢无义眼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般模样，似乎自己不惩处，就真的是在姑息养奸一般。裴大人，你有什么想说的？裴远又气又恼，指着谢长业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胡说八道！好了，这是御书房，闹成这样，成何体统？既然裴小姐和那位书生两情相悦，现在又闹出了私奔一事，你不如顺水推舟，成全他们，也以免惹人非议。是，微臣遵命。恭喜裴大人喜得嘉婿。裴远几乎是从牙缝里面挤出了一句多谢，这才连忙告退，逃一般的离开了。皇兄，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臣弟也先告退了。谢无义看着谢长业，眼尾微挑，眸光摄人。谢长业，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如今都已利用到朕的头上来了。谢长业心头咯噔一声，对上谢无义的眼神。谢无义看着谢长业的脸，语气嫌弃：你这张脸太过女气，这样下来，只怕谁看也相不中。从明日起，你去皇城外的军营之中训练新兵，就算容貌变不了，也好好改改你这女气的做派。谢长业僵硬的转头看了看外面火辣辣的太阳。皇兄，这胆敢抗命，军法处置。皇城郊外，军营之中，一阵阵呼喝声响彻云霄。虽然烈日当空，可是士兵们整齐划一，动作规范，气势如虹。除了谢长业面前的这一对，谢长业躺在摇椅上，一边喝着西瓜汁，一边心里骂着谢无义：狗皇帝让我来训练新兵也就罢了，还下令让我必须身在训练场，这么热的天，让我怎么活呀？旁边的小林子皱眉开口道：主子，您看，咱们这队伍里又有人在偷懒。谢长业看了看，果然不少人动作松松垮垮，简直像极了大学军训时的自己。小林子，做人不能这么苛刻，这大热天的，人家偷惠子兰怎么了？可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只怕偷懒的人会越来越多，到时候主子您就不好管了。你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谢长业又叹了一口气，放下了手中的西瓜汁，起身朝士兵们走去。可才走了2步，瞬间又退回了遮阳伞底下。不行不行，太晒了。小林子连忙扛起那把巨大的遮阳伞。主子，您尽管去训话，奴才给您打伞。谢长业十分欣慰地对着小林子点了点头，然后顶着巨大的遮阳伞走到了自己负责的一队士兵面前。都停下来。王爷，您有何指教？本王刚才看着你们训练，发现你们无精打采的，十分倦怠。王翰听了这话，心头一紧，连忙认错，请王爷恕罪。这几天下来，士兵们本来都以为谢长业根本不会管他们，难免生出了懈怠的心思。现在见到谢长业责问，也都纷纷紧张了起来。别误会，
本王也觉得这天气过于炎热，不太适宜训练。若是训练过猛的话，可能还会中暑，得不偿失。所以，如果你们现在的确不想训练，可以告知本王。现在我们就休息。卒子，小林子急了，主子不是爱训话的吗？怎么就放他们休息了？不过现在休息了，等到太阳落山，凉爽了一些，这训练也还是要补上的。你们是否愿意？士兵们面面相觑，没想到谢长业竟然会这般的提议。王翰看了看头顶的毒日头，也忍不住有些心动，但还是犹豫着说：王爷，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合规矩？只要你们到时候在休息时间将训练的内容补上，没什么不可以的。谢长业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反对的声音响起：不可，七王爷这提议万万不可。李副将从军已经10几年了，平日里面训练新兵最是严格，而且十分认死理。现在天气太过炎热，就算训练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能还会损伤将士们的身体，不如换个时。谢长业话还没说完，便被李副将给打断了。天气炎热，刚好可以磨练他们的意志力。现在这个时候不训练，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可若是硬顶着太阳训练，万一将士们中暑了的话，岂不是得不偿失？哼！李勇冷哼了一声：七王爷多虑了，这是军营，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将士，可不是有些要撑伞遮太阳的小白领。皇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小林子立刻斥责道：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军营，七王爷若是待不惯的话，大可以现在就走。谢长业不怒反笑：李副将若是不愿意看见本王，可以现在就将我赶出去，只要你有这胆子，本王绝对不追究。七王爷以为末将不敢，来人，立刻将七王爷给……话还没说完，一道微冷的声音响起：李勇不得放肆！我作天作地，只想被赶出军营，就差临门一脚，却功亏一篑。谢长业已经隐隐勾起的嘴角一僵，看见来人，李副将连忙抱拳行礼：莫将军。莫泽冷声道：七王爷面前莫要鲁莽，是本将军管教属下不力，还望七王爷不要见怪。谢长业看着眼前半路杀出来的莫咬金，又摆出一副无赖的模样：莫将军言重了，只不过本王体恤新兵，今天要么把本王赶出军营，要么就让他们解散休息，换时间再训练。七王爷的提议虽然不符合规矩，但是也并非没有道理。既然七王爷如此要求，那便让他们先休息吧。谢长业挑眉，他没听错吧？这么容易就答应了？谢长业的心里面也没高兴到哪去。他从第一天进军营就盯上了那个李副将，看出了对方瞧不上自己，作了3天，好不容易让他忍不住要将自己赶出军营了，竟然被这个莫泽坏了事。莫将军没什么事情的话，本王就先回营帐休息了。七王爷请。莫泽看着谢长业离去的背影，问旁边副将江长武：你觉得谢长业如何？江长武思忖着开口：将军，看七王爷这样子，似乎真的是养尊处优惯了，根本没什么训练新兵的心思。也许这次进军营真的只是皇上的意思。谢长业虽然成了七王爷，可是别忘了，他骨子里面流着的还是沈家军的血。将军，您的意思是说，这次训练新兵是谢长业自己要求的？难道他现在这样子只是在装模作样？真的也好，装的也罢，既然谢长业已经搅和进来了，自然不能够白白错过这个机会。请将军放心，不管谢长业在这军营待多久，末将绝不让他碰到兵权。你错了。莫泽勾起嘴角，灰暗的目光中透着算计。如果谢长业真的有领兵的本事的话，我们要做的恰恰是在背后推他一把，助他拿到兵权。接下来几天，谢长业依旧是随心所欲地训练着他那一队士兵，偶尔故意气一气李勇。只不过很可惜，虽然李勇瞪谢长业都快瞪出卡姿兰大眼睛了，但却再也没有开口说要将人赶出去。这日，谢长业还在和周公约会，被小林子火急火燎地叫醒：卒子，您快醒醒，出事了！谢长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小林子，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就死定了。小林子急得直跺脚：卒子，您快出去看看，咱们训练的士兵和别人打起来了。打起来就打。话说到一半，谢长业一个机灵，蹭的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起来了？就咱们这一队的和李副将训练的士兵，他们打起来了。谢长业连忙起身下床：快，本王要出去看热闹。卒子咋一点都不着急，还这么兴奋？谢长业快步到了训练场，远远的就听见一阵闹哄哄的声音，走近一看，果然是2队人打了起来。不，准确的说，应该是谢长业手下带的那一队士兵正在挨打，而李勇正冷眼站在一旁，并没有阻止。见到谢长业到了，也只是冷哼了一声，十分轻蔑。好端端的怎么会打起来？谢长业这才想起来，开口询问：卒子，是李副将手下的士兵嘲笑咱们的人，还说什么？还说卒子您根本就不会练兵。小林子气愤地说道：这话倒说的没错。谢长业赞同的点了点头。卒子，小林子一脸的恨铁不成钢。他们还说咱们的人根本不配称为将士，更不配留在这军营之中。听到这话，谢长业皱了一下眉头，走到了李勇身边。李副将就这么干看着？若是本王没记错的话，军营之中不允许打架斗殴。李勇冷声开口：
是王爷手底下的人先动的手。既然他们想要打架，末将的人不介意替王爷训练他们。语气之间尽是嘲讽。说话间，王翰被人一拳打中，连连后退了好几步。看到谢长业，王翰一愣，瞬间紧张起来。王爷！谢长业神色不明地看了一眼王翰，然后大声对着众人开口：“都给本王停下！”一句话，大家瞬间都停了下来。谢长业带的那一队人已经是鼻青脸肿，看到谢长业来了，一个个的更是一阵心虚。这次打架是他们没忍住先动的手，而且还被人打得这么惨，丢尽了脸面，只怕惩罚是逃不过了。王爷，我们闭嘴！谢长业看了一眼李勇，又看了看自己的士兵，下一刻突然对着他们大声说道：“还愣着干什么？别怂，抓住机会打他们啊！”所有人正愣了好几秒钟，然后谢长业带的士兵们率先反应了过来，朝着对面的人就扑了过去。李勇手下的人根本没有想过这情况，反应不及，一时之间不少人都被扑倒落了下风。谢长业站在一旁喊话：“李副将都说了，这是训练，你们一定要加油，千万别怂，拿出你们的本事来！”有了谢长业的鼓励，加上刚才占了优势，谢长业训练的这一队士兵瞬间来了力气。虽然动作完全不符合平时训练的规范，可是却异常的灵活了起来，拳拳到肉，一时之间迅速占了上风。齐王爷，你实在是太无耻了！李勇气的脸色铁青。刚才本王不在，自然要重新开始。说着，谢长业又扯着嗓子开口：“对，就是这样，给本王打他们！”小林子愣愣地看着输赢反转的两队人马，又看了看正在卖力指挥打群架的自家王爷，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他突然也好想喊话助威是怎么回事。人群中，一个准备偷袭的士兵被王翰一脚踢中，心头怒火中烧，拿起一把刀就朝着王翰砍了过去。王翰飞起脚一踢，士兵握着的刀脱手，竟然直直朝着谢长业飞了过去。王爷，不会吧，不会吧，我只是凑个热闹就要嘎了吗？危急时刻，一只玉佩飞出，瞬间打落了那刀。谢长业刚松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听到了谢无义冷怒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谢长业整个人一颤，心里知道不好，而李勇则是脸色大变，立刻跪了下去。末将见过皇上。听着李勇这一嗓子，打架的士兵们也都停了下来，看着走过来的谢无义，吓得纷纷跪地。谢无义冷着脸上前，他这2日收到了军营之中的奏报，说是谢长业罔顾军中法纪，带坏新兵，破坏训练。原本他还有些不相信，可没想到的是，刚到军营之中，便听说了士兵打架的消息。看到堂堂七王爷几乎手舞足蹈，正扯着嗓子怂恿士兵打架，顶着对面传来的强大压迫感，谢长业冲着谢无义讨好的笑了笑：“皇兄，您怎么来了？朕若是不来，你是不是要掀了整个军营？”谢无义脸色铁青：“回禀皇兄，他们刚才其实是在训练。”谢长业，你当朕是傻子不成？原本有人猜你扰乱军营，带坏新兵，朕还不信。现在看来，倒是朕低估了你的胆子。参他？谢长业暗暗挑眉，看来是有人打了小报告，难怪谢无义会突然过来。启禀皇兄，臣弟刚才的确是在训练士兵。至于打架之事，实则是臣弟的良苦用心啊。良苦用心？谢无义只觉得自己几乎要被谢长业给气笑了。朕不是没有见识过你的巧舌如簧，休想在朕面前狡辩。看着盛怒的谢无义，谢长业眨巴了一下眼睛，神情看起来越发的无辜。天地为鉴，臣弟真的只是想要禀报实情。我对天发誓，若是欺骗皇兄的话，就让我这辈子都娶不到娘子。谢无义只觉得胸口一紧，差点一口血堵在了嗓子里面。好，真是好样的。谢长业果然惯会哪壶不开提哪壶。朕就给你一个机会，好好解释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谢长业看向了王翰他们。刚才你们2队人马比试，可有领会出什么来？王翰一行人面面相觑，他们就是打了个架，能领会什么？谢长业叹了口气，语重心长的开口：“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完全处于败局，必输无疑。可是后来却能够转变局势，把李将军的人按在地上打，难道你们都没有什么感悟吗？”王翰试探着开口：“是因为王爷替我们鼓舞了士气。”没错，不管是与人比试，还是战场杀敌，气势都十分重要。不过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因为一开始就落于下风，到后来你们几乎是被逼入了绝境，所以你们忘记了在军营之中训练的招式方法，下半场的对战几乎是全凭本能，这才是你们胜利的原因。李勇闻言冷哼一声：“按照七王爷所说，出手没有招数和章法，难道反而是好事？他们是将士，将来早晚有一天会走上战场，保家卫国。战场之上，情况瞬息万变，若是真的被逼入了绝境的话，平日里面的章法和招数可能根本救不了他们的性命。”谢长业看了一眼李勇，然后又将目光移向了面前的一众士兵。所以本王今日是在告诉你们，战场之上不需要好看的花架子，绝境之时也不需要循规蹈矩，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拳脚功夫。你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战胜你们的敌人，同时尽最大可能的让自己活下去，明白了吗？是，属下明白了。谢长业目光扫过众人，
最后停留在了李勇训练的那一队士兵身上。你们也要明白，不管一开始占据了何等的优势，都不可掉以轻心，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小看你的对手。今日你们可能只是挨了几拳，丢了些面子，可是他日战场之上，你们失去的就是性命。原本心头还有些不忿的那对士兵们听到这话，神情也都瞬间严肃，纷纷遵命。谢长业转过身看向谢无义，换了副讨好的眉眼。皇兄明鉴，这就是臣弟今日训练他们的原因。谢无义沉默地看着谢长业，眼前这张脸上明明摆着一副讨好谄媚十足的笑，可是一双眸子却清澈狡黠，亮若繁星。还有刚才谢长业说的那些话，倒是难得，你竟然还有几分将门子弟的见识。绝境之时，最怕的就是墨守成规，自封自困。那还要多亏皇兄平日的教导，臣弟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训练士兵，绝没有刻意扰乱军营，一片全权之心，日月可见啊。看着谢长业那满脸忠臣良将的模样，谢无义嘴角又忍不住抽搐了一下。按你所说，朕现在若是惩罚了你，倒是委屈了你的一片苦心。皇兄英明。眼见着谢长业靠着花言巧语要逃脱罪责，李勇急了。皇上，您千万不能够听其王爷信口雌黄。自从进入军营以来，他骄奢成性，丝毫没有半分认真训练之心。谢长业皱眉看向李勇，李副将，本王和你无冤无仇，虽然知道你带的士兵输给本王，你心中定然不忿，可你也不能如此随意污蔑本王。我带的兵会输给你，你简直就是放厥词。李勇咬了咬牙，因为谢无义在，不敢说出放屁二字。刚才的情况可是这么多人亲眼所见，李副将难不成还想要抵赖？那是你耍花招，有本事再好好的比一次，本将军带的兵绝对不会输。说完，李勇对着谢无义开口：皇上，末将请求和七王爷好好比试一次，如果末将带的士兵输了的话，末将愿意辞去将军的身份，从此只做一个小兵。谢长业挑眉：李副将确定要玩这么大吗？怎么，七王爷不敢了？比就比，本王只怕李副将心眼太小，万一又输了，到时候再给气绝过去。既然要比，朕就成全你们。10日为期，10日之后，你们带领各自的士兵一决高下，输的一方。谢无义目光停留在谢长业身上，连同今日之事，朕一并严惩。是，末将遵命。臣弟遵命。第二天一大早，训练场上，李勇带领的士兵已经开始了训练，而谢长业这边各种瓜子果盘摆得满满当当。王爷，咱这是做什么？茶话会啊。王爷，我们只有10天时间，还是抓紧时间训练吧。小林子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虽然说他也觉得他们赢不了，不过王爷这也太自暴自弃了。王爷，您看李将军那边。小林子，做人不能太赶尽杀绝，你总要允许人家笨鸟先飞一下吗？小林子嘴角抽了抽，他们真的有资格说别人是笨鸟吗？王爷，就算不管李将军那边，随风侍卫还在呢。要是随风侍卫禀报皇上的话，你不说本王倒忘了。小林子松了口气，刚准备让人来将东西搬走，可是下一刻却听谢长业笑着高声开口：随风侍卫，你要不要也来吃点？这刚炒出来的瓜子可香了。随风见这一幕，忍着心头的无语，看着谢长业摇了摇头。谢长业对着小林子开口：你看，本王客气过了，是他不来。他的意思是让王爷招呼人家来吃东西的吗？最后吃好了，聊嗨了，谢长业一挥手，便又打发了众人回去休息。一天就这么混过去了。第二天，谢长业让他们每天的训练时间不能超过3个时辰，累了便歇，远远看着像极了散兵游泳。同一个训练场上，2队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身处2个世界。转眼10天过去了，比试之期已到，谢无义再次到了军营之中。训练场上，谢无义看着已经列队准备好了的2队士兵，却发现独独没有看到谢长业。七王爷人呢？回禀皇上，现在这个时辰，按照平时的情况来看，七王爷应该还没起床。不过刚才已经有士兵去请了，想必快了。谢无义皱了皱眉头，这些天2队的训练情况如何？这10天里，李副将一直在带领士兵刻苦训练。至于七王爷，皇上，您请看训练场西边的墙根。谢无义顺着随风的视线看了过去，却只看到了一堆瓜子壳。皇上，这都是七王爷一个人刻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打扫。说完，随风又补充了一句：这只是昨天1天的量。他让谢长业训练士兵，难道谢长业只是刻了10天瓜子？谢无义眉头皱紧，刚准备开口，身后谢长业就带着小林子急急忙忙到了训练场。臣弟见过皇兄，没想到皇兄来得这么早。你觉得是朕来早了？臣弟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所以来得迟了些。哼，你有何处不舒服？谢无义扫了一眼远处那看起来有数斤的瓜子壳，不舒服的人还有这么好的胃口。谢长业余光顺着谢无义的视线瞥了过去，轻咳了一声，开口道：启禀皇兄，臣弟上火。谢无义嘴角一抽，默默收回目光。好吧，他信了。这次的比试一共分为2场，第一场比排兵布阵，
由谢长业和李勇各自安排布局，两队士兵整体对抗。第二场比拳脚功夫，两队士兵分别一一较量，各论输赢，最后赢的人数多的一队获胜。可结果出人意料，两场下来，谢长业的队伍大获全胜。这怎么可能？李勇一张脸惨白如纸，这绝对不可能。李副将这么激动做什么？既然是比试，自然是有输有赢了。哦，对了，本王倒是差点忘了，不能叫李副将了，毕竟你之前亲口说过，若是输了的话，便辞去副将一职，只做一个小兵。皇上，末将。谢无义只是淡淡看了李勇一眼，便将目光重新移向了谢长业。你是怎么做到的？自然是因为臣弟废寝忘食，刻苦练。长业话说到一半，看到谢无义又冷下去了的目光时，默默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其实臣弟只是因材施教而已。说说看。臣弟第一日的时候开了一个茶话会，和他们闲聊了一番。臣弟觉得，对于士兵而言，一味磨灭他们的特点，就算再刻苦，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平平。但了解每个人的特点，因材施教，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才能够事半功倍。谢长业一一说出每个人的特点和观点，条理清晰，见解独到。看来之前倒是朕小瞧了你。皇兄过奖了，都是皇兄教导的好。奉承的话就罢了，你倒还算对得起将门子弟的身份。不过既然你对于训练见解独到，那朕给你1月时间，在军营之中推行新的训练方式。1个月之后，朕要看到一支比以往训练下更强的新兵队伍，你可能做到？皇兄，这……谢长业刚想要拒绝，可是在触及到谢无义的目光时，心头立刻咯噔了一声，将拒绝的话咽了下去。是，臣弟遵命。朕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利用对战双方的特点相克，的确不错。可是你又是如何得知李勇一队中士兵的各自特点？这个嘛，毕竟都在一个训练场上，臣弟嗑瓜子无聊的时候观察了一下。原来如此，我这就去再给主子买几斤瓜子。你敢信堂堂天圣国的七王爷送太傅的生日贺礼居然是一袋桃子？谢长业坐在营帐之中，一边写着新的训练规划，一边连连叹气。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本王后悔啊！好端端的逞什么强，现在竟然还要在这军营之中待上1个月。主子，这是皇上给您的信任，其他人求都求不来。得了吧，这信任谁爱要谁要，我只想回王府。你说最近怎么没什么需要本王参加的宴会呢？好歹离开这军营喘口气也是好的。这其实也不是没有宴会，如果奴才没记错的话，太素族好像明日就有寿宴。太傅府，洛灵儿他老爹。正是，不过王爷您应该不会去参加吧？毕竟您跟洛小姐有过节。去，谁说我不去了？谢长业一拍桌子，兴奋地开口：他是他爹是他爹，哪能一棍子打死？小林子皱眉道：可是太突然了，王爷，咱们也没有准备贺礼呀。贺礼啊？谢长业挑眉想了想，片刻之后勾唇一笑：有了。翌日，洛府。谢长业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满了马车，从门口往府里面瞧，礼物堆满了前院。王爷，咱们来的是不是有些太迟了？小林子看了看头顶已经近正午的太阳，心头无奈。晚吗？不是还没到午膳时间吗？听说谢长业到了，洛灵儿怒气冲冲的立刻赶到了前院。谢长业，你竟然还敢来！之前谢长业害得他大失颜面，没想到对方今日竟然还敢来洛家。洛小姐这话说的倒是奇怪了，本王好心好意前来贺寿，为何不敢来？之前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本小姐怎么会在皇上面前丢那么大的面子？你居然还有脸来贺寿！来人，立刻将人给本小姐赶出！灵儿，不得无礼！洛舒然告诫般看了一眼洛灵儿，才不紧不慢道：小女让下官宠坏了，还请七王爷见谅。洛太傅言重了，本王大人大量，自然不会和洛小姐一般见识。洛灵儿脸色一僵，心头怒火更甚，扫了一眼两手空空的谢长业和他身后的小林子，冷笑着道：父亲，七王爷口口声声说他是前来贺寿的，可是却两手空空，是不是太不懂礼数了？洛小姐倒是提醒本王了，小林子还不赶紧去马车上把本王准备的礼物拿过来。小林子面色犹豫：王爷，这真的要拿吗？还不快去！是。小林子很快就拿来了一个麻袋，顶着众人的目光，小林子硬着头皮将手中麻袋放到了地上，因为装的有些多，一个桃子从麻袋中掉了下来，咕噜咕噜滚到了洛舒然的脚边。谁也没想到，谢长业竟然送来了一麻袋的桃子，周围的官员们瞬间窃窃私语起来。洛舒然脸色沉了下去：七王爷这是何意？自己受沉，谢长业却送来一袋再轻贱不过的桃子，这分明就是故意在打自己的脸。谢长业仍旧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洛太傅，这是本王精心挑选的贺礼，还望洛太傅笑纳。谢长业，你简直就是欺人太甚！这几个破桃子能值几个钱？你分明就是在羞辱我们洛家。洛小姐慎言，难道说只有贵重的珠宝玉器才能做礼物？那洛太傅到底是过寿，还是变相敛财、收受贿赂啊？
齐王爷变相敛财，收受贿赂几个字，下官可担待不起，还望齐王爷不要随意污蔑。骆大人别生气嘛，本王不过是随口一说，怎么就成了污蔑了？正所谓礼轻情意重，更何况这桃子可寓意丰厚，代表着本王对骆太傅的敬重和祝福啊。骆舒然目光透着冷意，那下官倒想要听一听，齐王爷为何送这桃子？谢长业叹了口气，本王1个月之前就已经在思索送什么贺礼了，只不过觉得普通的东西都太过俗气了，思来想去，一直想不到合适的礼物，直到看到这桃子，本王立刻有了思路。正所谓桃李满天下，骆太傅才学过人，又好为人师，哦不是善为人师，送这桃子表达了本王对骆太傅学子众多的崇敬，以及一片真挚的祝福之情。少来，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愿意花钱，所以随便买了这些烂桃子凑数。骆小姐，刚才本王都已经说了，这桃子寓意着桃李满天下，皇兄也是骆太傅的学生，而你却张口闭口烂桃子，你到底是在骂谁？谢长业，你不要胡说八道。到底是本王胡说八道，还是骆小姐太过失礼？更何况礼物，今日不管是本王还是众位大臣送来的乃是一个礼，是一片心意，而骆小姐却只关注价值，把它当成一个物，好歹也是出身书香门第，骆小姐这般是否有些太过市侩了？骆莲气得脸色发白，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外便传来一个赞同的声音：七王爷这话说得不错。只见谢无义和丞相段沐风一同走来，谢无义突然微服出现，骆舒然还有一众官员都是一惊，连忙行礼：都起来吧，今日是太傅生辰，不必多礼。谢皇上，皇上要过来，怎么不让人提前通传一声？下官也好提前出去迎接，现在实在是失礼。朕今日刚好和段丞相商议政务，听说段丞相要前来贺寿，朕便同他一同过来。多谢段丞相前来道贺。骆大人客气了。听到这声音，谢长业看向段沐风，刚才开口赞同自己的人就是他。见到谢长业打量自己，段沐风冲着他笑了笑：王爷刚才所言让下官觉得甚是有道理。这么一个温润的美男子夸奖自己，谢长业忍不住老脸一红，开口说道：段丞相过奖了。而谢无义看着谢长业这模样，习惯性的皱起眉头。只不过这一次还没等谢无义开口，谢长业就抢先说道：皇兄，臣弟没有无故离开军营，今日是骆太傅的寿辰，臣弟只是来贺寿的，毕竟大家都在朝为官，这点礼数还是要讲的，皇兄你说是不是？语速之快，直接堵住了谢无义的后路。朕有说什么吗？堂堂七王爷总是摆出一副即将被踩尾巴的猫的样子，成何体统？一旁的官员们听到这话，有几个忍不住暗暗发笑，而洛灵儿更是直接嘲讽的笑出了声。谢长业嘴角抽了抽，得嘞，反正谢无义就是看自己不顺眼呗。看着骆舒然一脸尊敬和喜色的请谢无义进门，再看看就这么被落下的自己，啧，这差别待遇也太明显了。说着，看着面前滚在地上的桃子，谢长业一个抬脚就踩了上去。谢无义耳力极好，虽然已经走出去了一段路，但还是听到了谢长业的嘀咕。其实刚才开口之后，他也有些后悔当种下了谢长业的面子，转身打算换上谢长业同他一起，可没想到一转头就看到了谢长业神色愤恨的一脚踩在了桃子上面。谢长业想起刚才谢长业说自己也算是桃李中一员的话语，谢无义脸色立刻黑了下去。啊！谢长业被吓了一大跳，一个愣神，正踩在桃子上的脚一歪，整个人猛地往一边栽去。七王爷小心！站在一旁还未离开的段沐风眼疾手快，稳稳地扶住了谢长业。好险好险，多谢段丞相。皇兄，你刚才唤臣弟做什么？谢无义脸色难看，警告般的看了谢长业一眼，然后便收回目光，率先去了前厅。段沐风看着地上的那一袋桃子，开口道：下官觉得七王爷这份礼物的确送的别出心裁，只不过既然要寓意桃李满天下，为何只有桃子却无李子？这个吗？段丞相真的想知道？段沐风点了点头。其实本王之前是打算买桃子和李子来着，不过到了大街上才发现，现在桃子正值旺季，那个小贩只让一麻袋一麻袋的买桃子已经花了10几文了，而李子还比桃子贵了3文钱，所以本王没舍得。脸上温润的笑意僵住，段沐风难得有些神色艰难的看着谢长业。七王爷莫不是在开玩笑？当然没有，正所谓钱要花在刀刃上，而对本王而言，只要给别人花钱，那都是刀背。这枯木逢春就是七王爷破坏的。宴席开始，骆舒然让人抬上来了一个盆栽，上面还盖着一块红布。皇上，微臣前些日子得了一盆枯木逢春的奇景，今日臣想借花献佛，送给皇上。枯木逢春倒是少见，不过今日是太傅寿辰，应该是朕给太傅准备贺礼，何来朕收礼一说？皇上今日能来臣的府上，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这盆景只是臣的一点心意，还望皇上笑纳。既然如此，那就打开看看。红布慢慢掀开，一大截已经干枯了的朽木，奇形怪状，颇有几分嶙峋之感。再接着往上瞧，谢长业差点没一口茶喷出来。
干枯的朽木顶端的确长了一只新枝，可是却已经折断。最重要的是，枯木上还卡着十分眼熟的半个桃子。看到这情形，所有人都是一愣。而谢长业擦了擦嘴角可能还残留的桃子汁，心底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是怎么回事？洛舒然原先脸上的笑意已经荡然无存，黑着一张脸开口。负责搬运盆栽的小厮吓得一下子跪了下去。老爷，奴才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日盖上红布前，这盆景还好好的。父亲，女儿知道怎么回事。洛莲儿进来说道。灵儿，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洛莲儿伸手指向谢长业。这枯木逢春就是七王爷破坏的。这话一出，所有人纷纷看向了谢长业。谢长业挑眉道：洛小姐还真的是兢兢业业，时时刻刻不忘针对本王。皇上，父亲，灵儿没有胡说，这枯木逢春今日一直放在花园之中，而七王爷之前恰好去过花园，女儿和翠萍亲眼看到他扯开了枯木逢春的红布，还在那儿站了许久。洛莲身旁的翠萍连忙低头开口：是奴婢亲眼所见。而这时，一个官员看着那半个桃子，也突然想了起来。说起来，我倒是的确看到过七王爷在花园里面吃桃子。洛舒然冷着脸对谢长业开口：七王爷，你到底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破坏？哼，无心之举还是故意破坏？洛太傅定罪的还真够快的，反正横竖就是本王做的了。七王爷，这枯木逢春乃是送给皇上的礼物，您这般破坏，实在是放肆。皇上，还望您能主持公道。谢无义看着那半个桃子，说实话，他的确觉得像谢长业的作风。不过，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谢长业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臣弟想问问，如果是故意为之的话，是个什么罪名？这话在众人听来，无异于就是承认了。洛莲心头一喜，立刻开口：枯木逢春乃是祥瑞，破坏要送给皇上的祥瑞，自然是大罪。大罪，听起来还真的让人有些害怕呢。七王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早知如此，何必破坏这盆景呢？说的没错，后悔也来不及了。谢长业语气一凛：洛太傅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胆大包天，破坏祥瑞的洛小姐和她身边的丫鬟带下去？难不成是想要包庇自家女儿吗？众人都被这陡然变化的语气吓了跳。洛莲惊讶过后，冷笑道：七王爷怕不是疯了？分明就是你破坏了枯木逢春，现在竟然还想要赖到我的头上。谢长业冷声道：笑话，本王从未见过这盆枯木逢春，又何来破坏一说？空口白牙，七王爷说没见过，有证据吗？谢长业抬脚直接架在了面前的案几上面。这就是证据。谢无义扫了一眼谢长业的靴子，又看了看洛莲儿和翠萍的，神色间划过一抹两然。原来如此。谢长业轻哼了一声。枯木之所以能够重新长出新枝，那是因为内里腐朽，滋生了养料，所以这盆景必然摆在水分充足处，例如潮湿的湖边。所以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本王这干净出尘的鞋上有一丁点泥吗？狂妄的话语出口，谢长业感受到了谢无义投过来的冷眼，转过头笑着开口：皇上，臣弟当然没有说您是龙眼。哈！谢无义冷哼了一声，没有开口。谢长业又对上了对面段沐风的目光。丞相大人当然也不是。段沐风笑了笑，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原本他还有些担心谢长业，现在看来不必了。谢长业继续说道：若是看清楚，那不如再看看洛小姐和她身边的丫鬟。所有人的目光又聚集到了洛莲儿的鞋上，的确沾染了不少的泥巴，和搬运盆景过来的小厮鞋上的一般无二。洛莲儿怎么也没想到泥巴这件事，顿时神色慌了。我只是今天刚好走到了湖边，我根本没有碰这盆枯木逢春。洛舒然此刻的脸色几乎比看到盆景被破坏时更加难看。仅仅凭着鞋上的泥，说明不了什么。如果洛小姐一个鞋上有泥的都不是破坏盆景的凶手，那本王鞋比某些人的脸和心都干净，难道还要将这罪名扣到本王头上吗？满是讽刺的话一出，摆明了就是在讽刺洛莲皮后心黑陷害自己。你，洛莲气得一双眼睛里面几乎能喷出火来，可是却也知道现在他落了下风，只能求救般的看向洛舒然。洛舒然脸色也难看的紧，脸下神色开口：这件事情可能只是误会，七王爷不是破坏之人，不过到底是谁，也不能仅仅只看谁去过湖边来定论。谢长业冷笑：可是刚才洛小姐却口口声声说亲眼看到本王破坏盆景，这又该怎么解释？洛舒然皱眉，眼神示意了一下洛莲儿。洛莲咬牙，一字一句的开口：现在想想，是臣女刚才看错了，误会了七王爷。看错？本王如此风姿绰约，洛小姐都能看错，这是老眼昏花到何等地步？洛莲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就要将一口牙给咬碎了。洛舒然知道，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的话，谢长业指不定还会说出什么来。想到这儿，洛舒然心一横，对谢无义跪了下去：皇上，这一切都是老臣失察，扫了皇上的兴，还望皇上恕罪。洛莲也低头跪了下去：皇上，臣女真的是看错了。谢无义自然看得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说到底，
今日毕竟是洛舒然的寿辰，他也懒得真的将事情闹大，驳了老臣的面子。罢了，不过一盆盆景，洛太傅自己查清楚就好。今日寿辰，不要因此扫了兴致。是，多谢皇上。谢长业有些不满的开口。皇兄，好了，今日毕竟是洛太傅寿辰，既然谢无义都开口了，这件事情自然也只能这么过去了。谢长业心头有些憋屈。哼，现在倒是当起了和事佬，刚才怎么不见他为我说话？宴会开始，谢长业一直盯着洛莲吃菜，洛莲受不了了，抬头瞪着谢长业。七王爷一直盯着臣女，是否有些太过无礼？本王只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洛小姐。什么问题？在场的人一个一个的不由得都竖起了耳朵，就连谢无义都忍不住有几分好奇。本王是想问洛小姐，捡起本王吃剩下的桃子后洗手了吗？谢无义猛地呛了一口酒，在场其他人也被这话雷得不轻。谢长业看着咳嗽的谢无义，还有气得发抖的洛莲儿，这下子心头舒坦了。转眼七夕到了，谢长业停滞了1个多月的相看大业又开始了。这一次为了防止谢长业再出岔子，谢无义特意下令七夕日在宫中举办宴会，大半朝臣家中的未婚女儿都受邀出席。谢长业边走边叹气，公道转弯处恰好和一个小宫女撞了个满怀。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小宫女忙跪地上，谢长业皱眉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袍，泼湿了倒也没什么，反正他束胸绑得还算紧，只是这一盆脏水下来，衣服也算是彻底毁了。看着瑟瑟发抖的小宫女，谢长业开口道：算了，下次当心一些。多谢王爷，多谢王爷。王爷，如果不介意的话，奴婢带您去换身衣袍吧。谢长业点点头，对小林子说：小林子，本王去换身衣服，你先去宴会处禀报一声，就说本王可能会晚一些。是，奴才遵命。然而等到谢长业和小林子都离开之后，公道之上一直躲在暗处的洛莲和翠萍才走了出来。小姐，接下来咱们还按照计划的来进行吗？翠萍低声问道，神色有些紧张。当然，派人盯好了，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再将大家引过去。小姐，如果七王爷之后要是追究起来的话，怕什么？谢长业不过是先皇一子，就算真的查到是本小姐安排的，他又能怎么样？谢长业几次三番害自己丢尽颜面，这一次他一定要让谢长业成为所有人的笑话。宫女引着谢长业到了一处偏殿的房间。王爷，奴婢立刻给您拿干净的衣袍，您请稍待。谢长业点了点头，等宫女出去后，他走到了屏风后面，脱下外袍搭在了屏风之上。王爷，外袍和中衣已经取来了。好，你退下吧。是，奴婢告退。听到关门声，谢长业这才松了口气，抬手拿下了屏风上的衣袍。可是看着拿下来的衣服，谢长业愣住了，这根本就不是男子的衣袍，而是一套粉色的女子衣裙，也没有中衣，只有一条肚兜。谢长业立刻抬头看向自己放在屏风上的外袍，发现外袍已被宫女拿走了。谢长业黑了脸，看着手中的女子衣裙，明白了过来。看来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有人故意算计他，要么光膀子丢人，要么穿女装出丑。白色中衣胸前早已经湿透了，没有外袍遮挡着，里面束胸的布条几乎是一眼可见。要是这么出去的话，女子的身份几乎是昭然若揭。而这房间里面，除了桌椅摆件，更是连一块可以遮挡的帘布都没有。不过，对方既然要算计自己，应该不会一直让他留在这房间之中才对。谢长业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听就来者众多。完了，还真的是想啥来啥。他这副样子，要是被人给看见了的话，那基本就等于小命不保。可是谢长业看了看手中的粉色衣裙，若是他真的穿上女装，且不说会不会被人嘲笑，万一要是引起了别人的怀疑，那就糟了。而这时，谢无义和一些官员已经走到了门外，宴会已经开始，谢长业却迟迟没有出现。突然有人来报信，说七王爷出事了，谢无义便让人带路赶了过来。等众人进了房间，房内却根本不见谢长业的身影。不是说七王爷在这儿吗？人呢？而早已经准备好了看戏的洛莲儿神色一僵，忍不住开口：怎么可能没有人？他一直让人悄悄在外面守着，谢长业根本没有离开。谢无义扫了一眼洛莲儿，无意的皱了一下眉头。而此刻躲在后窗外墙根处的谢长业听着洛莲儿这话，冷笑了一声。看来今天的事情十有八九又是洛莲儿的算计。谢长业继续听着房间之中的动静，打算等人走了再从窗户跳回去。可就在这时，他却突然听到了一个男声：这位美人躲在墙角做什么？谢长业心头一惊，立刻看了过去，只见一个男子正半倚在假山上，笑容里一派轻佻风流。刚才对方说话的声音虽然不算大，但是已经足够惊动房间之中的谢无义。谁在外面？谢长业想要离开已经来不及了，他果断将人从假山上拽了下来，然后顺势扯下了对方的外袍。众人赶到，看到眼前的情形都不由得愣住了。沈质子绊倒在地上，而七王爷则是神色有些慌张地站在一旁。最重要的是，七王爷身上的外袍怎么看都像是沈质子的。这般画面
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有些想入非非。谢无义脸色已经不仅仅只是难看了。你们在做什么？谢长业硬着头皮解释道：“皇兄，你千万不要误会，臣弟只是因为衣袍湿了，加上婢女又送错了衣服，害怕一身中衣失礼，所以才会暂时躲起来。至于这位沈池渊，在下不过是在此处欣赏一下风景，没想到竟然会被人抢了衣袍。原来是东浩大皇子，是本王失礼了。”谢长业歉疚的开口，可是眼睛之中却带着几分警告。沈池渊挑眉一笑：“七王爷不必介怀，若是你喜欢的话，这衣袍就赠与七王爷了。”赠别人自己穿过的袍子，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在场的大臣们脸上的神情也越发狐疑了。难道七王爷迟迟不娶王妃，是因为沈质子？谢无义看着眉来眼去的谢长业和沈池渊二人，脸色越发僵硬。堂堂七王爷，这副模样成何体统？还不赶紧换好衣袍，然后去赴宴？是，臣弟遵命。等谢长业换上新的衣袍，赶到宴会，发现那些大臣还有官家小姐们看自己的眼神里都透着古怪。以往的宴会上，这些官家小姐们争相表演才艺，可是现在一个一个缩头缩脑，似乎生怕自己出风头，然后被看中了赐婚给谢长业。原本他还想着怎么应付这场大型的乡情，现在看来倒是因祸得福了。谢无义气的几乎全程冷着一张脸，但又不能强迫，最后的相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七夕夜，谢无义失眠了，他越想越觉得恼火，立马做了一个决定，直接给谢长业赐婚。快来看，这个王爷和美女约会，居然还约绯闻对象一起。赐婚圣旨到的时候，谢长业正躺在摇椅上吃葡萄看画本，差点没一颗葡萄给噎死。谢无义脑子被驴踢了吧？小林子吓得脸色大变，祖子，您可千万别胡说。而一旁传旨的陈福只能当作自己没有听到这句大逆不道的话。王爷，皇上已经为您择定了户部王尚书的独女王小姐，这是赐婚的圣旨，您赶紧起来接旨吧。本王不同意。王爷，赐婚的圣旨已下，您只能接旨，王家那边也已经有人去传旨了。这是万恶的包办婚姻啊！本王连那位王小姐长得是胖是瘦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娶她？王爷放心，这一点皇上已经考虑过了，并非让你们现在就成亲，而是先将这婚事定下来。王爷这段时间大可以和王小姐多接触接触，好好培养一下感情。还培养感情？谢长业只想白眼翻上天，只怕是感情还没培养出来，就先培养出了杀头大罪。见没有商量的余地，谢长业半死不活起身的接了旨。等到陈福离开之后，看着手中如同烫手山芋般的圣旨，谢长业一口气直接甩出去老远。王爷，乱应圣旨那可是大罪啊！本王脑袋都快要保不住了，还怕这扔圣旨的罪名吗？王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小林子一头雾水，怎么就脑袋保不住了？谢长业倒回了摇椅上，一声长叹：难道真的是老天爷要亡我吗？王爷，您怎么就这么不愿意成亲呢？您也到了该娶妃的年纪了，皇上也是一片好心了。你不懂。王爷，其实现在出了不少关于您的流言蜚语，如果不是皇上赐婚的话，只怕有些姑娘家会不愿意嫁给您。皇上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什么流言蜚语？就是说您和那位沈质子关系暧昧，怀疑您是断袖。谢长业嘴角一抽，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对不对？小林子立刻接茬道：奴才也觉得这些传言真是过分。不，简直就是天助我也。不就是婚约吗？我推不了，不是还有那位王小姐吗？陈福传完旨回到宫中，谢无义问道：七王爷什么反应？陈福想起那句脑子被驴踢了，最后也没敢说出口，只是说七王爷看起来有些不大情愿。谢无义自然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想着之后让谢长业进宫再好好提点一下。不过没想到一个时辰之后，七王府便传来了消息，说是谢长业希望明日能够邀请那位王小姐一同游湖。谢无义虽然觉得谢长业积极的有几分古怪，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了，也派人去王家传了消息。翌日，谢长业去了约定好的碧月湖，湖面上画舫游船络绎不绝，而游湖的人里也大多都是皇城之中的官家子弟和小姐。小林子看着手里的包袱，问道：王爷，您今日打算做什么？当然是游湖了。看到来人时，谢长业勾唇一笑：来了。沈池渊走近开口道：没想到七王爷会相邀，不知七王爷今日相邀所为何事？说来惭愧，之前本王一时不慎被人算计，所以无奈之下抢了沈皇子的外袍，后来想想觉得实在失礼，所以特意让人重新定做了一件衣袍赔给沈皇子。原来如此，不过一件衣袍而已，七王爷不必如此在意。沈皇子见谅，毕竟你我二人身份也不太适合相交甚密，所以本王想着避开一下众人耳目，才约到了此处，以免大家再产生误会。沈池渊脸上的笑意僵了一下，目光看向湖面上画舫游船，这叫避开众人耳目。本王也没想到今日竟然这么多人，不过既然来了，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咱们问心无愧。
沈池渊微微挑眉，这儿可是碧月湖，素来游人众多，他严重怀疑谢长业是在欺负他是外来的，胡说八道糊弄他。不过不管谢长业什么目的，自然要比他待在宫中有趣的多。七王爷说的是，本皇子瞧着今日湖上风光甚好，不如现在就开船吧。小林子，开船。小林子点头，等船开了之后，小林子又猛然反应了过来。王爷，怎么就开船了呢？还有王小姐没到呢。王娇娇到的时候，就看到谢长业所在的游船已经出发了，一时之间呆站在原地。王爷，您看，王小姐还在南边呢。小林子急忙开口：“知道了。”游船靠岸，谢长业高声道：“王小姐，实在是不好意思，本王看到沈皇子实在是太高兴了，一时之间竟然忘了还有王小姐同行，请王小姐不要见怪。”王娇娇正准备行礼的动作一僵，抬头看向站在船头的沈池渊。沈志，沈皇子怎么也在这儿？沈池渊挑了挑眉，此刻心里面已经琢磨出几分不对劲来。沈皇子当然是本王邀请来的。谢长业笑着开口：“沈皇子，你应该不介意多一位王小姐同游吧？”沈池渊看着谢长业，对方一双眸子狡黠动人，如同这碧月湖水，笑道：“自然不介意，如此就好。”谢长业又看向王娇娇：“那王小姐赶紧上船吧。”如果说刚才王娇娇的脸色只是有些僵硬，那现在几乎就可以说是难看了。明明是谢长业约自己游湖，可是现在却突然又多了一位沈皇子，而且话里话外好像沈皇子才是被邀约的那一个，而自己是多余的一般。王娇娇看了一眼谢长业和沈池渊，难道说那些流言蜚语都是真的？七王爷真的有断袖之癖？小林子看着坐那的三个人，只觉得越看越尴尬，尤其是自家王爷只是和沈皇子闲谈，根本就是将王小姐冷落在了一旁。眼见着王娇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谢长业转过头看向了王娇娇：“王小姐平日里面喜欢钓鱼吗？”啊！王娇娇愣了一下，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不喜欢。”如果说这桩婚事她之前只是有些不太情愿的话，现在就是很不情愿了。如此太好了，毕竟本王只让人准备了2副鱼竿。沈皇子，不如我们2人来比赛如何？沈池渊接过鱼竿，现在他基本已经能够确定，谢长业今日约他出来，就是为了利用他来得罪这位王小姐。不过这样倒也颇为有趣。好，既然七王爷如此雅兴，在下自当奉陪。王娇娇冷着一张脸坐在那儿，神色越发难看，夹杂着怒火的目光忍不住瞪向谢长业。可是看着看着，王娇娇不由得有些挪不开目光。谢长业立在船边，一双桃花眼认真地看着水面的鱼竿，眉眼动人，身形清雅，美的雌雄莫辨。谢长业正看着水面，突然就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一束目光越来越炙热，一转头恰好就对上了王娇娇的目光。原本他以为王娇娇此刻定然是生气愤怒的，却没想到对方目光慌张，一副偷看被抓包的模样，最后还露出了几分小女儿家的羞赧。谢长业立刻升起了一股子不好的预感，看来也只能出最后一招了。谢长业，你难道真的有断袖之好？感受到手中的干动，谢长业立刻提起鱼竿，上钩了。看来今日王爷的运气比我好。什么叫做运气？这是妥妥的实力。看着谢长业面上的笑，王娇娇越发有些脸红。王娇娇走上前，王爷真厉害。王娇娇主动示好，谢长业也没有故意冷脸。王小姐过奖了，你瞧这鱼多好看，吃了实在是可惜，不如送给王小姐带回家养着观赏如何？多谢王爷，臣女很喜欢。虽然自始至终王娇娇都没有看那鱼一眼，王小姐喜欢就好。谢长业将鱼伸到了王娇娇面前，王小姐接着吧。啊！王娇娇吓了一跳，王爷还是先放下吧。不行，既然说了要送给王小姐，本王自然要亲手交到王小姐的手上。说着，谢长业又将鱼往王娇娇面前凑了凑。啊，拿走，快拿走！王娇娇慌忙大喊，慌乱中一巴掌就打在了谢长业的手上。谢长业顺势一甩，鱼啪的一声就砸到了沈池渊的身上。谢长业脸色沉了下去，王娇娇知晓自己打到了谢长业，心头也顿时紧张起来。王爷，王小姐，你也太不小心了，把沈皇子衣服弄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王娇娇愣住了，所以七王爷生气不是因为自己打了他，而只是因为弄湿了沈皇子的衣袍。好了，别说了，幸好本王今日带来了要送给沈皇子的新衣袍，沈皇子还是赶紧去船舱里面换上吧。七王爷，这就不必了吧？刚才他看得分明，王娇娇那一下并不重，谢长业根本是故意将鱼甩到了他身上。要得，沈皇子容貌俊朗，怎么能够穿着脏了的衣服呢？沈皇子快去换吧，需不需要本王帮忙？沈池渊难得的嘴角抽了一下，不必。等沈池渊换好，从船舱走出来，王娇娇看到沈池渊身上的衣袍时，顿时傻眼了，这分明和谢长业身上的那件一模一样。谢长业刚才说的什么？他送给沈皇子的新衣袍，难道谢长业就是个断袖？这个念头一出，王娇娇心底刚才生出的那几分女儿心思一下子透心凉。刚才船舱里面光线较暗，沈池渊没有太过留意这衣袍，
现在低头看了看，脸色也忍不住有些僵硬。沈皇子觉得如何？本王瞧着觉得甚是不错。本皇子也觉得不错，喜欢就好。王小姐觉得呢？王娇娇脸色发黑，好看2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王爷，臣女不舒服，想要先回去了。王小姐这是怎么了？没怎么，臣女就是想要回去了。此刻他们的游船正在湖心，周围有不少人看着这边的情形。王娇娇只要想到自己被许配给了一个断袖，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行，她一定要让父亲给她退婚。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让船靠岸吧。谢长业颇为惋惜的开口。本王和沈皇子游湖都还没尽兴呢。王娇娇冷着脸没有开口。等到船靠岸之后，甚至来不及行礼，立刻就带着丫鬟急匆匆的上岸走了。谢长业这才满意的笑了。七王爷还真是利用人的一把好手。沈皇子这话是何意？利用在下摆脱这位王小姐，七王爷难道就不怕在下不配合吗？可是沈皇子刚才不是配合得很好吗？沈皇子是个聪明人，今日你帮了本王，日后若有麻烦，本王自会相助。王娇娇回到王家之后，几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口咬定了谢长业就是一个断袖，必须要解除婚约。刑部尚书王平实在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谢无义面前哀求解除婚约。最后婚约顺利解除，而谢长业有断袖之癖的传言在皇城之中也闹得越发厉害了。早朝之上，那些朝臣们看到谢长业一个一个脸色古怪，简直避如蛇蝎。谢长业倒也不介意，为了保住他的小命，从而更好的混吃等死，牺牲一点名声也不算什么。七王爷身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是莫泽。莫将军有事吗？自从上次公然拒绝了兵符之后，他一直怀疑谢长业还有后手，可这段时间以来，七王府没有任何动静，谢长业也再没有出现在军营之中过。今日他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七王爷，军营之中的那些将士们都时常提起王爷，王爷不打算去看看他们？谢长业摇了摇头，不去，军营哪有王府舒服？莫泽狭长的眼睛微凛，低声道：王爷难道真的毫不在意军中的权力吗？莫将军，本王不是你。七王爷这是何意？莫将军虽然出身莫家军，可是毕竟还是要靠军中功绩说事，一步一步往上爬。可是本王运气比较好，靠着沈家军的情分成了七王爷，所以本王如果不好好享受，靠着王爷的身份勤勤恳恳的混日子，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沈家军将士们？是他听错了吗？混日子还能用勤勤恳恳来形容？七王爷是在开玩笑吗？本王一直说的都是真心话，只是莫将军不信罢了。莫泽看着谢长业，对方目光澄澈，神色认真。难道说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还有，莫将军最近难道没有听到那些流言蜚语吗？还是不要和本王靠得太近为好。七王爷，本将军一直觉得传言不可信。说着，莫泽突然顿了一下。他之前一直将谢长业当成了一个深藏不露的对手，所以自然不会相信什么断袖的传言。可是现在，莫泽觉得自己有些不确定了。七王爷有断袖之癖吗？没有。看到莫泽脸上的神色松动了一分，又补充道：莫将军放心，就算本王有断袖之癖，你的长相也不是本王喜欢的类型。谢长业说的认真，而莫泽因为被谢长业的话被噎得不轻，所以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谢无义已经到了，此刻正看着他们两个。早朝结束，谢无义将谢长业召进了御书房。臣弟见过皇兄。今日早朝，你和莫泽说了些什么？回禀皇兄，没什么，只是莫泽询问了一下臣弟想不想去军营之中探望将士们。那你怎么说？臣弟直接拒绝了，军营哪有王府舒服，臣弟才不去呢。谢无义心头又是一阵无语，不过这倒也符合谢长业混吃等死的作风。除了这个，没什么了吗？倒还说了一件事。谢长业犹豫了一下，没有继续开口。什么事？这个嘛，皇兄要不还是别问了。怎么，有什么事情是朕不能知道的？无义语气微冷了些，拿起一旁的茶杯。臣弟不敢，其实只是莫将军问了一下臣弟是否真的有断袖之癖。谢长业顿了一下，看着正在喝茶的谢无义道：臣弟怀疑他是想要自荐枕席。口中的茶水喷出，谢无义呛得不由得咳嗽起来。哼，天天一副威胁人的模样，呛死活该。谢长业，谢无义看着躲得老远的谢长业，严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皇兄别生气啊，你放心，臣弟已经严肃地拒绝了莫将军，毕竟他的长相真不是臣弟喜欢的那一款。那你喜欢哪一款？说完，谢无义嘴角一抽，他问这个做什么？如果真的要说喜欢的话，臣弟还是比较喜欢段丞相那种的，君子端方温润，看着就很养眼。你做梦！谢无义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时常来气自己不算，现在还想要染指自己器重的大臣，谢长业是脑袋不想要了吗？谢长业一脸惊喜的开口：咦，皇兄，你怎么知道臣弟梦到过段丞相？他发誓，他现在真的很想下旨打谢长业板子。不过看着谢长业那双桃花眼里暗藏的笑意和捉弄，谢无义倒是渐渐冷静下来了。哼，你以为朕会相信你说的？自荐枕席简直荒唐！皇兄英明。本以为谢长业会解释和反驳，
可却没想到等来一句皇兄英明，谢无意觉得自己又被噎了一下。谢长夜，你难道真的有断袖之好？谢长夜，你难道真的有断袖之好？皇兄，别人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您怎么能够不相信臣弟呢？臣弟可以发誓，如果我的取向不正常的话，那就让。如果你再用一辈子娶不到娘子的话来发誓的话，朕就赏你20大板。谢无意打断了谢长夜的话，谢长夜神色一僵，下一刻默默将要脱口而出的话咽了下去。臣弟保证，臣弟的取向绝对正常。毕竟对于他来说，喜欢男的可再正常不过了。看着谢长夜不像撒谎，谢无意这才松了一口气。皇上，段丞相到了。门外臣服的声音响起。段丞相来了吗？谢长夜眼神一亮，虽然相信了谢长夜不好男色，可是现在看着他这神色，谢无意还是觉得心头有些不舒服。你先退下。皇兄，段丞相来了，不留臣弟多聊几句吗？退下。谢无意脸色又是一沉。好吧，好吧，臣弟退下就是了。臣弟告退。御书房门口，段沐风看到谢长夜，笑着打招呼：“王爷。”他并没有和其他朝臣那般因为流言蜚语而对谢长夜避之唯恐不及。段丞相，虽然刚才说那些话只是故意为了呛一下谢无意，不过现在马上看到段沐风，谢长夜突然还有几分心虚。那啥，今天的天气很不错，段丞相吃了吗？微臣。段沐风刚开口，这时御书房中突然就传来了谢无意的声音：“谢长夜，你马上退下。”段沐风一愣，七王爷刚才同皇上说了什么？皇上这是生气了？谢长夜同样被这声音吓了一跳，不过很快便扬起笑意，冲着段沐风摆了摆手：“本王先走了。”恭送王爷。微臣见过皇上。丞相此时入宫所谓何事？皇上，臣刚才收到禀报，说是距离皇城不远处的村镇里出现了疑似瘟疫的情况，所以臣特意来请示皇上该如何处置。有多少人染上？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染上的人还不是很多。立刻派医者和官兵前往，除了救治百姓之外，一定要确定是否真的是瘟疫。还有，在没有确定之前，尽量避免患病的人和他人接触，防止传染。是，臣遵命。今天是个好日子，裴小姐大婚。之前裴大人状告谢长夜怂恿他女儿和人私奔，谢长夜也算是促成他俩婚事的半个媒人，这个热闹他必须凑。不过他没想到谢无意竟然也来了。臣弟见过皇兄，皇兄怎么也来了？大臣嫁女，按理说谢无意最多给些赏赐，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前来。还不是因为你。谢无意瞥了一眼谢长夜，这桩婚事好歹是自己促成的，裴纪元也算是个老臣了，既然已经开口请他前来，他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谢长夜摸了摸鼻子，皇兄辛苦了，一对新人一定会感激皇兄的。不远处，裴远看着湖边的谢长夜和谢无意，眉头紧皱。马上他就要参加今年的科举了，如果能够事先在皇上的面前露个面的话，等进了殿试自然会有些好处。父亲费力请皇上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可谢长夜站在谢无意身边。如果这个时候上前的话，七王爷会不会故意搞什么破坏？可是不去的话，那就是白白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裴远下定决心一般走到了谢无意面前。见过皇上。谢无意略微点了点头。皇上今日能够盛驾光临，实在是我们裴家天大的荣幸，更是小妹天大的荣幸，我们裴家感激不尽。裴远低着头拱手开口，声音里面透着几分激动和几分紧张。一旁的谢长夜挑眉看着裴远，心思一转便明白了过来。看来裴纪元今天请谢无意过来是另有盘算啊，用女儿的婚宴为儿子谋点好处，这算盘打得到也还真的不错。想到这儿，谢长夜忍不住轻笑了一声。谢无意扫了一眼谢长夜，不冷不热的开口：“裴大人是老臣了，既然裴家大喜，朕自然也应该前来恭贺一番。”裴纪元的心思他自然看得明白。裴远心头本就紧张，现在听到谢长夜的笑，加上谢无意这不冷不热的声音，顿时后背上都忍不住冒出了一些冷汗。之前准备好了的攀谈话语，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不，草民不。谢长夜见状又笑了笑，有心想要替他解围。皇兄，裴公子饱读诗书，才学过人，日后说不定和裴大人一样，在朝堂之中为皇兄效力，皇兄可以多关注几分。裴远心头一怔，一时之间连紧张都忘了，只是抬头诧异地看着谢长夜，对方竟然会为自己说话。谢无意看着裴远这紧张，难得微缓和了语气：“裴公子今年应该要参加科举吧？”回禀皇上，是。既然如此，那朕拭目以待。裴远心头大喜：“是。”好了，退下吧。是。裴远告退。裴远自然不敢直接转身，拱手低着头，连连后退了好几步。谢长夜恰好看到裴远身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眼见着裴远后腿就要绊上去，小心！谢长夜想要拉住裴远，而裴远没听清楚谢长夜说什么，只是看到他冲过来拉自己，便立刻想起了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的惨状，条件反射般的用力挥开了谢长夜的手。湖边草地有些湿滑，谢长夜脚下一个步步，扑通一声就滑进了一旁的湖里面。湖水冰凉，谢长夜被拉起来之后，坐那直哆嗦。裴纪元匆忙赶过来，看到谢长夜浑身湿漉漉，
而裴远吓得脸色惨白，心头大惊。皇上恕罪！谢长业见裴纪元只顾着谢无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裴大人，掉进水里的是本王，不是皇兄。裴纪元脸色一阵青白，咬牙开口：七王爷，犬子无心之失，还请您见谅。说完，又走到裴远身边说道：还不赶紧给七王爷赔礼道歉！裴远已经吓得有些六神无主，立刻跪了下去。七王爷恕罪！刚才谢长业落水之后，他看到身后的石头，才反应过来谢长业是一片好心，可是他却把人给推下了湖，而且还是当着皇上的面。想到这儿，裴纪元心头一阵战栗。裴公子，本王……谢无义皱眉看着谢长业，他的脸色惨白。好了，先去更衣，以免感染风寒。裴纪元忙开口：七王爷，下官这就让人去给您准备衣物。不用了，本王还是现在回府吧。他现在可是湿了个透，连束胸都湿了，贴着难受的很。若是在裴家换衣服，里面的束胸也不能换，还是白搭。先换衣服，你这般湿着回去，成何体统？谢无义本想说，若是感染风寒就不好了，可是话到嘴边，突然又变成了成何体统。谢长业一噎，谢无义会说人话吗？他还以为对方在关心他呢，结果只是在关心不成体统，心头冒出一股子火气。谢长业沉着脸站起身开口：皇兄放心，反正臣弟不成体统的时候多，也不在乎多这一次。谢无义噎一下，还没说话，谢长业便离开了。朕的命令你都不听，难不成是想要抗命？裴府门口，谢长业刚准备上马车，谢无义从府里面出来了。上朕的马车？还是不劳烦皇兄了，省得弄脏皇兄的马车。少废话，让你上去就上去。谢长业心里白眼一番，就谢无义这态度，就算是好心，也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不过谢长业也没有再推辞。马车中，谢长业规规矩矩地坐在角落里。不一会儿，谢长业脚下就多了一小滩水渍。谢无义皱起眉头，他真不知道谢长业在别扭什么。在裴府换上干净的衣袍，难道不比这一路穿着湿衣服要好受？谢长业也注意到了谢无义的视线。不好意思啊，弄脏皇兄的马车了。靠，让我上马车的人明明是他，现在又摆出那么一副嫌弃的表情做什么？谢无义知晓谢长业误会了，也懒得解释，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一旁小桌子上的热茶水。谢长业嘴角一抽，自己都这样了，谢无义还让自己给他倒茶，太丧心病狂了吧！虽然心底腹诽，可是谢长业还是倒了杯茶，递到了谢无义面前。皇兄请喝茶。谢无义一阵无语，朕是让你自己喝啊！原来如此，臣弟误会了，误会了。谢长业正收回茶杯，突然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手一抖，茶水直接泼到了谢无义身上。皇兄恕罪，臣弟不是故意的。谢长业连忙想要去擦，可是自己浑身湿透，只是越擦越湿。好了，谢无义眉心一跳，无奈的开口：多谢皇。停下之后，谢长业脸色越发惨白，突然开始觉得有些头晕。见谢长业神色不对，谢无义伸手探了探，这才发现谢长业发烧了。到哪了？谢无义提高声音对外面问道：回禀皇上，离西王府大概还有一半的路程。谢无义皱眉：不去七王府了，去皇宫，速度快些。是。皇兄，臣弟没事，臣弟还是回府吧。闭嘴！谢无义瞪了一眼谢长业，每次只要有谢长业在场，总是不太平。谢长业见谢无义一副已经决定了的模样，也没有再继续开口。皇宫就皇宫吧，他现在的确有些冷得厉害。谢无义见到谢长业不再开口，缩在马车一角，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和平时那插科打诨、蛮不讲理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不知为何，看着看着，谢无义心头又生出了几分不痛快。谢长业还是平时那副模样比较好，至少比这惨兮兮的样子要好。谢长业沐完浴躺在床上，因没有穿束胸，他整个人都缩在被子里。他脑袋有些昏沉，渐渐的就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间，谢长业听到谢无义吩咐太医给自己诊脉，他一个机灵，顿时就吓醒了。看着两人，谢长业问道：皇兄，你进来怎么不敲门？谢无义皱眉：敲过了，你没有回应。那你也不应该就这么进来啊。幸好被子还盖得严严实实的，要是刚才睡觉不小心蹬了被子的话，那岂不是彻底暴露了？谢无义眉头皱得更紧了些。你发烧了，朕让你太医来给你看看，难道还错了不成？谢长业也知道自己刚才的语气有些过火了，讨好的笑了笑。皇兄您别生气，臣弟只是一时被吓到了。谢无义脸色缓和了一些，看在谢长业是个病人的份上，他就不跟他计较了。好了，让太医给你把脉看看。好。谢长业刚从被子里面伸出手，突然回过神来，又忙将手缩了回去。你这是做什么？皇兄，臣弟太冷了，手一离开被子就冷得不行，要不还是算了吧。她是个女子，这要是一诊脉，那不就全都暴露了吗？胡言乱语什么？赶紧让太医诊脉。一旁的太医也开口道：七王爷放心，下官把脉很快的。真的不用了，臣弟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不需要太医诊脉。看着脸色明显红的不正常，而且声音还发哑的谢长业，谢无义一阵气急，这叫做没事了。谢长业，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赶紧让太医诊脉。谢无义没了耐心，伸手想要掀开谢长业的被子，让人拉起来。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谢长业攥紧了被子，连同脑袋都钻进了被子。谢无义有些恼了，手上的力气也大了些。眼见着被子就要被扯开，谢长业急了，伸出手一巴掌就打在了谢无义的手背上。一声清脆的巴掌声，足见力道不小。房间之中陡然安静了下来。太医吓得瞠目结舌，七王爷竟然打了皇上。而谢无义也有些愣愣的看着自己红起来的手背，反应过来之后，心头一阵气结。谢长业，你好大的胆子！谢长业紧张的从被子里面探出头。皇兄，臣弟真的不是故意的。谢无义冷笑，心头颇有一股子狗咬吕洞宾之感，阴沉着脸开口。谢长业，看来真的是朕最近对你太宽容了，纵的你连分寸都忘了。谢长业心头一颤，原本发红的脸色瞬间白了几分。是了，这段时间以来，虽然谢无义有时候被他气得不轻，可是最终却没有下令惩罚他，以至于他真的有些忘了，这儿可不是21世纪。而眼前人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更重要的是，他还不是他的亲弟弟。太医已经退下了，房间之中，谢无义和谢长业四目相对，一双帝王的凤眸之中满是怒火。谢长业心底直打鼓，讨好的笑了笑。皇兄，臣弟刚才真的只是一时失手。一时失手？谢长业，朕是看在先皇的份上，所以才丢下一堆还未处理的奏折，过来看看你情况如何。你还真的是好本事，竟然敢对朕动手。皇兄，那还不是因为你先扯臣弟的被子？哼，朕是为你好，若是感染风寒高烧的话，到头来受罪的是你自己。更何况朕就算扯了你被子，难不成不行？当然不行。现在这个时候扯他的被子就等于要他的小命，他当然要反抗了。谢无义看着现在仍旧躲在床上死死拽着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的谢长业，目光狐疑。为何你不敢从被子里面出来？难不成是被子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谢长业一惊。皇兄开什么玩笑？被子里面能藏什么秘密？看到谢长业这神色，谢无义越发觉得疑惑。谢长业，朕命令你立刻从床上起来。皇兄，臣弟冷。谢长业心头越发紧张，完了完了，难道今天老天爷真的要和他过不去？谢无义微微眯起眼睛，透着帝王威严。朕的命令你都不听，难不成是想要抗命？有刺客！朕的命令你都不听，难不成是想要抗命？谢长业大脑转得飞快。皇兄，其实臣弟不肯从床上起来是有隐情的。什么隐情？臣弟现在只穿了一身中衣，不好意思出现在皇兄面前。谢无义皱眉，这算的哪门子隐情？都是男子，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谢长业犹豫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豁出去一般开口。其实臣弟现在也怀疑自己有断袖之癖，所以才不能这样出现在男子面前。谢无义愣在原地，有些艰难的开口。谢长业，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其实臣弟也只是在怀疑，还不能确定。不过臣弟担心就这么出现在皇兄面前的话，会越发激起臣弟某一方面的倾向，从而大逆不道的对皇兄生出非分之想。当然，如果皇兄非要让臣弟现在起来的话，臣弟也没办法，只能遵命。说着，谢长业做事就要掀开被子。你别动！谢无义立刻大声开口，语气间是难得的急切。皇兄，您不让臣弟起来了？谢无义连连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压下心头的无语和惊骇。谢长业，你马上给朕滚回七王府。是，臣弟遵命。那皇兄，臣弟现在起来。谢无义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立刻转身准备离开。刚走出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转过头看着谢长业。皇兄，您还有什么事情吗？谢长业，朕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是假，但有一点，若是因为你而让天圣皇受人议论的话，朕绝对不会饶了你。说完，谢无义冷着脸，快步离开了房间。谢长业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怕是谢无义对自己的厌恶又多了几分。虽然说七王爷的生活的确享受，可是这时时刻刻要担心自己小命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转眼到了祭天大典那天，谢无义正准备焚香祭天，百无聊赖之间，谢长业扭头四周看了看，突然一支箭就朝着他的方向射了过来。有刺客！谢长业大惊，慌忙避开，那支利箭恰好从谢长业原本站立的位置射过，若不是他及时避开的话，此刻绝对非死即伤。随行的御林军连忙抵挡刺客。谢长业看着刚才自己避开的那支箭，眼睛微眯。如果是刺杀谢无义，为何第一支箭会射向自己？谢长业立刻快步来到谢无义旁边。皇兄，臣弟保护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看都是谢无义身边最安全。管好你自己，朕可没那么多功夫救你。至于谢长业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以谢无义为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黑衣人从左边过来，他就躲到谢无义右边；黑衣人从前面过来，他就躲到谢无义后面。几番攻击下来，谢无义没被刺客伤到分毫，却被谢长业绕得有些烦了。你就不能消停一些？皇兄，臣弟。谢长业刚准备说他这只是在自我保护，可是却突然看到一个黑衣人趁着谢无义不备，抬刀砍了过来。皇兄小心啊！谢长业连忙后退，想要让出空间给谢无义迎敌。
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突然踩到了掉在地上的兵刃，脚下一滑，直接扑进了谢无义怀里。黑衣人手中的刀砍在了谢长业的胳膊上，谢无义一脚踢开了那刺客。没事吧？谢无义满是诧异，没想到谢长业竟然会为自己挡刀。谢长业痛得脸色发白，他这算是狡猾救了个驾。看到谢长业脸色惨白不说话，谢无义神情也沉了下去，立刻看了不远处的随风一眼。随风立刻飞身而上，很快两拨黑衣人们都落了下风，剩下的人火速撤退了。皇上，手下保护不力，请皇上降罪。少废话，金疮药。谢无义冷着脸开口。随风连忙掏出金疮药，谢无义立刻接过，将药粉撒在了谢长业的胳膊上。谢长业疼得龇牙咧嘴。太医很快赶到。胡太医，需要把脉吗？回禀王爷，您这是外伤，不需要把脉。不过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待会儿老陈给您包扎完了之后，再给您把脉，看看伤口是否有毒。不用不用，这伤口一看就没毒。本王的意思是，太疼了，不要再把脉，浪费时间了。谢长业暗暗呼出了一口气，不用把脉就好。王爷，下官先替你清理伤口，然后上药包扎，不过可能会有点疼，请王爷务必要保证胳膊不要乱动。朕扶着。谢无义上前扶住谢长业的胳膊，虽然他知道伤口不浅，现在仔细一看，不由得拧紧了眉头，看向了谢长业。胡太医开始处理伤口，谢长业疼得直叫：“胡太医，你轻一点啊！本王还没死，还知道疼。”察觉谢长业声音颤抖，似乎隐隐的还带上了几分哭腔，谢无义皱眉：“既然怕疼成这样，为何还要替朕挡刀？”谢长业此刻只觉得自己疼得天灵盖都在嗖嗖冒凉风，哪里还顾得上谢无义的问题，咬着牙没有回答。还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他点背吗？而谢长业这模样落到了谢无义眼里面，就成了似乎有难言之隐一般。联想到之前谢长业的断袖之语，谢无义突然心头一惊。难道说谢长业真的喜欢上了自己，所以今日才会不顾危险替自己挡刀？若非如此的话，他实在想象不出来，就谢长业平日里面那贪生怕死的模样，还有什么能够让他奋不顾身？想到这儿，谢无义手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立刻就松开了。谢长业胳膊一坠，立刻扯到了伤口。啊，谢无义，你干嘛？谢无义一惊，又忙扶住了谢长业的胳膊。朕刚才手滑了。谢长业翻了个白眼，最好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刚才谢长业恼火之下直呼了谢无义的名讳。而胡太医、随风他们虽然听见了，可是看到谢无义都没有什么反应，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伤口包扎好了，看到谢无义还在出神的扶着自己的胳膊，不知道在想什么。谢长业开口道：“皇兄，已经好了，可以松开了。”谢无义回过神，松开了谢长业的胳膊，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谢长业，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想说的。谢长业看向自己的胳膊，突然神情悲愤的点了点头。有。谢无义一愣，突然又有些后悔自己刚才开口问了。这儿还有别人，万一谢长业真的说出什么不像样的话来，岂不是丢尽皇家颜面？谢无义刚准备制止谢长业开口，谢长业已率先开口道：“这伤口太吓人了，臣弟觉得接下来几天臣弟都不能愉快的吃肉了。”好吧，是他想多了。你我二人相知相许，这辈子定然不离不弃，永不相负。从祭台回来后，为了方便谢长业养伤，谢无义让他住在了皇宫里。昨日还口口声声说着会因为伤口而影响食欲的人，此刻正啃着大鸡腿。看来你恢复的不错。没办法，养伤的日子太无聊了。这一次你救驾有功，想要什么赏赐？赏赐？什么都可以吗？那他能不能要个免罪金牌？自然不是。如果谢长业敢说出什么非分之想的话，哪怕有救驾的功劳，他也一定立刻就下令将人赶出皇宫。哦，他就知道谢无义这个狗皇帝没有那么大方。那皇兄就随便赏臣弟几万两银子吧，当然了，金子更好。虽然觉得谢长业的要求过于俗气，不过谢无义还是松了一口气。可以，不过你就不想要朕赏你一些别的，例如可以握在手里面的权利？谢长业挑眉轻笑一声：“怎么，难不成皇兄还打算把御林军统领的位子给臣弟做不成？”说完，谢长业突然心头一紧，顿时后悔自己话说得太快了。皇兄，臣弟就是开个玩笑，哈哈，您别当真。谢无义在听到御林军统领几个字的时候，脸色就沉了下去。你猜出来了？怎么看出来的？其实一开始臣弟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第一波刺客和第二波刺客似乎并非一伙的。直到后来回忆起来，发现第二波刺客出现的时候，随风还一直在下面与第一波刺客缠斗。若是为了保护皇兄的话，随风的做法并不合理。唯一的解释就是谢长业看了一眼谢无义，没有继续说下去。唯一的解释就是第二波刺客是朕安排的，所以随风并不担心。而祭天大典之上，一旦出现刺客，御林军统领必然受罚。你觉得是朕不想再留现在的御林军统领？是。不过第二波是皇兄安排的，那第一波呢？第一波，那只怕就要问你了吧？臣弟真的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竟然如此丧尽天良，想要刺杀臣弟，简直是令人发指。
光你一个人还不会让人有如此大的手笔，看来有人也想要让朕换了御林军统领。皇上，您可一定要揪出幕后之人，给臣弟讨个公道啊！谢无义刚准备点头，但在看到谢长业的神色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带着几分委屈，几分恼怒，甚至还有几分可怜巴巴的感觉。谢无义心头咯噔一声，又想起了自己的猜测。谢无义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这一次算是你救驾有功，朕自然会论功行赏。不过除此之外，你也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非分之想。什么非分之想？难道说谢无义看出来了自己想要一个免罪金牌？谢长业，虽然你救了朕，但不要妄想朕会因此对你生出什么别的心思。还有，作为七王爷，持身要正，赶紧改了你的断袖之号，收起不该有念头，早日娶个王妃才是正道。说完，谢无义不等谢长业开口，就快步离开了飞羽轩。而谢长业愣愣地站在原地，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谢无义的话。感情谢无义是觉得自己喜欢上他了，所以舍命相救，想要讨好他。靠！谢无义这个狗皇帝每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呀？第二日早朝，金銮殿上果然有许多的官员开始斥责御林军统领的失职，御林军统领被罢免。不过，在推举新的御林军统领这件事情上，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自然是听从墨家军安排，推举韩军为新的御林军统领，而还有一些大臣推举忠永侯府的世子苏胜为新的御林军统领。最后，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早朝也以谢无义被触怒，大发脾气收场。御书房中，谢无义脸色平静，不见半点早朝上的恼火。查清楚了。回禀皇上，早朝之后，韩军和几个大臣看似各自回府，可是实际上都偷偷绕道到了墨将军府中。果然又是墨家，看来这兵符阵一日不交到他们的手上，他们便一日不会消停。皇上，这一次虽然我们知道了是墨家在背后授意，可是看今日早朝上的情形，只怕那些朝臣们不会善罢甘休。苏世子和韩将军比起来，毕竟少了军功，如果真的定了苏世子的话，只怕未必能够服众。想来墨家定然也是想到了皇上心中可能另有人选，所以才推举了一个看起来的确最合适的韩将军。这摆明了是对御林军统领之位势在必得。谢无义沉默地思索着片刻之后，才开口道：谢长业今日在做什么？啊，七王爷应该还在飞羽轩中养伤。摆驾飞羽轩。在去飞羽轩的路上，随风眼见着谢无义的眉头越皱越紧。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不过他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了，自然看得出来，皇上现在根本就不想去见七王爷。而谢无义只要想起自己之前说了那些话，现在又主动来找谢长业，心里面就异常的不舒服。走到飞羽轩门口，谢无义的脸色已经冷得几乎能滴出水来一般。随风实在是忍不住了，开口道：皇上，如果您真的不想见七王爷的话，您有什么话不妨让属下转达。不必，朕未曾做过任何心虚之事，为何要不敢见他？没错，有断袖之号的人又不是自己，他怕什么？该怕该心虚的人明明就是谢长业。谢无义刚准备进去，突然听到了院子里面传来沈池渊的声音：你我二人相知相许，这辈子定然不离不弃，永不相负。谢无义只觉得心头轰隆隆，似乎有惊雷炸响，整个人僵在原地。谢长业和沈池渊两个人在做什么？山盟海誓，互诉衷肠。这个念头一出，谢无义心里面的火气蹭的一下就冒了出来。谢长业，你实在是荒唐。其实我是被谢无义那个狗皇帝抢进宫的男宠。谢长业，你实在是荒唐。院子里面，谢长业正悠哉悠哉地坐在摇椅上晒太阳，被谢无义吓了一大跳。皇兄，您怎么又来了？如果真不来，怎么可能会知道你如此荒唐，光天化日在这飞羽轩中和别国皇子？谢无义冷着一张脸，没有将亲亲我几个字说出口。谢长业挑眉追问道：和别国皇子什么？谢无义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还需要朕说吗？你们刚才在干什么？谢长业笑了，看向沈池渊：沈皇子，你说我们刚才在干什么？刚才本皇子在给七王爷读话本子解闷，怎么天圣皇不允许？读话本？谢无义一愣，看着沈池渊手中的书，所以刚才那只是话本子里面的语句，是自己误会了。看着谢无义脸上的神色从愤怒到呆滞再到尴尬，谢长业心里面不由得好笑，故意皱眉开口：看皇兄这神情，刚才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山盟海誓，私定终身吗？谢无义轻咳了一声：朕自然没有这么认为。是吗？那皇兄这么怒气冲冲的是为什么？朕……谢无义又看了一眼那话本子，皱眉开口：你好歹也是七王爷，整日里面耽于这些只讲儿女情长的话本子像什么话？若是传了出去的话，岂不是招人议论？说的好像我不看这话本子就不会有人议论一样。你既然知道，还不赶紧思过悔改，扭转名声？皇兄此言不妥，现在臣弟仅凭一人撑起了皇城百姓茶余饭后的半数谈资，臣弟觉得甚是光荣。沈池渊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谢无义目光扫了过去，看沈皇子的样子，似乎很是清闲。
其实本皇子还有许多要事要做，就先告辞了。沈池渊笑着将手中的画本子放下，拱手告辞。等到沈池渊离开之后，谢长业才看着谢无义，收敛了笑意，开口：“皇兄今天怎么又过来了？”看着谢长业刚才冲沈池渊笑得开怀，而现在对着自己却是一脸冷色，谢无义心头又冒出了一股子无名火。怎么，你这表情是在责怪朕破坏了你和沈池渊2个人相处？之前谢长业传出断袖之号，就是因为沈池渊，现在不但毫不避嫌，而且还越发接触起来。难道说在谢长业的心里面，真的喜欢沈池渊？臣弟怎么敢呢？谢长业，你现在果真是越来越放肆了。皇兄，你也未免太难伺候了吧？臣弟好言好语，冲您笑的时候，您觉得臣弟是狗腿子，还觉得臣弟是在觊觎您。现在为了不让您误会，臣弟不笑了，皇兄你又不乐意了，您倒是说说，臣弟该怎么办？谢长业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小林子和随风2个人都一下子愣住了。皇上觉得王爷在觊觎自己，天啊，他们这是听到了什么劲爆的消息？尤其是随风，目光复杂的看了一眼谢无义。皇上刚才难不成是因为王爷和沈皇子2个人说说笑笑，所以在吃醋？这个想法一冒出来，随风突然觉得脖子一凉，有一种自己随时会因为这个想法而被灭口的感觉。谢无义脸色铁青，看了一眼随风和小林子，冷着脸开口让他们退下。谢长业，纵使之前是朕误会了你，可是你解释清楚即可。身为王爷，也不应该如此不顾及身份，任由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好，臣弟知错，臣弟这就跟皇兄解释，臣弟绝对没有觊觎皇兄，臣弟觊觎谁都不会觊觎皇兄的。谢长业，谢无义心头又是一恼，这话听起来怎么这般的不舒服？怎么了？难不成臣弟不觊觎皇兄？皇兄您还不高兴了？谢长业，一个救驾的功劳还不足以成为你的护身符，朕也不可能因此容许你越发放肆。臣弟当然知道这个功劳保不了臣弟一世，不过一时应该可以的。更何况皇兄现在过来，应该是又有事情要让臣弟帮忙吧？你倒是机灵。皇兄过奖了，不知道皇兄想要让臣弟做什么？朕要你暂时担任御林军统领一职。谢长业一愣，下一刻立刻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皇兄，臣弟不行，皇兄还是换个人选吧。不过是暂时的，朕之后自然还会有其他的打算。可谢长业仍旧是紧皱着眉头，一脸的不愿之色。难道你是担心那些推举韩军的背后之人会对你不利？不是，皇兄，御林军统领是否有带领御林军守护皇宫和四处巡逻的职责？的确。那不就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吗？这样的日子太辛苦了，臣弟架不住啊。谢无义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他还真的是高看了谢长业。谢长业，你堂堂七王爷，你……话还没说完，看着谢长业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谢无义将剩下的话给咽了下去，转而开口道：“谢长业，这件事情是朕的命令，若是你不听命，或者没有当上御林军统领的话，朕就下令让你去军营司马。”谢长业嘴角一抽：“皇兄，至于这么狠吗？”你说呢？见没有商量的余地，谢长业垂头丧气的开口：“臣弟遵命就是了。早知道遇到刺客的时候就不救他了。等等，好像他也的确没有打算救他，只是狡猾而已。”这晚，谢长业强忍着瞌睡，跟着副统领苏胜去看新的御林军巡逻安排。王爷，这2处是甘霖宫和翠竹轩，暂时都还空置着。如果真的有贼人潜入的话，很有可能会躲藏在2处，再伺机离开。末将觉得可以适当加大周围的巡逻密度，防止给贼人可乘之机。可以是可以，只不过你为什么非要大半夜的说？而且你拿个皇宫地图跟本王说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过来呢？末将忘了。算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本王就先回去睡觉了。王爷，还有2处地方，末将也觉得可以调整方位。王爷这次不用跟末将过去了，末将现在就去拿图纸。说完，苏胜立刻快步去拿图纸。谢长业正打算靠墙先眯一会儿，突然听到院子里面传出来一阵轻微的声响。谢长业心头一惊，难道有刺客？不会这么背吧？谢长业沿着墙走得很轻，想先保住小命，再让人过来看看。然而没走几步，一个黑衣身影利落地越过高墙，停在了谢长业面前。黑衣人也没想到墙外竟然还站着一个人，吓得一时之间愣在了原地。2个人大眼瞪小眼，谢长业心里面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他这运气只怕也没谁了。僵硬的抬起手，谢长业冲着对方打了个招呼：“嗨，好巧啊，这位兄台也是来赏月的吗？”黑衣人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今晚好像没有月亮。趁着黑衣人抬头的功夫，谢长业撒腿就跑。来人！这位兄台千万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少废话，你如果敢喊人的话，我立刻嘎了你。兄台放心，我保证不喊人。你是何人？我谢长业哭丧着一张脸道：“不瞒这位英雄，我乃是一个苦命人。”黑衣人愣了一下，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给出这么一个回答。敢问这位英雄，可是来刺杀谢无义那个狗皇帝的？如果你是来杀谢无义的，我们两个就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谢无义的寝宫从这儿往东，你经过大概5、6个宫殿就能够看到。不过他的寝宫外面守卫森严，英雄一定要小心。谢长夜一张脸上满满的都是兴奋，似乎真的巴不得谢无义赶紧被刺杀一般。你到底是何人？既然英雄一定要问的话，那在下也只能实话实说了。其实我是被谢无义那个狗皇帝抢进宫的男宠。你刚刚说什么？黑衣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吗？我本来是商贾人家的子弟，家境也还算殷实，生活富足，谁知却被谢无义那个道貌岸然的狗皇帝抢入皇宫，还逼我当他的男宠。英雄，如果你是来刺杀谢无义的，那你就是我的恩人。你放心，我不仅一个字都不会声张，而且还会鼎力相助。黑衣人看着谢长夜，一时之间震惊的有些说不出话来，手中的匕首也无意识的松了2分。就在这时，谢长夜立刻伸手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利落的一折，一声清脆的骨头响动，黑衣人手腕脱臼，手中的刀也被谢长夜夺了过去。你今天就给你上一课，下次再行刺可别听别人说那么多废话。哦，当然了，你应该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说完，谢长夜刚准备大喊来人，门却突然被人猛地打开。只见门口站着神色复杂的苏胜，脸色怪异的随风，还有一双眼睛里面满是怒火，让谢长夜觉得对方很有可能下一刻就会上前来一掌拍死自己的谢无义。快来看，当这个王爷背后骂皇帝是狗皇帝，还说自己是他男宠，被当场抓包是什么后果？皇兄，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谢无义语气冷的几乎能掉出渣来。在你大骂朕是狗皇帝的时候。谢长夜心头咯噔一声，又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黑衣人，挑了挑眉，放下了刀。原来是皇兄的试探啊！黑衣人退下后，谢无义冷声道：“谢长夜，你还真是胆大包天，不仅一口一句狗皇帝，而且竟然还说是自己的男宠，这种话谢长夜是如何说得出口的？”谢长夜轻哼一声：“臣弟刚才只不过是情急之下，所以才会想办法麻痹刺客罢了。就算对皇兄有些不敬，可是归根究底也是为了抓住刺客，保证皇兄的安全。”刚才他还因为自己骂了谢无义被抓包，有点紧张。可没想到今天晚上根本就是谢无义的试探，纵使要保证安全，也不能胡言乱语，自称是朕的。皇兄，臣弟已经说了，这是权宜之计，毕竟臣弟可不知道这是皇兄的试探。匕首架在脖子上，臣弟不想办法脱困。皇兄是希望臣弟能够大无畏的被对方抹了脖子，然后这御林军统领之位赶紧换人吗？谢无义噎了一下，朕只是……皇兄，您怎么想的？臣弟没兴趣知道。既然这刺客是假的，时间也不早了，臣弟就先回去休息了。谢长夜，你……谢无义还想要开口，可是谢长夜根本没有理睬，直接迈步离开。看着谢长夜离开的背影，谢无义脸色一紧，自己还未动怒，谢长夜倒是先耍起脾气来了。回去的路上，谢无义越想越觉得烦躁。随风，你说说，谢长夜他凭什么跟朕生气？刚才他那般胡言乱语，朕没有惩罚他已经算是大度了。可是谢长夜呢，不仅没有道歉，反而甩脸色。皇上，七王爷可能也就是一时生气，毕竟他不知道刺客是假，也许是吓到了。哼，他吓到了？你见过哪个被吓到了的人会像他那般胡言乱语的？谢无义想到刚才的男宠之语，就觉得心头气不打一处来。皇上，七王爷应该是没有想到皇上会试探他，所以才会一时恼火，对皇上有些不敬。朕试探他，也不过是因为想要看看他身为御林军统领遇到刺客会是什么反应。可七王爷那边应该是觉得皇上不相信他，所以才会加以试探。毕竟七王爷才刚刚救了皇上，觉得您不信任他，心里面有些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如果换作是你被试探的话，你心里面会埋怨恼怒朕吗？属下不敢，不管皇上做什么事，定然有您的道理，属下绝对没有丝毫怨言。可是按照谢长夜的性子，他一定会。不知为何，想到谢长夜真的恼了这一点，谢无义心头觉得莫名的不痛快。谢无义深吸了一口气，明日传谢长夜过来，同朕一起用早膳。罢了，他还是解释几句，告诉谢长夜自己没有怀疑他为好。是。算了，改成午膳，省得他没睡好又埋怨朕。是。随风跟在后面，看着谢无义的背影，心里面不由得暗暗想，其实在皇上心里面还是挺在乎七王爷的。第二日晌午时分，谢长夜过来陪谢无义一起用午膳。经过昨天一晚上，谢长夜心里面的恼火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至于昨天对于谢无义那种试探的做法，他的确不爽，但是也可以理解。只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利用生气先发制人的话，只怕免不了被谢无义一通斥责。臣弟见过皇兄。不必客气了，坐吧。谢长夜规规矩矩的坐下，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开口。看着沉默的谢长夜，谢无义心头越发觉得不自在起来，轻咳了一声。朕吩咐人午膳多准备了几道菜，你尝尝。是。谢长夜淡淡应道，心里面却偷笑了一声。看来谢无义这是打算跟自己赔罪了。
见谢长业咬了一口脆藕，谢无义开口问道：“味道如何？”“不错。”谢长业脸上的神色依旧是一片平静。看着谢长业这模样，谢无义只当作他仍旧在生气，犹豫了一下，开口道：“朕昨日试探你，并非怀疑于你，只是想看看，若是遇到刺客，你会作何反应？”“知道了。”平日里面习惯了谢长业笑意盈盈、插科打诨的模样，现在看到谢长业这样子，谢无义只觉得心里面格外的不舒服。“谢长业，你若是真的不悦，大可以说出来。”谢长业低着头：“臣弟没有，臣弟不敢。”谢无义只觉得心头堵得更厉害了。“谢长业，朕……”谢长业抬起头看着谢无义，似乎是在等着他接下来的话。“朕……”看着谢无义难得这般吞吞吐吐的模样，谢长业终于忍不住了，一双桃花眼弯起，漾出笑意：“皇兄，你若是想要道歉的话，直说就是了，知错就改，还是好皇帝。”“朕为何要道歉？”谢无义立刻开口，可是看到谢长业这笑，他却突然觉得心头似乎一下子舒服了起来，缓和了语气：“好了，用膳。”说着，谢无义伸手将谢长业刚才加的最多的藕片往他面前推了推。谢长业乐了，感情这就是谢无义道歉的方式。“皇兄，你不会从小到大都没有跟人道过歉吧？”谢无义没有回答谢长业的话，而是开口说道：“念在你昨晚受了惊吓，待会用完膳，自己去库房调些赏赐。”“哦。”谢长业愣了一下，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霸道总裁在哄小娇妻的感觉？“卡给你，想买什么自己刷。”话说谢无义年纪也不小了，怎么后宫之中还没有妃嫔？难道……见谢长业脸色怪异的沉默着，谢无义问道：“怎么不想要赏赐？”“不是，皇兄，其实臣弟有个疑问，不知道当问不当问。”“什么疑问？”“皇兄，你不会不喜欢女的吧？”谢无义愣了一下，下一刻整个人暴怒不已。“谢长业，你若是敢有什么非分之想，朕砍了你的脑袋！”觉得脖梗一凉，谢长业迅速缩了缩脖子：“臣弟没有，臣弟真的没有。”完了完了，好奇害死猫啊！他怎么就一时脑袋短路，忘了他在谢无义那边还是个疑似断袖的危险分子呢？谢长业的一句话又重新点燃了谢无义心头的怀疑之火，加上昨晚的男宠之语，谢无义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怀疑不已，最后直接开口让谢长业滚回了七王府。至于御林军的事情，暂时都交由苏胜负责。将军府中，江长武眉头紧皱：“将军，皇上这是打算直接让谢长业交权？”“皇上就算最后要让苏胜当这个御林军统领，也不会动作这么快。”“可是将军，现在谢长业已经回了七王府。”只要他不再插手御林军一事，那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统领罢了。谢长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学无术，不关心朝政，可是从现在种种情况看起来，只怕未必。您的意思是说，谢长业他在扮猪吃虎？莫泽勾起嘴角，微狭长的眼睛里透出几分深邃。不管他是不是扮猪吃虎，既然现在御林军统领的位置还在他手里面，如果能够拉拢他到我们一派的话，这件事情就还有文章可做。将军说的没错，那不如我们接下来想办法拉拢一下谢长业，只不过我们该如何拉拢？莫泽沉默了片刻，目光中划过一抹冷意。之前断袖风波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既然如此，就投其所好。刚好本将军也想看看谢长业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断袖之好。如果不是的话，连名声都能拿来随意玩笑。谢长业的心机和隐忍绝对不简单。王爷，我都是诚心诚意来服侍王爷的，还请王爷不要赶我们走。祖子，您不会是感染风寒了吧？想来是谁在背后骂本王？那只怕可能的人就多了去了。小林子，你最近的胆子可是肥了不少啊！祖子，瞧您说的，奴才哪敢啊！谢长业轻哼了一声，没有和小林子计较。祖子，您午餐打算用些什么？奴才让三房去准备。谢长业想了想，倒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不过昨天在皇宫中吃的藕不错，让厨房记得做一盘藕。是，奴才遵命。说起藕，奴才今天早上还听到厨房那边的人闲聊，说是咱们王府后园的莲花池里面今年生了不少的莲藕。那让人赶紧挖，刚挖起来的藕吃着一定最脆。啊，祖子，咱们后园的莲池特别大，要是现在挖藕的话，只怕府里面的人手不够。他们七王府的人手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几个月前主子还打发了一批，现在大家都是各司其职，如果突然跑过去挖藕，府里面的事情可能就没人做了。这样啊，那就……谢长业刚准备说算了，这时有小厮过来禀报，说是有人送礼来了。让谢长业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的礼物竟然是7个穿得五彩斑斓、容貌艳丽的男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启禀王爷，小人是莫将军府上的，这7位都是精心替王爷挑选的男宠，奉将军的命令，特意来送给七王爷。莫泽给自己送男宠，谢长业嘴角抽搐了一下，目光扫过那7个人，虽然看起来的确都是容貌还生得不错的男子，可是一个一个涂脂抹粉的，加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谢长业顿时觉得有些辣眼睛。替本王谢谢你们家将军的好意，至于这些人就不必了。
王爷，我都是诚心诚意来服侍王爷的，还请王爷不要赶我们走。是啊，王爷，我们几个保证把王爷服侍的好好的，请王爷留下我们。说话之时，不停地对着谢长业抛媚眼，弄得他瞬间觉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不必了，王爷，您就留下我们吧。放肆！你们当我们齐王府是什么地方？这些人要是真的留在府里面，王爷的名声还要不要？虽说王爷的名声也已经败得差不多了。齐王爷放心，奴才送他们过来的时候都很隐秘，没有人知晓。本王已经说过了，这些人。谢长业顿了一下，眼珠一转，话到嘴边突然又变成了本王收下了。小林子一愣，王爷不可啊，他们。好了，这也是莫将军的一番美意，本王又怎么能够不领情呢？这些人本王收了。是王爷，小的马上回府复命。等等，本王还有件事需要确定一下。王爷您请说。既然本王收了这些人，那这些人从今往后应该都是听由本王安排了吧？那是自然，从今往后他们都是七王府的人，王爷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既然如此，本王就放心了。你回去告诉莫将军一声，谢谢他送的礼物。是。你们都叫什么名字？王爷，我叫浮柳。王爷，我叫红河。一个个纷纷开口介绍自己，只剩下站在最边缘的一个男子未开口。你呢？男子皱了皱眉头，开口道：我叫林州。林州，这名字倒是和他们的不同。王爷，您有所不知，他被买来之后已经改了名字，他偏偏不用，非要用之前的。红河轻哼了一声，目光里透出几分不屑。大家都一样，卖身契都签了，还装模作样干什么？那你改了之后的名字叫什么？林州目光之中划过一抹屈辱之色，没有开口。红河直接嗤笑出声：王爷，您叫他粤语就行。粤语。林州攥紧拳头，眸光中冷意更深。可是下一刻却听到谢长业笑着开口道：还是林州比较顺耳，就叫林州吧。林州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谢长业。谢长业这才发现林州是7个人中唯一一个没有涂着厚厚脂粉的，确实容貌最突出的。见到谢长业盯着林州，红河目光中划过一抹嫉妒，讨好道：王爷，您可不能一直看着他而不顾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顶不识风趣的，一定伺候不了王爷。王爷就算要挑人，也不能挑他呀。那你的意思是想要毛遂自荐？王爷放心，红河一定会好好伺候王爷。王爷，浮柳一定也会好好伺候王爷。王爷，我也是。好了好了，争什么？你们一起不就行了？几个人都是一愣，王爷这意思是想要大家一起来，就七王爷这身板，能行吗？怎么，你们不愿意？愿意，当然愿意。愿意就好。小林子，先带他们下去把衣服给换了，他们这一身，待会儿动起来可能不方便。动起来不方便，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王爷，您真的确定吗？小林子几乎已经石化般的站在原地，神色僵硬的看着谢长业开口。当然了。谢长业在小林子耳边语了一番，然后才重新看着7个人。你们跟着他去，赶紧把衣服换了。几个人开口应声，然后跟着小林子往后院走去。看着站在那儿低着头一动不动的林州，谢长业笑了一声：你也去吧，毕竟是一起来的，不能搞特殊不是？林州看了一眼谢长业，虽然努力克制，但谢长业还是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出来了厌恶之色。怎么不愿意？若是不愿意的话，本王也不会勉强，你就愿意。林州打断了谢长业的话，他除了遵命，哪里还有第二条路？大约过了1炷香的功夫，看着被小林子领过来已经换好了衣服的7个人，谢长业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王爷，您怎么让我们换这么一身衣服啊？本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你们之前的衣服动起来不方便，换上这身挖起藕来就方便多了，而且弄脏了也不可惜。王爷，我们……唉，要是不愿意就算了。看来你们说要服侍本王都是虚情假意，这么点小事都不肯，本王又怎么能够留你们在身边服侍？红河心里面咯噔一声，难道说七王爷让他们挖藕是为了试探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服侍？王爷，红河愿意，别说挖藕了，王爷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浮流也连忙开口：为了王爷，我们做什么都愿意。好，既然如此，挖藕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什么时候这藕挖完了，什么时候再说其他的事情。是，王爷。因为笃定了谢长业这么做就是在试探他们，所以他们挖得格外卖力。等过2天谢长业过去看的时候，岸上已是满满的莲藕。王爷，这些都是我挖的。王爷，这一堆是我给您挖的，又粗又完整，您一定会喜欢的。不错不错，挖了这么多藕，你们果然没让本王失望。王爷，那不知今天晚上王爷想要我们谁服侍？王爷，浮柳一定会好好伺候王爷的。不用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去领了工钱就可以离开了。王爷，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怎么能随便离开王府呢？本王府中人够，不需要你们服侍。放心，你们挖了这么多藕，
除了工钱之外，本王还会把卖身契还给你们，以后你们就是自由身了。谢长夜没有想到的是，关于七王府收了男宠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加上那些男宠离开七王府，每个人都脚步虚浮，身体仿佛被掏空一般。顿时，皇城之中流言四起，说七王爷夜遇数男，龙精虎猛，榨干了他们，然后将他们赶出府。御书房中，随风犹豫了许久，还是将皇城之中的传言禀报给了谢无义。谢无义听完，瞬间黑了脸，立马让谢长夜滚进宫。皇兄，您不是刚刚才让臣弟滚回府吗？怎么又召臣弟入宫了？你还有脸说？你刚出宫几天就传出这样的混账消息？谢长夜，你是真的不把皇室的颜面当回事是吗？什么传言？这几天他一直在府里面，根本未曾留意过外面有什么传言。随风立马将传言又同谢长夜说了一遍。听完后，谢长夜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夜遇数男，还真够看得起他的。那啥，皇兄，如此荒唐的传言，您不会真的信了吧？谢长夜，你说传言荒唐，那你倒好好解释一下，七王府的男宠是怎么回事？皇兄明鉴，臣弟将那些人留在府里面，只是让他们帮忙挖莲藕而已，其他的臣弟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挖莲藕？好端端的，挖的哪门子莲藕？臣弟吃了宫里面的藕片，觉得甚是不错。七王府有一大片莲池，只是人手不够，恰好莫将军送来了7个人，臣弟就将他们留下来挖藕了。干完后，臣弟就付了工钱，还了卖身契，让他们出府了。仅仅如此？当然了，皇兄，您不会真的相信什么臣弟御属男吧？谢无义脸色一僵，朕只是不想看到你败坏了皇家的名声。至于夜遇数男，哼，朕看你也没这本事。皇兄，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呀！你好歹也是个七王爷，如今皇城之中关于你的流言蜚语已经是甚嚣尘上了，你难道就不能老实些，一个劲的给朕惹乱子？皇兄，臣弟冤枉啊！臣弟也不知道会传成这个样子。看着谢长夜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谢无义瞧着越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阳刚之气。你本就生了女气，整日里面又吊儿郎当，行走坐卧不见半分稳重，也难怪惹得别人传言纷纷。朕给你安排一个夫子，从明天开始好好学一学体统和规矩。皇兄，这就不用了吧？其实臣弟觉得我还是挺懂规矩的。这是命令，朕不求你多么举止有度，君子端方，可是好歹下次在别人面前别丢朕和先皇的脸面。皇兄，臣弟若是不愿意，那就是抗旨。是，臣弟遵命。你回七王府收拾一下，从明天开始你就住在皇宫，待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什么时候把规矩学会了，什么时候再出宫。除了学规矩之外，其他时间你就给朕帮忙处理政务，好好收一收你这游手好闲的秉性。是，臣弟告退。谢长夜不情不愿地退下了。翌日，谢长夜学完规矩过来的时候，一脸生无可恋。皇兄，就算要让周太傅来教导臣弟规矩，也没有必要让他天刚亮就跑到飞羽轩来吧？周太傅年事已高，都能不辞辛苦的早起教导于你，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那是因为他年纪大，较少。谢无义无语住了。这些奏折都需要你批阅的，批阅的意见写在一旁的纸上即可。谢长夜看了看那堆奏折，皇兄，要不批阅奏折的事情还是算了吧。若是传了出去的话，不知道的还以为臣弟想要谋朝篡位，取而代之呢。哼，谋朝篡位，取而代之，你还没这个本事，少废话。今日必须要将这些奏折处理完。知道了。见到谢长夜坐下后，谢无义开始继续处理奏折。等谢无义处理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看向谢长夜，却发现谢长夜不知何时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习惯性皱起眉头，走到了谢长夜的桌边，刚准备叫醒谢长夜，却又忍住了。谢长夜皮肤白皙，平日里面一双桃花眼总是流光溢彩，透着狡黠，而现在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眼底洒下一片淡淡的暗影，整个人看起来居然格外的乖巧，甚至还添了几分娇憨。谢无义目光从谢长夜的脸上移向了桌上摆放着的纸张，拿起纸，上面写着的是奏折的批阅意见。出乎意料的是，谢长夜都处理完了，而且处理得很是不错。批阅的答复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只是这字纸上歪歪扭扭的字，像极了写字人平日里面没正形的样子，看得谢无义突然不自觉地勾了勾嘴角。睡梦之中，莫名地感受到身边似乎多了些什么，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对上谢无义含笑的脸，谢长夜吓了一大跳。皇兄，睡醒了。谢长夜睡得一时之间，大脑还有些转不过弯来，看着谢无义，愣愣地点了点头，脸上还沾了一些墨迹。这模样看得谢无义心头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可是开口之时，仍旧带着几分故作嫌弃。睡成这模样，脸上都沾上墨了。说着，谢无义伸出手替谢长夜擦掉脸上的墨迹，指腹接触到的皮肤滑嫩一片，让谢无义忍不住有些失神。皇上，您。随风从门外走了进来，还没来得及拱手行礼，看到这一幕，整个人瞬间愣住了。皇上，七王爷被鹦鹉侯给打了。皇上，您。随风从门外进来，整个人瞬间愣住了。这，皇上这是在磨七王爷的脸。谢无义回过神，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仿佛触电般猛然收回了手。
看着随风诧异又呆滞的目光，谢无义心头第一次涌上一股名为窘迫的感觉。七王爷他脸上沾了墨水，吩咐人准备清水给他净面。是。随风应声，脚步僵硬地退了下去，甚至忘记了自己进来打算禀报些什么。等谢长夜洗干净了脸，也到了用午膳的时间了。一大早被吵醒，谢长夜本来就没有用早膳，现在看到一桌子的菜肴，瞬间食欲大开。谢无义看着面前的菜肴，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在了谢长夜的脸上。谢长夜吃东西的速度有些快，不过并没有任何狼吞虎咽的感觉，反而每每看到他吃东西的时候，脸上总是会带着幸福感，看着自己心情也会跟着变好。谢长夜原本想要忽略谢无义的视线，可是奈何对方实在是看得有些太久了。皇兄，你是不是有话想说？谢无义猛然一愣，对上谢长夜的目光，忍不住心头有些发虚，皱眉嫌弃的开口：吃东西要有规矩，看你这般成何体统？皇兄，您老人家是一天不挑我毛病，心里面就不舒服是吧？谢无义心头懊恼。朕。谢长夜没有再听谢无义开口，而是将凳子悄悄挪得离谢无义远了一点。下次一定不要再和谢无义一起吃饭，实在是影响心情。注意到谢长夜挪凳子的小动作，谢无义皱了一下眉头，只觉得很是不舒服。朕。皇兄，食不言寝不语，您还是别说话了。谢无义噎了一下，谢长夜这模样是真的生气了。看着谢长夜明显加快了吃东西的速度，似乎巴不得赶紧吃完赶紧离开的样子，谢无义越发没了胃口。皇兄，臣弟吃好了，就先回去了。等等，朕还没吃完。臣弟还是先告退了，也省得在这儿影响皇兄您的胃口。朕不觉得你影响朕胃口。坐着。谢长夜看着谢无义，心里面越发浮现出几分怪异感。谢无义今天看起来怎么这么奇怪？陪着谢无义用完了午膳，谢长夜眼巴巴地看着谢无义，表示自己实在太困了。看着谢长夜可怜兮兮的模样，谢无义也没有让他留下来继续帮忙处理政务，而是放他回了飞羽轩休息。见过皇上。何事？启禀皇上，属下收到消息，鹦鹉侯已经从边关动身，几日之后就可到达皇城。他之前进御书房就是为了向皇上禀报这消息，只不过刚才那一幕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看得他把这件事情给忘了。知道了。见到随风仍旧站在那儿，谢无义又看了他一眼。还有事？没，属下告退。等等，皇上，您有何吩咐？去告诉朱玄，每日给七王爷授课的时间定在辰时之后，无需太早。虽然他之前也觉得谢长夜应该改那睡懒觉的毛病，可是想到上午谢长夜那困到不行的模样，看着自家圣上勾起嘴角，目光中浮现几分无奈笑意的模样，随风心头顿时越发警铃大作。说好的掰正七王爷的喜好呢？他怎么觉得皇上有被掰弯的趋势？话说皇上还没有娶妃立后，要是真的学着七王爷有了断袖之好，那皇嗣怎么办？随风一咬牙，一跺脚，对着谢无义跪了下去。皇上，属下知道七王爷生得好看，而且人也很有趣，可是皇上，为了皇嗣，您还是要三思啊。谢无义本还在疑惑随风是什么意思，可是看着他那一脸视死如归的模样，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明白了过来。放肆，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朕只是念在兄弟之情的份上，对谢长夜宽容几分罢了。若是再敢胡言乱语，朕砍了你的脑袋。皇上恕罪，皇上恕罪。谢无义脸色铁青一片，自己竟然被怀疑是个断袖，而且还觉得他喜欢谢长夜，简直就是个笑话。想到这儿，谢无义脑海之中却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谢长夜一脸笑意的模样，心头忍不住漏了一拍。他不会是真的？不，绝对不可能。御花园中，谢长夜百无聊赖地在晒太阳。他昨日去御书房，本来想要跟谢无义说自己出宫的事情，却被陈府以皇上正在忙的理由给打发了。这理由一看就是谢无义不想见他。小林子，你说说，皇兄他又是突然抽的什么风啊？本王最近也没得罪他吧？王爷，奴才听说最近2日鹦鹉侯会入宫述职，可能皇上的确是在忙。鹦鹉侯？谢长夜刚准备问鹦鹉侯是什么人，一抬头便看到了不远处公道之上走过来的一身戎装的中年男子。你说的鹦鹉侯不会就是那位吧？回王爷，正是。魏恒却停下了脚步，看着谢长夜。你就是七王爷谢长夜？是。哼，听说七王爷上任御林军统领，真是恭喜了。谢长夜脸下笑意，挑眉看着魏恒，这神色可没有半分恭喜的样子。还没等到谢长夜开口，魏恒又是一声冷哼。靠着下三滥手段赢了这御林军统领的位置，七王爷坐得稳吗？鹦鹉侯应该才刚刚回到皇城吧？既然未曾亲眼见过，凭什么就指责本王用的是下三滥的手段？韩军是本侯亲自提拔起来的，如果不是七王爷手段下作，他又怎么可能会输？原来如此，谢长夜明白了过来，看来对方今日是特意来找自己麻烦，想要替韩军打抱不平了。鹦鹉侯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就算韩将军是你的得意门下，那也说不定是你没能教好人家，所以韩将军技不如人。皇堂，本侯亲自带出来的人还比不过你了。小林子连忙给谢长夜使眼色，鹦鹉侯的脾气十分不好，而且镇守边关多年，手握兵权，除了皇上之外，就没见他给过什么人面子。
王爷又何必在这逞一时口舌之快得罪鹦鹉侯呢？谢长业看了一眼挤眉弄眼的小林子，虽然说他平日里面的确是信奉认怂保平安，可那最多是在谢无义面前，谁叫人家是手握生杀大权的皇帝呢？可是这可并不代表着他就是个随便什么人都能揉圆搓扁的软柿子。这可是侯爷自己说的。好啊，既然如此，那本侯今日就向七王爷讨教讨教，好好见识一下七王爷的身手。不行啊，鹦鹉侯别见怪，七王爷也只是开个玩笑，您正在沙场多年，王爷又怎么可能打得过您呢？就自家王爷这小身板，要是真的和鹦鹉侯过招，那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吗？依本侯看，七王爷口气倒是大得很，七王爷敢比上一比吗？鹦鹉侯真的要比？怕了，若是怕了的话，七王爷还是老老实实跟皇上辞了御林军统领一职为好。既然鹦鹉侯如此好兴致，本王又怎么能够不奉陪呢？这比试，本王应下。随风得知谢长业和鹦鹉侯比试的消息，顾不得段沐风还在御书房中，连忙进去禀报。启禀皇上，七王爷，谢长业如何？和朕没有关系。谢无义冷着一张脸，打断了随风的话。这几天仿佛撞邪了一般，他脑海中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谢长业的脸，一定就是因为随风之前的荒唐话，他不想再听到任何谢长业的消息。可是皇上，朕的话你听不明白。段沐风看着随风这神色，开口道：皇上，也许七王爷那边是真的有什么急事，不如让随风侍卫将话说完。到底何事？随风心头紧张，嘴上也跟着一秃噜。回皇上，七王爷被鹦鹉侯给打了。难道谢长业是个女子？谢无义急急忙忙赶过去的时候，练武场已经围了不少人。这是谢长业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现身手，虽然看起来毫无内力，但却是伶俐又敏捷。皇上，这……随风看着，心里面满满都是震惊。七王爷竟然还有这样的身手。谢无义没有开口，想着谢长业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在隐瞒着他的。只不过虽然谢长业胜在灵巧，招招精准，可是魏恒毕竟战场厮杀多年，体格健壮，又有铠甲护身，这场比试只怕输的人最后还会是谢长业。果然，眼看魏恒还要出手，谢无义立刻开口：够了，点到为止。哼，七王爷认输吧。胜负还未定，本王凭什么要认输？继续。几十招下来，眼见着谢长业已经开始体力不支，段沐风的目光也越来越担忧。皇上，若是再不叫停的话，只怕七王爷会撑不住了。谢无义飞身而上，直接打退了魏恒。王爷，您没事吧？废话，当然有事了，疼死本王了。谢长业刚才比试之时的气势尽数褪去，脸色惨白一片。刚才魏恒那一脚绝对是用了老鼻子劲了，现在他右腿的膝盖钻心的疼。活该，既然知道疼，刚才为何非要硬撑？还不是因为他打我的脸，臣弟这么英俊的脸，打坏了怎么办？可恶！谢无义一阵无语，看着谢长业嘴角已经出现的淤青，心头却又忍不住泛起几分心疼。七王爷，你放心放心，我没事，段丞相不用担心。听到这话，谢无义心头顿时又不痛快起来。他刚才同样也在替谢长业担心，可谢长业为何没有安慰他的话语？腿还能走吗？当然。谢长业刚刚迈出一步，瞬间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伤成这样还要逞强？皇兄，要不您给臣弟找个轮椅过来？临时让朕上哪去给你找轮椅？算了，我单脚跳回去总行了吧？腿真的不想要了？那我怎么回去？总不能是被人用担架抬回去，太丢人了。谢无义拧紧眉头，下一刻打横抱起了谢长业，身体离地。谢长业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自己这是被公主抱了，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王爷，微臣给您查看一下，伤口可能有些疼，您稍稍忍耐一下。好。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可是在太医伸手碰到膝盖时，谢长业还是疼得连连抽泣。谢无义站在一旁，眉间的折痕也越发深重，心里忍不住一阵心疼。可有伤到骨头？幸好，虽然有些损伤，但是并不严重。接下来只要好好休养，每日上药，应该很快能痊愈。七王爷肩头也有伤，你再查看一下。不用，我肩膀没事，就不用查看了。刚才你肩膀挨了几拳，分明伤得不轻，赶紧让太医看看。真的不用，肩膀只是一点小伤，我自己上药就行了。开什么玩笑？这要是解开衣服，他的身份不就彻底暴露了吗？这罢了，立刻开药。是。太医连忙拿出外涂的药膏，谢无义接过。朕给你上药，臣弟自己来就行。别动，这药膏配合内力推开，效果会更好。谢无义微微用上了几分力道，推开药膏时，却疼得谢长业差点叫出了声。轻点，轻点。既然这么怕痛，干嘛要答应魏恒的比试？明知你自己打不过他。那还不是因为皇兄您？朕虽然让你当御林军统领，可从来没有要求你证明什么。皇兄是没让，可是你也没管皇宫里面的那些瞧不上臣弟的风言风语。这御林军统领当的实在有些憋屈，如果今天再拒绝比试的话，只怕臣弟这七王爷要越发被人瞧不上了。谢无义心头咯噔了一声，他不是不知道定然会有反对和嘲讽的声音，可是他一直觉得谢长业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就未曾过多在意。所以
其实，在谢长业心里面还是看重的。看着谢长业撇嘴委屈的模样，谢无义心里面突然涌上了几分愧疚。是朕疏忽了，不过今日这一战之后，定然不会有人再轻视你。可还是输了。他家世代开武馆，他也算是从小在武馆泡大的。老爸给他的评价就是有天赋有根骨，但太懒，训练时总是偷懒，导致力量根本跟不上。之前他还不以为意，今日也算是得了个教训。将衣服脱了，朕给你肩膀上药。不用，肩膀处臣弟自己来就行了。少废话，肩膀处你自己怎么上药？谢无义没好气的开口，伸手准备拉下谢长业的外袍。谢长业大惊失色，慌忙往后躲，可没想到这么一拉扯，只听得刺啦一声，外袍裂开，连带着中衣都被扯下来了不少，甚至隐约露出了束胸部的边缘。谢长业和谢无义两个人都有瞬间的呆滞，回过神，谢长业连忙拉上被扯下的衣服，而谢无义则看到了谢长业已经透着骇人青紫的肩头。谢长业，这就是你说的肩膀没事？谢长业紧攥着领口，心头一阵惊慌，不知道谢无义有没有看到束胸部。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的话，那就是欺君大罪，而且欺的还不止谢无义这一个君，还有先帝。松开，让朕看看伤处。皇兄，臣弟真的没事，我待会自己上药就行了，就不劳烦皇兄了。谢长业，都是男子，你到底在别扭什么？还是说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谢无义看着谢长业发白的脸色和紧张的神情，微眯了眯眼睛，似乎谢长业很抗拒和别人有所接触。谢长业，你在害怕什么？臣弟，皇兄，臣弟不能在您面前脱衣服。为何？因为臣弟真的有断袖之好，所以虽然都是男子，可是皇兄不能脱臣弟的衣服。万一臣弟从此对皇兄生出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那就糟了。谢长业，你之前跟朕说的都是误会，你并没有断袖之好。皇兄，那都是臣弟骗您的，其实臣弟真的有断袖之好，只怕害怕皇兄生气责罚臣弟，所以臣弟才会撒谎。谢无义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他心里面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厌恶感，此刻看着一脸紧张的谢长业，他甚至觉得这模样有些楚楚可怜。谢无义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疯了，他还是忍不住担心他身上的伤。这件事情待会再说，现在还是上药最重要。什么？先给你上药。不行，绝对不能，臣弟实在害怕万一忍不住觊觎。朕恕你无罪，可以吗？朕也不是你能觊觎到的。疯了，谢无义一定是疯了。谢长业看着谢无义再次继续伸过来的手，深吸了一口气，彻底豁了出去。皇兄，如果您真的想要脱臣弟衣服的话，也不是不行，就是臣弟平日里喜欢意淫，如果以后意淫的对象是皇兄的话，而且臣弟喜欢。这一次谢无义终于变了脸色。谢长业，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哐当一声，小林子手中的药材掉在地上，和刚好过来的随风两个人双双愣在了原地。老天爷，他们听到了什么？让他们聋了吧。看到两人，谢无义脸色冷的几乎能够杀人，而谢长业也是欲哭无泪。最后谢无义从牙缝里面挤出几个字：谢长业，朕今天就该让鹦鹉侯打死你。说完，顶着冰封万里的一张脸拂袖而去。今天的事情，如果胆敢传出去一个字的话，朕就马上下令砍了你的脑袋。皇上放心，属下明白。你待会就去传话，让谢长业立刻滚出宫，从今往后没有朕的命令，不许再入宫半步。啊，立刻吗？朕的话听不明白。是，属下遵命。可是皇上，七王爷腿上的伤，短时间内只怕是不太适合坐马车。想到刚才上药时谢长业的膝盖，谢无义心头虽然仍旧是怒火满满，可是却又忍不住松动了几分。让他伤养好之后，立刻滚出宫。是。随风应声，又悄悄瞥了一眼自家圣上。其实说到底，皇上还是心疼七王爷的吧。入夜，谢无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白天的时候，他被气昏了头，没有细想。可是现在想想，谢长业又不是傻子，明知说那些话会触怒朕，他为何还要说出口？而且给他膝盖上药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也不排斥。谢无义又想起谢长业紧紧拽着领口，一脸惊慌的模样。不对劲，谢长业一定在隐瞒什么。谢无义脑海中回想着白天时的画面，他不小心扯开了谢长业的中衣，除了肩头骇人的伤口之外，他似乎还看到谢长业胸口缠着白布。难道电光火石之间，谢无义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难道谢长业是个女子？谢长业，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怀疑谢长业是女子后，谢无义一夜无眠。第二日下了早朝，谢无义直奔飞羽轩。奴才见过皇上。七王爷呢？奴才在就。王爷，皇上来了。皇兄这个时候怎么过来了？我在沐浴，门没关，皇兄进来吧。昨天七王爷才说了那样的话，今天沐浴就请皇上过去，这太刺激人了吧？皇上怎么可能进去？然而谢无义却推门走了进去。随风整个人僵在门口，不可置信地看着紧闭的房门。皇上难道是想通了，打算接受七王爷？房间之中，厚厚的屏风遮挡了浴桶，传来一阵水声。没想到皇兄这个时候会过来，这药膏味实在是太重了。臣弟刚好在沐浴，皇兄见谅。
听着屏风后面的水声，还有谢长夜正常到不行的语气，谢无义顿时又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如果谢长夜是女子的话，断没有在沐浴的时候让自己进来的道理。然而屏风上的白布吸引了谢无义的注意，这就是之前看到谢长夜胸口处的白布。如果谢长夜不是女子，那这白布又该如何解释？皇兄，您怎么不说话？实在是抱歉，臣弟马上就洗好了。皇兄您稍坐一会儿。朕知道了，如果谢长夜真的是女子的话，朕现在冲进去实在是不妥。可就算谢长夜是男子，他已经亲口承认了他是断袖，似乎也不该进去。就在谢无义懊恼的时候，突然他看到桌上放着一本写着秘籍2字的册子，拿起一看，里面竟然都是帮助男子长高和变强壮的偏方，其中一条竟然写着用布条缠住胸口，能够帮助训练胸肌。屏风后面，谢长夜根本没有在沐浴，衣服穿得好好的，正竖着耳朵听动静，听到翻册子的声音，走出了屏风。不能看，皇兄，您怎么能够未经许可随便翻臣弟的东西呢？谢长夜皱紧眉头，看了一眼还搭在架子上面的布条，又看了看谢长夜胸前，还是平平。谢长夜，你用布条缠住胸口，就是信了这册子上面的鬼话，认为这样可以锻炼胸肌。既然皇兄都知道了，臣弟也就不瞒您了。臣弟一直挺羡慕别人魁梧的身材的，所以就想了一些办法。这般愚蠢的办法，你竟然也会相信？试试总比不是好，万一有效果呢？皇兄，您能不能替臣弟保密啊？毕竟臣弟也是要面子的。既然想要变得身形强壮一些，为何不好好练武，而相信这些旁门左道？那不是臣弟怕苦怕累吗？臣弟觉得这些办法还是有些作用的，不信皇兄您摸。这下子谢无义彻底觉得自己怀疑谢长夜是个女子，简直就是脑子出了问题。亏得他还因为这个猜想一夜未眠，甚至连早朝都影响了。谢长夜，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看着谢无义脸色铁青的离开，谢长夜松了口气。他猜的果然没错，谢无义还是怀疑了自己。幸好他昨天晚上连夜伪造了这份胡说八道的册子。接下来的几天，谢无义都没有再出现在飞羽轩，倒是段沐风和苏胜来了2次，带了很多补品。这日沈池渊也来看望谢长夜。沈皇子若是想要探望病人的话，来的只怕是有些迟了。看看别人东西可都送了好几波了。本皇子既然做不了第一个来探望的，那自然就要来的迟些，否则又怎么能够显得特别呢？这些礼太俗套了。这是本皇子送你的金丝软甲。沈皇子的好意本王心领了，但是这七王爷不必觉得贵重，反正是在库房里面随便挑的。那天的比试，本皇子没能一睹七王爷的风采，还等着七王爷什么时候能再打一次。届时本皇子一定前去给你助威。感情这是送给本王报仇用的，你怎么就能确定本王还会再打一次？自然是不能确定，所以现在皇宫之中已经私下里开了赌局，既有赌七王爷会不会再比的，也有赌在比之后谁输谁赢的，而且下的注还不小。真的？快说说赔率如何，本王也要下注。第一个赌注基本是对半开，但第二个会压七王爷赢的人应该很少，赔率想必不低。不过七王爷是被下注的人，自然没办法参与。看在本皇子送的金丝软甲的份上，七王爷不如透露下内幕消息，说说你到底是如何打算的。沈皇子是打算下注吗？自然，本皇子背井离乡，如今穷困得很，自然要想办法赚些银子。穷困？想起沈池渊那一库房的宝贝，谢长夜嘴角有些隐隐颤抖。沈皇子想要知道消息很简单，既然本王不能下注的话，就由你代本王下注，如何？七王爷当真要参与？自然，本王虽然没有背井离乡，但一直穷困得很，自然要想办法赚些银子。既然如此，那本皇子应下了。有了七王爷的内幕，想来至少这第一局是稳赢了。何止啊！沈皇子应该还打算通过本王最近的表现，影响一下赔率吧。毕竟穷困如沈皇子，这金丝软甲也不能白送。七王爷果然聪慧。这几日谢长夜那边的情况如何？启禀皇上，这几日七王爷都在飞玉轩中养伤，但丞相和苏世子还有一些官员去探望过。今日上午，沈皇子也去探望了七王爷，而且还送了一件金丝软甲，听说七王爷很喜欢。一件金丝软甲罢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堂堂七王爷如此没见过世面，金丝软甲整个皇城只怕也找不出几件来，还是值得高兴一下的吧？不对，皇上这不会是吃醋了吧？随风看了一眼谢无义，小心开口：皇上，要不您也赏赐一些东西给七王爷，就当作是安慰他受伤。受伤也是他自不量力，自作自受，朕凭什么要安慰他？是属下食言了。谢无义有些烦躁，他就不明白了，一点小恩小惠有什么值得谢长夜高兴的？这几天给谢长夜送东西的人很多，回皇上也不算太多吧。苏世子去了几趟，送了不少药膏和补品之外，段丞相也去过2次，送了一些解闷的玩意和补品，然后就是沈皇子今日的金丝软甲了。苏胜和段沐风2个人还去了不止一趟。是不止一趟。瞧皇上这神色，是不想要段丞相他们和七王爷接触。完了，这是不是就叫做真有余？看来皇上被七王爷带成了断袖的事情，只怕已经8、9不离10了。我是该阻止皇上误入歧途，还是帮皇上出谋划策，免得七王爷被别人给抢走了？你去库房挑些东西送到飞羽轩。
皇上这是打算开始出手了？听见了吗？是，皇上，您不亲自送去吗？沈皇子可是亲自送过去的。朕为何要去见谢长夜？皇上恕罪，是属下多言。哎，不知道是谁之前还说过，再也不想听到关于七王爷的任何消息了吗？后来一听说七王爷被打了，还不是火急火燎的赶了过去。现在我是看清楚了，反正在七王爷的事情上，皇上的金口玉言全部都可以变成出尔反尔。随风选了东西送去了飞羽轩，谢无义坐在桌边看书，可是目光却隔一会儿便看一眼门口的方向，直到随风回了御书房。东西送过去了，回禀皇上，送过去了。谢长夜是何反应？这皇上，七王爷很喜欢，十分感激皇上。其实他送去的东西，七王爷根本没怎么看，只是在见到他之后，立刻就说有事要见皇上。皇上，七王爷说想见皇上一面，有事情想要同皇上商量。要见朕？朕是他想见就见的吗？不过是随意赏赐了点东西，他还真以为朕原谅他了。随风嘴角抽搐，他敢拿脑袋打赌，皇上一定会见七王爷。毕竟，如果现在有镜子的话，皇上照一照，应该能看到他那勾起的嘴角压都压不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同随风所料，谢无义最后还是出现在了飞羽轩。见过皇兄。谢长夜笑眯眯的要起身行礼。免了，听说你非要见朕，何事？皇兄，臣弟是想要向您请旨，再和鹦鹉侯比上一次。再比一次？当然了，不是现在，是10天之后。你确定10天之内你能够养好伤，而且还能够赢过鹦鹉侯？皇兄，能不能赢总归是要比了之后才会知道。你如果想要再比一场，朕不拦着你，但10天太过仓促，可以往后推上一些。臣弟的伤没事的，而且鹦鹉侯这一次不是回来述职吗？万一要是拖得太晚了，他可能就要返回边关了。他和沈池渊2个人已经合计过了，如果能够短时间内重新比试第2场，而且让所有人相信自己一定赢不了的话，到时候只要自己赢了，赔率一定很高。你为何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再比一场？臣弟这不是想要快点找回面子吗？仅仅如此。除了这个，还有就是臣弟刚刚收到了一件金丝软甲，看起来十分厉害，所以想要试一试。谢无义脸色一沉，就因为沈池渊送了件金丝软甲，所以谢长夜连伤都不顾，就要上场比试。谢长夜区一件金丝软甲，你以为能帮得了你什么？依朕看，你最后不仅找不回面子，还要再落得一身伤。怎么感觉谢无义好像一下子就不高兴起来？难道是听说我要穿金丝软甲？皇兄，如果您觉得臣弟穿金丝软甲对鹦鹉侯不公平的话，臣弟也可以不穿的。当然了，鹦鹉侯也不能再穿铠甲。谢无义心头气的一噎，朕何时说过不让你穿了？只是什么？只是皇上不想让七王爷您穿沈皇子送的。罢了，你要比就比，反正你的喜获和朕也没有关系。皇上，您明明就是在意的不行，干嘛非要嘴硬呢？那皇兄是答应了？随你。多谢皇兄，鹦鹉侯那边还麻烦皇兄下旨了。知道了，你请朕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是，既然事情已经说完了，就不打扰皇兄了。皇兄请。谢长夜，你还真当做朕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吗？谢长夜一愣，谢无义这是嫌弃自己礼数不够周到。臣弟恭送皇兄。你。谢无义气急，甩袖离开，不小心带到了桌上的茶杯。看着掌心的手，谢无义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谢无义心头大惊，立刻松开了谢长夜的手，后退了好几步，最后丢下一句好好休息，便飞速离开了飞羽轩，仿佛在逃避些什么一般。谢长夜和魏恒要再次比试的消息很快传开，看着第一局赢的银子，谢长夜心情颇好。按照现在的赔率来看，如果第2场我们能赢的话，这些银子应该能翻上个10来倍。何止，七王爷应该有办法能够把赔率拉得再高一些吧？有是有，不过你觉不觉得我们2个人这么做有些无耻？那七王爷是打算放过这么好的一个发财机会吗？既然最终都会有人赚钱，那还是落到本王的荷包里算了。毕竟这是皇宫禁忌，本王这也是给他们个教训，让他们不敢再有下一次，履行我身为七王爷的责任和义务。本皇子就是喜欢七王爷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沈皇子真有眼光，我们赶紧探讨一下，如何在让众人都觉得本王会输的情况下，最后绝地反击，痛揍鹦鹉侯。因放心不下谢长夜接下来的比试，而给自己找了各种手足之情理由，来到飞羽轩的谢无义，看着2颗离得很近的脑袋，只觉得自己隐隐有些手痒，想打人的那种痒。2人正说得起劲，完全没注意谢无义来了。皇兄怎么过来了？怎么，谢长夜这是觉得朕过来打扰他们俩了？飞羽轩说到底都是朕的地盘，朕不能过来。臣弟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刚才在做什么？七王爷马上就要重新比试了，所以本皇子过来帮他一起想想如何才能取胜。没错，臣弟想要向沈皇子讨教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沈皇子应该从未见过我天圣国的鹦鹉侯吧？不知道你有什么高见？沈池渊一愣，为何他觉得谢无义对自己似乎多了许多敌意？天圣皇见谅，本皇子的确未曾见过鹦鹉侯，所以也没办法给七王爷什么好主意，也只能是鼓励一番，届时去助威罢了。
皇兄，您今天过来是？朕只是刚好路过，比试毕竟关系到皇室颜面，所以朕进来看看你准备的如何。不过想来不看也知道，你必输无疑。看着谢长业难看下去的脸色，随风心头一阵无奈。皇上什么都好，就是偏偏长了一张嘴啊。感情皇兄这是专门跑过来打击陈帝的，还真是辛苦您了。谢无义又是一阵懊恼。谢长业，看在你是皇室子弟的份上，如果你求朕的话，朕可以指教你一些，帮你赢过比试。不敢劳烦皇兄。你谢长业，朕对魏恒的招数很是了解，你确定不要朕帮你？不要，陈帝无福消受。七王爷既然天圣皇这般有信心的话，不如你就请他指教一下。算了，本王还是自己研究的好。七王爷再考虑考虑，毕竟如果输了比试又落得一身伤的话，可就什么都没了。谢长业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有劳皇兄了。看在银子的份上，他忍了。只不过在谢无义看来，就成了自己主动提出指教，被拒绝，而谢长业又因着沈池渊的担心劝说，最后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简直是十足的郎情妾意啊！看着自家皇上越来越难看的脸色，随风觉得自己甚至隐隐听到了磨牙声。皇上，您再不开口，七王爷说不定又要反悔了。谢无义深吸了一口气，不客气。接下来几天，谢无义处理完了奏折，便都会来飞羽轩。这2天朕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记住了。鹦鹉侯战场多年，虽然朕能够帮你分析他的招数，但真正对战之时未必不会有什么变化，你需要随机应变。臣弟知道了。还有，你现在腿伤还未彻底痊愈，只能再过2日，等你腿完全好了，先和朕对战，到时候有什么不足之处，朕再替你指出来。好。谢长业，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朕说话？皇兄，你这些话翻来覆去都说了好几回了，是臣弟比试，您别这么紧张哈，放轻松。朕只是怕你输了，最后丢了朕的面子。皇兄，臣弟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毕竟除了小林子和随风他们几个，也没人知道皇兄在指点臣弟。谢无义皱了皱眉，没有开口解释什么。又过了2日，谢长业开始在御花园中走动了，美其名曰是帮助腿伤尽快恢复，实际想影响赔率。他打算找个地方假装绊倒假摔一下，可还没等他实施计划，便看到了迎面走过来的洛灵儿。谢长业本来计划在御花园假摔一下，没想到碰到了洛灵儿。这不是七王爷吗？洛灵儿今天好不容易求他父亲带他一同入宫，想要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见到皇上，却遇到了谢长业。洛小姐，自从七夕宴会一别，可是好久不见了。是啊，的确是好久不见了。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本小姐可是听到了不少关于七王爷的消息呢，尤其是关于七王爷和鹦鹉侯比试的消息。没想到洛小姐竟然如此关心本王，就算没露面，但还是时刻注意着本王的消息。不过可惜的是，洛小姐你实在不是本王喜欢的类型，毕竟就算为了下一代好，本王也绝对不会娶个脑子天天进水的王妃。谢长业，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本小姐怎么可能看得上你？本王也不过是实话实说，洛小姐怎么能够一被拒绝就马上恼羞成怒呢？谢长业，少在这儿逞口舌之快，听说你和鹦鹉侯还要再比试一场，本小姐等着看你是怎么再输一次的。那只怕洛小姐要失望了，本王的腿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只要不再有什么碰撞，等到比试的时候自然可以完全康复。而且这几天下来，本王摸清了鹦鹉侯的招数，到时候定然可以大获全胜。洛小姐还是好好吸取教训，不要再来招惹本王为好，毕竟自食其果的事情，洛小姐做的也不止1次2次了。洛灵儿目光之中透出几分狠厉，故意装作脚一崴，狠狠地撞向谢长业。谢长业被洛灵儿撞得摔倒在地。王爷，谢长业脸色发白的站起，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右腿开始使不上力。七王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本小姐没有站稳，所以才不小心撞了你一下。想来七王爷应该是不会计较的吧？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我们家王爷的腿。放肆！你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奴才，本小姐好歹也是官员之女，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更何况本小姐只不过是不小心罢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七王爷还是管好你身边的人，不要胡说八道，否则就算闹到皇上面前，本小姐也绝对不会随便受人诬陷。洛小姐，你明知本王马上就要比试，现在本王又伤到了膝盖，你让本王如何取胜？七王爷这腿又伤到了，看来2天后的比试是输定了。没错，七王爷也真够倒霉的。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倒是知道该下注压谁了。七王爷可不要随便将责任推到本小姐的头上，就算你的腿完好无损，恐怕比试的时候也是必输无疑的。试问，整个皇宫谁会相信你能赢？根本就是。朕相信他会赢。臣女见过皇上。朕相信七王爷会赢得比试。洛小姐有什么意见吗？皇上，臣女不敢。看着脸色发白的谢长业，谢无义瞬间皱起了眉头。怎么回事？皇上，是臣女刚才不小心崴脚，轻轻撞了一下七王爷，想来可能是不小心碰到七王爷伤口了，都是臣女不好。又伤到了膝盖啊，臣弟。其实他刚才摔下去的时候，偷偷用手撑了一下，膝盖根本没事。
只不过是想要演一出戏给围观的人看罢了。皇上，刚才洛小姐故意将王爷撞得摔倒在地，又摔到了膝盖。皇上，臣女真的不是故意的。皇上，灵儿她……洛太傅，朕平日里面虽然敬重你，可是希望洛太傅不要忘了身为臣子的本分。现在已经不再是早些年，太傅也不再居于宫中，随意的带女儿入宫，还真当做这皇宫是你们洛府的园子吗？皇上恕罪，是微臣考虑不周，求皇上恕罪。灵儿还不跪下道歉？皇上恕罪，皇上恕罪。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朕，而是七王爷。洛灵儿咬牙看了一眼谢长业，目光里面尽是恨色。七王爷，是臣女不好，还请七王爷见谅。谢长业有些呆愣，这好像是谢无义第一次没有追问真相就直接维护自己，这感觉还真的是有点怪怪的。怎么了？难道是伤口疼得厉害？不是，本王也不是小气之人。既然洛小姐都已经道歉了的话，这件事情就算了吧。从今天开始，若是再有闲杂人等随意入宫的话，朕绝不轻饶。洛太傅，记住了吗？是，微臣谨记。皇上今日动怒，分明就是为了七王爷。这才短短几个月，为何皇上对七王爷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皇兄，这是天蚕丝制成的软甲，虽然摸起来柔软，但刀枪不入，防护性极强，比什么金丝软甲要好上百倍。这是送给我的。废话，明日就要比试了，穿上这软甲，就算输了，至少能够保你不受什么内伤。腿伤刚好就去御花园蹦跶，结果又伤了腿。虽然谢长业说着没事，但是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皇兄，穿着天蚕丝的软甲比试，算不算作弊啊？就算赢了，好像也不太光彩。你真觉得你赢得了？说好的相信自己能赢呢？不过看着手中的天蚕丝软甲，谢长业又突然有些心虚。要是谢无义知道自己的腿其实真的完全好了的话，应该会很生气吧。属下见过皇上，见过七王爷。何事？随风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谢长业。既然皇兄还有事情要处理，臣弟就先出去了。不必，有什么话就说，不必顾忌。七王爷，这件事情其实和您还有关系。和本王有关？什么事？谢长业心头突然有股子不好的预感。最近皇宫之中有人私开赌局，赌的就是七王爷和鹦鹉侯两个人比试的事情，许多人参与下注，而且绝大部分压的都是七王爷您输。皇堂，这是皇宫禁止的，居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开赌局，他们胆子可真够大的。随风，你现在立刻传朕的命令，谁也不许参与，而且发起人立刻抓起来严判。快来看，这个王爷真大胆，在皇宫私设赌局，然后被皇帝发现了。随风，你现在立刻传朕的命令，谁也不许参与，而且发起人立刻抓起来严办。等一下，七王爷您放心，属下一定会肃清赌局，绝对不会让那些下注的人败了七王爷的事情。不是，本王不是这个意思。皇兄，其实臣弟觉得小赌怡情，就让他们玩这一次也没什么关系。谢长业，他们压的可都是你输，这也没关系。没关系，臣弟怎么会是如此小气之人呢？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没有啊，臣弟也是才知道的。随风去传令。皇兄，还是算了吧。老实交代，这件事情是不是和你有关系？若是不说清楚，朕立刻就让随风去传令。这其实也没啥关系。随风传令，还有严查涉赌之人。等等，好吧，其实臣弟也参与了。谢长业，你是堂堂七王爷，竟然参与宫中赌博，真是好大的胆子。皇兄，臣弟真的就是小小的下了点注，只是一点。是。好，既然如此，去传。皇兄，求求您就让臣弟赚点钱吧。胳膊上传来一阵麻酥酥的感觉，谢无义只觉得自己整个身体僵了大半。谢长业，你应该知道，宫中不许。就这一次，皇兄，臣弟保证就这一次。看着谢长业可怜巴巴的模样，谢无义只觉得心头本来就没多少的火气又消下去了大半。谢长业，你压的是谁输谁赢？这个当然是臣弟自己赢了，臣弟怎么可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那你的腿，还有今日在御花园的事情是真是假？臣弟稍微夸张了那么一点点。只是稍微。皇兄，臣弟真的没有存心想要骗您，是您。你的意思是想说，是朕上赶着要上当是吗？皇兄，这可是您自己说的。谢长业，谢无义气的又是一噎，亏得自己替他担心，而且还费这么多功夫寻来了这天蚕丝的软甲，结果却是被谢长业耍得团团转。皇兄，臣弟保证就这一次。谢无义深吸了一口气，退下吧。皇上，那这次就算了，如果再有下次，一定严惩不贷。第二次的比武，谢长业因为知道谢无义的指导，然后又凭借着自己的速度和提前的预判，直击魏恒的要害。鹦鹉侯，你输了。为什么停手？什么？刚才为什么要停手？毕竟本侯可没有想过要对七王爷你留后手。比试为的只不过是分出输赢罢了，又不是逞凶斗狠。再者说了，鹦鹉侯镇守边关，责任重大，本王又怎么可能因为一时的冲突而重伤于你？御花园中，谢长业满脸笑意的朝着沈池渊快步走去。七王爷也好歹收敛点，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见到本皇子这般兴高采烈呢。见到沈皇子，
本王当然高兴了。本王的钱呢？都已经兑换成了银票，方便七王爷存放。沈皇子果然贴心，1万两，怎么这么多？不应该是7000两吗？多出来的就当做是本皇子送给七王爷赢了比试的贺礼。沈皇子下注了多少？不多，1000两而已。不过什么？不过这次的局，本皇子是幕后庄家。沈皇子还真的是生财有道。七王爷过奖了，这一次和七王爷合作十分愉快，希望还有下一次。本王也十分愉快。看着从远处走过来的谢无义，沈池渊勾了勾嘴角。本皇子就先走了，七王爷下次有时间别忘了去梧桐院喝茶。一定。谢长业见到谢无义，连忙将银票塞进了怀里。见过皇兄。在藏什么？没有啊，臣弟什么都没有藏。皇兄这是刚刚下早朝吗？实在是辛苦了。见谢长业不想说，谢无义也没有再追问。然而就在他走出一段路之后，随风却开口说道：皇上，刚才属下好像看到了沈皇子。看到了又如何？难不成朕还能够看着谢长业不让他见沈池渊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瞧着，刚才七王爷藏起来的东西好像是纸张，会不会是沈皇子给七王爷写的情诗啊？情诗？想起刚才谢长业转身这时脸上还没来得及收起的笑意，难道真的是沈池渊写的情诗？仔细想想，每次谢长业看到沈池渊，似乎都会笑得格外开心，而沈池渊也隔三差五地往飞羽轩跑。难道说他们两个人真的？你立刻传谢长业去御书房，不得耽搁。谢长业被随风急急忙忙地给请了过来。皇兄，不知找臣弟过来，所为何事？将你刚才藏起来的东西交出来。刚才藏起来的东西，那1万两银票，难不成谢无义后悔了，想要再次追究宫中涉赌的事情？皇兄，这不太好吧？毕竟已经是臣弟的了。朕让你拿出来，你敢抗命？之前谢无义没有阻止涉赌，不会是想要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等自己把银子给赢过来了，再让自己把钱交出来，最后坐收渔翁之利。谢长业，朕让你交出来，听到没有？不行，这是臣弟的。看着谢长业这反应，谢无义越发恼火了。看来真的让随风给说中了。如果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的话，谢长业为何不肯拿出来？谢长业，你难道真的半点不顾你七王爷的身份和颜面？皇兄，你这样就不厚道了。既然你之前都没有追究，凭什么现在又来找臣弟索要？谢长业，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还是不交？不交。好，你不交，朕就自己拿。谢无义抓住谢长业的手腕，谢长业根本无法挣脱。眼见谢无义的手伸向自己的胸口，等等，我给。谢长业从怀里面拿出折起来的银票，就在谢无义准备接过之时，谢长业假装将银票往龙岸方向一扔，趁着谢无义转头的时候转身就溜。谢长业，谢无义将人往回一拽，结果谢长业脚下不稳，整个人扑在谢无义身上，两个人摔倒在地，四目相对。桌上的书因为撞击，全部对着谢长业的脑袋砸了过来。谢无义立刻伸手去谢长业的后脑勺，因为这动作，谢长业一下子亲上了谢无义。皇上，您没事吧？听到动静的随风和陈福连忙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两个人瞬间都愣在了原地。他们看到了什么？这是七王爷把皇上摁在地上亲。快来看，这个王爷不小心把皇上扑倒了，扑倒也就算了，还亲了他，亲了也就算了，还被属下看到了。陈福几乎是目瞪口呆，随风虽然早就看透了一切，但此刻仍旧是震惊不已。皇上竟然真的是下面的那一个。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散财童子、老天爷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亲了谢无义。谢无义也回过神，立刻推开了谢长业，都给朕滚出去！陈福和随风吓得慌忙退了出去。皇兄，臣弟刚才不是故意的。闭嘴！谢无义看着谢长业发红的双唇，难看的面色下，一颗心却是慌乱不已。有断袖之好的人明明是谢长业，为什么我被他亲了，却没有觉得丝毫的厌恶，甚至有些留恋？难道我也？谢无义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看得谢长业越发欲哭无泪。皇兄，臣弟错了，银票给您，臣弟不要了。1万两诚可贵，可小命价更高啊！早知道这样，刚才把银票给了不就好了吗？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银票？刚才你拼命护着，不愿意给朕的是银票？不然呢？皇兄以为是什么？谢长业，你给朕滚出去！所以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诗，谢长业护成这个样子，为的就是这区1万两银票。是，臣弟告退。门外对上随风和陈福的目光，你们要相信本王，刚才真的只是个意外。这意外也太他妈意外了！谢长业几乎是逃一般的回到了飞羽轩。小林子，快去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出宫。王爷，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别问了，赶紧去收拾东西，现在跑路要紧，记住一定要把值钱的带好了。王爷，咱们可以晚几点再出宫吗？为啥？这个，其实奴才昨天刚演示了一个小攻略，他听说奴才是服侍王爷的，一下子就对奴才刮目相看，还说要给奴才送亲手做的糕点。小林子啊，继续在皇宫里面待下去，
你家王爷我的脑袋可能就保不住了。你摸着你那残存的良心想一想，是糕点重要，还是你家王爷我的命重要？王爷，您又夸张了，您可是七王爷，而且又刚刚赢了比试，风头正好，谁能要您脑袋？谢无义啊，除了他，本王还能怕谁怕成这个样子？王爷，那一定是您想多了，就算您惹了什么麻烦，皇上也不至于要了您的脑袋。那如果本王告诉你，本王刚才在御书房不小心夺走了谢无义的初吻，而且还被陈福和随风看见了呢？王爷，奴才没有。是的，你没有听错。奴才这就去收拾东西。御书房中，气压低的骇人。皇上是否有传旨？你过来啊！谢无义走到随风面前，抱住朕。皇上这是已经接受了断袖之事，然后将魔爪伸向我了吗？皇上，这是命令。皇命难违，随风一咬牙，一闭眼，伸手抱住了谢无义。没有心跳加速，甚至还有几分厌恶。看来我并没有什么断袖之癖。够了，松开。是。告诉陈福，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如果敢有任何的流言蜚语传出来的话，朕立刻砍了你们的脑袋。是，属下遵命。那传膳。朕不饿，免了。是。原本以为只是自己误会了，可谢无义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场旖旎不已的梦。梦里，谢长业只着了一身中衣，身段窈窕玲珑，分明是女儿家的模样。他面如桃花，眉目含情，拉着他的手，一脸羞涩又委屈地说：“皇兄，我肩膀疼，可以帮我上药吗？”引得他为之意乱神迷，把他抱在怀里。然后谢无义便醒了，一夜无眠。等陈福进去服侍的时候，谢无义整个人看起来面色异常的难看。谢长业那边有没有什么事情？自己因着昨天的事情被烦成了这个样子，谢长业那边应该也未必好过吧？皇上，启王爷他昨天就出宫了。接下来的2日，虽然谢无义没有再做那么荒唐的梦，可还是会止不住的想起谢长业。当他看着面前上书让自己尽快立后的折子，心头越发觉得烦躁。奏折上又浮现出谢长业的脸时，谢无义终于忍不住了。随风去传谢长业入宫。是。臣弟见过皇上。谢无义看着谢长业，目光止不住地打量了一下谢长业的身形，想起梦中对方玲珑的身段，身上莫名又升起了一股子燥热。难道我真的喜欢男人？皇兄，见谢无义久久没有开口，谢长业抬头，恰好对上谢无义惊恐又抗拒的目光。看来我真的给谢无义留下了不少的心理阴影啊。想来也是，谢无义现在还没有娶妃，还是个纯情少年，结果初吻直接被我给夺走了。更重要的是，在谢无义眼里，我还是个有断袖之好的男人，换成我，心里面应该也会膈应得很。唉，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皇兄，臣弟自知上次鲁莽得罪了皇兄，所以这一次特来向皇兄请罪。谢长业从身后腰间拿出一支柳条。皇兄，臣弟今日负荆请罪，还望皇兄能够原谅臣弟。看着谢长业手中的柳条，谢无义嘴角抽搐了一下。深秋已经泛黄发枯的柳条，似乎抽一下就能马上折断一般，这只怕是最没有诚意的负荆请罪了。谢长业，这就是你用来负荆请罪的东西。皇兄，正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臣弟虽然只是背着这柳条前来，可是一片真心，可昭日月呀。罢了，你起来吧。皇兄不怪臣弟了。这次就算了。多谢皇兄。谢长业，那天的事情，皇兄放心，那天的事情只是个意外，臣弟绝对不会胡言乱语，有损皇兄的名声。当然，臣弟也绝对不会因此对皇兄生出任何非分之想。因为这话，谢无义心头莫名又觉得有些不舒服。谢长业，你不是好男色吗？朕要如何相信你不会生出非分之想？皇兄放心，臣弟绝对不会觊觎皇兄，因为臣弟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谁？回禀皇兄，正是沈池渊沈皇子。对不住了，沈皇子，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你拉出来当做挡箭牌了。沈池渊，为何朕没有听你说起过？皇兄，这件事情也不太好大肆宣扬。再者说了，沈皇子毕竟身份特殊，臣弟害怕皇兄介意，所以之前也不敢告诉皇兄。你既然知道他身份特殊，怎么还……皇兄，感情的事情非人力所能控制，臣弟也知道沈皇子身份特殊，可是情不知所起，就是控制不住。当然了，臣弟也知道，臣弟和沈皇子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所以请皇兄放心，臣弟只是想要将这份爱埋在心底，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所以我这几天的纠结算什么？怕自己染上了断袖之好，可谢长业心里面喜欢的人却是沈池渊，而我可能还喜欢上了一个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人。谢长业，你真的没有丝毫喜欢朕？当然有。不过臣弟对皇兄的喜欢是清清白白的手足之情，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皇兄，如果您还是不信的话，臣弟可以发誓，如果……够了，朕知道了。
这时陈福进来，启禀皇上，林大人和李大人求见。可有说什么事？启禀皇上，老奴瞧着还是为了请皇上立后一事。谢无义心头顿时一阵恼怒，准备开口说不见，目光落到谢长业身上。今日许多朝臣都上书，希望朕能够早日册立皇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的？立后乃是好事，皇兄也到了该立后的年纪了，朝臣们这也是关心皇兄。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当然了，臣弟希望皇兄能够早日娶个贤良淑德、貌美如花的皇嫂。贤良淑德、貌美如花的皇嫂，好啊。谢无义冷哼一声，自己最近几日因着谢长业各种心神不宁也就罢了，可是现在对方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还在和那些朝臣们一起劝说自己早日立后，看来真的是他想多了。既然如此，那便立吧。臣服，告诉他们不用来见朕，明日早朝让他们各自推选皇后人选。这几日早朝上看皇上的样子，应该是暂时并不打算立后的。可是现在怎么就因为启王爷的几句话改变了心意呢？而且看起来就像是在赌气一般。没听见？是，老奴遵命。快来看，这个皇上只因皇帝说有了喜欢的人，赌气的要立后。因谢无义松口答应了立后，接下来几天里，朝臣们纷纷举荐，推举的最多的就是洛灵儿。呵，洛舒然这只老狐狸，自己在早朝上一言不发，可是他门下的那些官员们一个两个的推举起洛灵儿，倒是丝毫都不含糊。皇上，那您真的打算册封洛小姐为后吗？如果我真的立洛灵儿为后，不知道谢长业会不会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毕竟之前他和洛灵儿之间可结了不少的梁子。皇后之位，朕心里面已经有了人选。什么？段清霜？父亲，您是说皇后人选定了段清霜？哎，是的。父亲，您不是说现在朝堂官员之中推举女儿的人最多吗？怎么好好的又变成了段清霜？朝臣推举只是一方面，最终自然还是要由皇上决定。看现在的情况，皇上是有意想要抬举段家。不行，女儿一定要成为皇后。为父自然也希望你能够成为皇后，这样对我们洛家来说乃是更上一步好事。只不过现在皇后人选已经定下了，只能等到立后之后再看看丽妃的人选了。不行，父亲，女儿不懂什么朝堂上的事情，但是女儿一定要嫁给皇上，而且绝对不能屈居人下。父亲，求您再好好替女儿想想办法。现在为父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更何况之前你和七王爷闹成那般，只怕皇上心里面已经对你生出了不悦。接下来就算可以送你入宫为妃，也要费为父许多气力。父亲，够了，这件事情木已成舟，为父也没办法。你最近就好好反省一下，不要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以免闹出事情，更加惹得皇上不悦。说完，洛舒然冷着脸走了。就算父亲不管，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段清霜坐上我梦寐以求的位置。转眼到了段家老太爷的生辰，谢长业也带着小林子去凑热闹。前门停满了马车，谢长业让人将马车停在后门。刚下马车，谢长业就听到墙边传来女子的对话：“小姐，您还是赶紧下来吧，千万不要胡闹，要是让老太爷知道了的话，一定会动怒。”你不说，祖父怎么可能会知道？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可不想留在家里面让他们当猴子看。段清霜说完往下看，才发现墙外还有人。这位就是段小姐。段清霜惊得脚下一慌，直直的栽了下来。谢长业连忙接住了她。段小姐，这是非要给本王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啊！你是七王爷？段小姐见过本王。我听我哥哥说起过，七王爷爱穿红衣，而且生得好看。哎，原来在段丞相的眼里面，本王只有这相貌可取。不是的，哥哥还说过七王爷和别人很是不同，还有比试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七王爷赢了鹦鹉侯，很是厉害。段小姐不用紧张，本王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更何况比起夸本王厉害，本王更喜欢别人说我生得好看。七王爷您，段小姐放心，本王只是来入府赴宴的，在这墙边什么都没有看到，尤其没有看到偷偷溜出府的段小姐。本王先进去了。看着谢长业的背影，段清霜心跳飞快。七王爷，段丞相，听说今日是老太爷寿辰，所以本王特意前来道贺。段丞相放心，这里面可不是桃子李子啥的。多谢七王爷。今日来了许多客人，段丞相不必陪着本王招呼客人就好。无妨，王爷前来，自然不能失礼。大哥，七王爷，这位是舍妹清霜，见过七王爷。见过七王爷。段小姐不必客气，过不了多久，本王应该就要换段小姐为皇嫂了。段清霜皱了一下眉头，她一点都不想当什么皇后。虽然兄长说皇上雄才伟略，仪表堂堂，可她不想一辈子都困在皇宫里。风儿、双儿，见过祖父。祖父，这位是七王爷，今日前来给您贺寿的。见过七王爷。老太爷不必客气，本王不过是晚辈，老太爷无需行礼。王爷是皇室子弟，纵使老朽虚长了2倍，但礼法不可废。双儿，你这衣裙上怎么会沾上这么多的灰尘？祖父，我段小姐莫不是刚才摔倒了？没错，我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才会沾上灰尘。既然弄脏了衣裙，
还不赶紧回去换了？今日有这么多的宾客在，若是让别人看见了的话，岂不是失礼？是，孙女知道了。说完，段清霜便离开去更换衣裙，而段成元也因为厅中还有客人，前往了前厅。看来段老太爷平日里面对段丞相还有段小姐的要求颇为严格。父亲去世的早，是祖父将我和妹妹养大的，有时候的确会严格一些。想来应该是对你们寄予厚望。不过段老太爷如今应该很是满意，毕竟段丞相你深受皇兄信任，段小姐马上也要封为皇后，满门荣耀。刚才七王爷应该是在替清霜遮掩吧？他衣裙上的灰尘是翻墙所致，想来应该是七王爷撞见了他翻墙。这抱歉，王爷不要误会，在下并没有指责之意。清霜她从小便性子活泼，也怪我这个做兄长的对她纵容多了些。今日若是让祖父知道的话，只怕免不了一顿责罚，所以还要多谢七王爷替他遮掩。不过是翻个墙而已，这般严重。祖父素来看重言行端庄，从小到大，清霜也没少因为他这性子受罚，只不过一直不长记性罢了。幸好本王不生在段家，否则只怕就本王的言行，藤条都不知道打断多少根了。王爷这性子倒是舍妹最羡慕的。其实每每和谢长业相处，他心里面也会忍不住多出几分轻松愉快。谢长业懒得听那些人寒暄吹捧，寿宴进行到一半，便提前悄悄退席，在园子里面逛了逛。没成想看到了从女眷宴席那边走出来的洛莲儿和段清霜，两人说说笑笑的，看起来很熟络的模样。按理说段清霜成了准皇后人选，最气愤和抓狂的应该就是洛莲儿了。谢长业心头划过一抹疑惑，小林子，你留心一下洛莲儿和段清霜。而谢无义这边原本以为选定了皇后人选，加上谢长业将话给说清楚了，自己的心思便也就可以淡了。可当他第3次梦到谢长业的时候，他整个人彻底不好了。起床练了大半宿的剑，想要将思绪给理清楚，可思绪没理清楚，却着凉病倒了。请求皇上换个皇后人选，清霜想要嫁给七王爷。得知谢无义生病，谢长业前去探望。臣弟见过皇兄。看谢无义手里拿着奏折，谢长业忍不住皱了皱眉。皇兄既然已经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养。无妨，政务不可耽搁。皇兄，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如果让谢长业知道我是因为理不清对他的感情，练剑过久才染了风寒，不知道他心里面会作何感想。见谢无义不开口，谢长业伸手探了探谢无义的额头，是不是还在发烧？好像也没发烧。朕没事。皇上，您还是先别批阅奏折了，好好休息。太医也嘱咐了，让您好好休息。朕已经说过了，朕没事。谢长业直接抽走了谢无义手里的奏折。谢长业，你做什么？臣弟还要问问皇兄你想做什么呢？既然生病了，那就好好休息。就算要处理奏折，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朕倒是没想到，你竟然还会关心朕的身体。那当然了，臣弟希望皇兄能够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这样也好多照着臣弟不是？别人都说万岁，到了你这里却变成了百岁，这可以算成是大不敬了。哪里真的有人能够活到万岁呢？他们都是在阿谀奉承说假话罢了。臣弟说的长命百岁可是真心实意的。当然了，现在像臣弟这么诚实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你诚实，那只怕整个天圣国都找不出会撒谎之人了。插科打诨、胡搅蛮缠、胡言乱语、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些通通都可以说是谢长业的绝活。皇上该喝药了，放下吧。皇上，这药的温度刚刚好，您还是赶紧喝了，以免带回凉了。知道了。皇兄，您不会是害怕喝药吧？别以为你表现的关心朕，再胡言乱语，朕就不会罚你。既然皇兄不害怕喝药的话，那还等什么？拿开！皇兄，你又不是小孩子了，难不成喝药还要别人拿着糖果蜜饯在一旁哄着吗？谢长业，朕喝不喝药同你有什么关系？好了好了，皇兄别生气，劳烦陈公公拿一些蜜饯过来，毕竟人家小孩子有的，皇兄也要有啊。不许去！谢无义一把接过药碗，全给灌了下去。等到他喝完，陈福连忙端来了漱口的茶水。不错不错，我们家皇兄果然是个乖乖喝药的好孩子。谢长业，你放肆！见谢无义的衣服湿了，谢长业连忙去擦拭。臣弟不是故意的。看着胸前伸过来的那双白嫩修长的手，谢无义的心跳又忍不住开始加速，心头突然涌上了想要握住那双手的冲动。难道说我真的染上了断袖之癖？而且这断袖之癖还是单单对着谢长业一个人？皇上，老奴伺候您更衣。不必了，你替朕更衣。他素来就不喜欢被疑惑所困扰，他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谢长业。臣弟，皇兄，这不好吧？少废话，既然是你害得朕湿了衣袍，自然也应该由你替朕更衣。好吧。谢长业开始解谢无义上衣的带子，此刻谢无义的心头仿佛山崩海啸，一颗心似乎下一刻就要从嗓子里面跳出来一般。谢无义身材这么好。谢长业在给谢无义穿衣服的时候，无意之中的碰触都让谢无义心头阵阵战栗。谢长业的脸近在咫尺，谢无义不自觉的一点点凑近。好了，皇兄，你
意识到自己想要做什么，谢无义顿时脸色发红。刚才他是想要亲谢长夜。看着谢无义面色发红，谢长夜问道：皇兄，你没事吧？朕没事。怎么比刚才烫了那么多？皇兄，您发烧了，还是传太医再来看看吧。不用，朕休息一下就好。看到放在一旁的裤子，谢长夜嘴角一僵。皇兄，这裤子就不用换了吧？朕何时要让你换裤子了？打发了谢长夜离开，谢无义的心跳却仍旧是难以平复。如果说之前他只是有些怀疑的话，那现在看来，他几乎可以确定他是真的喜欢上了谢长夜。按照天圣国的规矩，选定了皇后，会在皇宫之中举办一次宴会，让准皇后在众人面前露露脸。皇上，坐在段丞相下手的姑娘就是段小姐。知道了。谢无义淡淡点头，扫了一眼段清霜，目光却不自觉地停留在了谢长夜的身上。他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决定立后？现在他心思乱成这般模样，再多一个皇后，岂不是自找麻烦？有人提出表演才艺，而洛灵儿立刻吹捧了一番段清霜的舞蹈。段清霜虽然不太想跳舞，但也不好推辞。看着段清霜扬裙舞动，身姿曼妙，谢长夜满脸欣赏。主子，您收敛一些，段小姐毕竟马上就是皇后娘娘了，您这么盯着她看，恐怕会惹得皇上不悦。你想多了，本王只是觉得段小姐的舞跳得不错罢了。段小姐的舞的确跳得不错，而且今日这身衣裙也好看，好像还是洛小姐送的。洛灵儿，你说段清霜现在身上穿的衣裙是洛灵儿送的？主子，您不是让奴才留心一下吗？这几天洛小姐和段小姐两个人交往甚密，还一起逛了裁缝铺，这衣裙就是洛小姐所赠。想到刚才洛灵儿主动提出让段清霜跳舞的事情，谢长夜忍不住皱眉，立刻再次看向了段清霜。段清霜的舞正跳到精彩之处，衣裙腰间的缝线突然迸裂开来，段清霜脸色大变，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洛灵儿一直关注着段清霜的衣裙，见到这情形，心头顿时大喜。不过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一跃而上，扯下悬挂的红绸，迅速地裹住了段清霜。而木架子，谢长夜将段清霜往后推了几步，眼见着木架砸下，千钧一发之刻，只见谢无义快速飞来，一脚踢开了木架。谢无义一把将谢长夜护在怀里，多谢皇兄。谢长夜，你不要命了？段清霜吓得脸色惨白如纸，不仅仅是因为那砸下来的木架子，更是因为自己开裂的衣裙。刚才如果不是七王爷眼疾手快，替他裹上了这红绸的话，那他一定会声名尽毁，成为整个皇城的笑柄。七王爷，段小姐别怕，已经没事了。皇兄，还是让人赶紧将段小姐带下去换身衣裙吧。谢无义点头，臣服立刻安排了宫女带段清霜下去更衣。洛灵儿此刻看着谢长夜的目光，简直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我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取得了段清霜的信任，哄着她穿上了这身衣裙，就差那么一点点，又被谢长夜给破坏了。多谢七王爷。不用客气。段清霜换好了衣裙，重新回到了宴会处。段小姐今日受惊了，清霜失礼，还望皇上见谅。段小姐不必如此，早些回府休息。皇上，清霜有一事相求。段小姐有何事直说就是。皇上，清霜今日差点失仪，多亏了七王爷相救，清霜斗胆，请求皇上换个皇后人选。清霜想要嫁给七王爷。七王爷，我是真的倾慕于你，我知晓你现在可能还并不喜欢我，不过我们可以多接触。清霜想要嫁给七王爷。段小姐还是不要开玩笑了。清霜没有开玩笑，清霜是真的想要嫁给七王爷。清霜，不要胡闹！皇上恕罪，舍妹胡言乱语，还请皇上见谅。大哥，我没有胡说。皇上，清霜自知性格根本就不适合皇宫，感谢皇上的厚爱，但清霜只想要嫁给自己真心喜欢之人，还请皇上成全。老天爷，好不容易最近这段时间谢无义没有再鼓捣的让我相亲了，怎么又冒出个段清霜？你是怎么想的？皇兄，臣弟发誓，真的没有要抢您的未婚妻。皇上，是臣女喜欢七王爷，想要嫁给七王爷，和七王爷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皇上要责怪或者惩罚的话，尽管惩罚臣女。段小姐，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本王和你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可能。七王爷，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一定会愿意娶我的。皇上，求您成全。看着有女子这般想要嫁给谢长夜，如果放在之前的话，谢无义一定会非常高兴，然后赶紧给他们下旨赐婚。可是现在，谢无义心头却突然有些不是滋味。皇后人选可以取消，不过就算你想要嫁给七王爷，也需要他愿意娶你。谢长夜，你……皇兄，臣弟不愿，臣弟自知纨绔，配不上段小姐，这件事情还是不要再开玩笑了。七王爷，我够了，微臣娇媚无方，皇上恕罪。段丞相不必如此，婚姻之事不可强求，朕明日就会下旨。不过段小姐嫁给七王爷一事，还需要再斟酌。段沐风带着段清霜离开后，谢长夜看着脸上神色不明的谢无义，心头直打鼓。皇兄，臣弟。谢长夜，你愿意娶段清霜吗？
皇兄，臣弟不愿意。虽然说人家段小姐拒绝了您，可是做人要厚道，你可千万不能够把人家往火坑里面推啊！臣弟喜欢的是男人，又怎么可能娶段小姐呢？谢长夜，就算你有断袖之好，可终究不可能娶一个男子，更何况是沈池院。皇兄，臣弟愿意终身不娶。谢无义皱起眉头，紧紧地盯着谢长夜的神色，过了好一会儿，才丢下一句随你，最后拂袖而去。谢长夜出来，看见段沐风站在门口。今日之事，在下替舍妹向七王爷道歉。段丞相不必如此，今天的事情虽然出人意料，但是本王并没有介意，只不过段小姐那边还需要段丞相好好劝说一番。七王爷放心，青霜那边在下自然会劝。不过看舍妹的样子，似乎的确是喜欢上了七王爷，所以在下想要七王爷说一句准话。本王实在是没有办法迎娶段小姐，想来最近皇城之中的流言蜚语，段丞相应该也有所耳闻。实不相瞒，本王的确有断袖之好，不喜欢女子，所以如果段丞相无法劝说令妹的话，可以直接将这件事情告诉于他，好让他彻底打消念头。段丞相心底是否在嫌弃本王？选择不同罢了，何来嫌弃一说？第二日，谢无义便下旨推迟立后，而段清霜也被段老太爷罚跪了3日。当看着自家墙头再次出现的脑袋，谢长夜实在是忍不住了。段小姐，你到底喜欢本王哪一点？本王改还不成吗？七王爷，我是真的倾慕于你，我知晓你现在可能还并不喜欢我，不过我们可以多接触。自皇宫之中的那次冲动，段清霜就像是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一般，现在他什么都不怕了。段小姐，难道你大哥没有告诉你，本王不喜欢女子？王爷，清霜听说了，可是我不在乎，我相信一定能够让王爷喜欢上我，改掉你的断袖之癖。面对这么勇敢的段清霜，谢长夜实在不想伤害他，最后又躲进了皇宫。皇兄，最近有没有什么能够离开个几个月的事情，能让臣弟出去避一避的？还不是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您就不要再说风凉话了，臣弟都快烦死了。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自己解决。看到谢长夜这副吃瘪的模样，谢无义的心头没来由的痛快了几分。这些天因为谢长夜他心烦意乱，也该让谢长夜好好尝尝这难受的滋味了。七王爷，要不您就跟段小姐把话给说清楚，也好让她死了这条心。本王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可一点用都没有。王爷，属下的意思是说，您不如直接跟段小姐说一个您喜欢的人，只要你喜欢的人身份够高够尊贵，到时候段小姐自然会退缩。随风悄悄看了一眼谢无义，他跟皇上这么多年，这些天皇上的心思他也看得清楚。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好侍卫，他的任务就是帮皇上达成目标，哪怕皇上是喜欢男人，他也要义无反顾。你说的也有道理，或许是因为现在他还没有察觉到断袖意味着什么，如果让他亲眼看到本王有喜欢的人的话，说不定他就会放弃了。皇兄，臣弟想搬到沈皇子梧桐院的隔壁去。七王爷到底有没有好好听我说话？我说的明明就是身份尊贵，身份尊贵。皇兄，可以吗？皇兄，您不说话的话，臣弟就当做您是同意。你不是想要离开皇城吗？那就给朕去剿匪。皇兄，这剿匪，这是朕的命令，不肃清匪患，不许回皇城。谢无义因为一时恼怒，下令让谢长夜去剿匪。开口之后又有些后悔，想着谢长夜平日里面的作风，等谢长夜前来推辞，可等了1天都不见谢长夜的人影。最后他实在忍不住去了七王府，看着院子里10几口大箱子，谢无义眼尾忍不住一抽。难道说谢长夜不想去剿匪，又不敢回绝，所以打算收拾家当跑路？谢长夜，你这是做什么？皇兄，您怎么来了？臣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剿匪啊。剿匪？你是打算住到幽翠山和土匪们比比看，谁能耗死谁吗？皇兄，这些可都是有用的。那1箱是茶杯碗碟，吃饭要用，还有那2箱是枕头和被褥，睡觉要用，还有那1箱。谢长夜，你再说一遍，你是去做什么的？剿匪啊。那你可知道剿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士兵。谢长夜，你现在手底下有一个兵吗？对哦，皇兄，臣弟的兵呢？谢长夜，你需要多少士兵？需要哪些人作为副将？难道你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要臣弟自己决定吗？臣弟知道了，士兵嘛，自然是越多越好。至于副将，臣弟对军营中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就请皇兄帮忙选吧。最好是年轻一些的，性格好，喜欢笑的，实在不行的话，长得好看的也行。年轻，性格好，喜欢笑，长得好看。谢长夜这是在选副将，还是在挑男宠？皇兄，有合适的人选吗？没有。没有，臣弟这条件也不苛刻呀。你是去剿匪，不是去游玩。谢长夜，剿匪失败可是要受罚的，挑一堆绣花枕头有什么用？怎么就绣花枕头了？如果好看的都是绣花枕头的话，谢无义只怕是整个天圣国最大的绣花枕头了。转眼到了谢长夜出发剿匪的日子，谢长夜笑着挥手告别。谢无义看着下面的谢长夜，没来由的有些心慌，越发有些懊恼，自
自己为何要一时冲动派谢长业前往剿匪。朕等你回来。皇上，您来了就太好了，七王爷被土匪给抓上山了。到了幽翠山，谢长业致擒了土匪的首领和部分土匪。七王爷，您这招实在是太妙了。现在他们的首领已经落在了我们手里，攻破山寨只是时间问题。呸！无耻小淫，竟言算计我们！放肆，敢对七王爷不敬，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什么七王爷，也不过就是朝廷的走狗罢了。你叫什么名字？呸！爷的名字也是你能够随便打听的吗？好大的脾气啊！不说算了，李勇，把人带下去好好看住了，明天带着他们去山脚下叫阵。是，王爷。匪首被带了下去，只是谢长业和李勇都没有注意到，刚才他摔倒在地之时，顺便捡起了一块尖锐的小石头。入夜，谢长业睡不着，在营帐外散步，突然听到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扭头一看，竟然是匪首和他的一个手下。谢长业迅速藏到了旁边的树后面。大哥，我白天已经留意过了，那个王爷就在这个营帐之中抓了他。这些朝廷的兵马自然不敢拿我们怎么样，还要乖乖放了我们的兄弟。我在这守着，你进去把人给抓出来。是。人呢？大哥，里面没人。动静已经吸引了周围巡逻的士兵，脚步声和铠甲声逐渐靠近。躲起来！一时之间，匪首和谢长业大眼瞪小眼。谢长业只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那啥，你们赏月吗？你们赶紧放开七王爷！想要我们放人不是不行，拿我们的兄弟来换。土匪大哥，专业一点，掐死了你可就没有人质了。少废话，赶紧让他们把我的兄弟给放了，否则我立刻杀了你。李副将，你也听到了。李勇脸色铁青，立刻让人将那些土匪给带了过来。你的兄弟都已经在这，赶紧把七王爷给放了。少废话，你们先把我的兄弟给放了。这就不公平了，要放就一起放，否则本王怎么能够确定你会不会反悔？七王爷是吧？你现在小命都在爷手里面捏着呢，可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说着，匪首手中又加重了几分力道。李勇担心出事，连忙下令将人给放了。人已经都放了，你还不赶紧放了七王爷？大哥，不能放，有这个七王爷在手，才可以防止他们攻打我们山寨。给你们2天的时间，带着所有的人马离开幽翠山，否则就等着给这位七王爷收尸。你们竟然出尔反尔，无耻小言！快放了王爷！别过来，否则现在就杀了你们王爷。最后，他们眼睁睁看着谢长业被人带走。李副将，快1天了，王爷在山寨里面会不会出什么事情？林公公，你先别着急，既然他们想要用王爷威胁我们，想来应该暂时不会对王爷做什么。就算他们暂时不敢嘎了王爷，但保不齐不会对王爷动手。再拖下去的话，王爷肯定要吃更多的苦。李副将，你还是赶紧下令撤兵吧，也好早点把王爷换回来。林公公，如果贸然撤兵的话，就是违抗军令，实在是……难道王爷的性命还没有军令重要吗？你要眼睁睁的看着王爷被那些土匪给嘎了，根本不打算撤兵。当然不是，只是也许不用撤兵，也能够想办法救出王爷。放屁！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咱家告诉你，如果王爷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让你偿命。林公公，你不要误会，末将不是不救七王爷。突然有士兵来报信，说是有援军到了。李勇一愣，不知道哪里来的援军，结果出去一看，瞬间大惊失色。末将见过皇上。七王爷呢？赶紧让他出来。原本他只是想要派人查看一下谢长业这边的消息，可后来心里面实在是放心不下，便亲自过来。皇上，您来了就太好了，七王爷被土匪给抓上山了。你说什么？听李勇和小林子汇报完整件事情的经过，谢无义的脸色已然是一片铁青。皇上，王爷现在还在土匪的山寨里面，生死未卜，求您救救王爷。人自然要救。皇上，那是否要立刻按照土匪们要求的撤兵？吩咐所有士兵整理东西，准备撤兵，先安抚住山上的土匪。皇上，如果撤了兵，他们却出尔反尔，不肯放了七王爷，该怎么办？只等他们放人，自然不行，必须要想办法进入山寨，把人给救出来。入夜，谢无义让李勇带着士兵藏在半山腰的位置，等待命令，自己则是带着随风从幽翠山侧面陡峭的山崖攀岩而上。只不过此刻山寨之中却是热闹非凡，原本应该被关着的谢长业却和土匪们坐在一桌喝酒吃肉，好不热闹。七王爷，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个朝廷的狗官，可没想到你竟然能够不惜违抗剿匪的命令，也要带兵去救受灾的村民。别的不说，我敬你是条汉子。原来谢长业在来幽翠山的途中遇到村子受灾，顺道救了个灾，而几个土匪娘子的老家也都在受灾的村子里面。他们刚好回来，就说了谢长业派兵赈灾的事情。过奖过奖，本王也只是不想看到百姓受苦。七王爷不必谦虚，我原本也是那村子里面的，虽然现在已经没了家人，不过还是要替村民们谢谢七王爷。不客气。不过你们既然家在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要跑到这幽翠山来当土匪呢？其实我们好多人之前是打算去参军的，谁能想到这世道不行了，参个军还能遇到有好处的，最后一气之下就当了土匪。不过就算要当土匪，也要离得远一些，总不能让熟人知道我们当土匪了吧？说起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好大哥，大哥还给我们娶媳妇，在这山上，我们也都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好大哥，土匪大哥，说起来他们的名字我都知道了，你叫什么名字？名字就是个代号，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行，既然都认识了，怎么能不知道名字呢？本王先说，我叫谢长业。好了，该你介绍自己了。我知道大哥他叫……闭嘴，不用你说。嗨，我叫上官玉莲。你说你叫什么？大哥叫玉莲，莲花的莲。玉莲，哈哈哈哈！玉莲，笑死我了！玉莲啊，你为啥不改个名啊？哪有土匪头子叫玉莲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咋能够随便改？好，好，不改，这名字好听得很，不改。哈哈哈哈！太搞笑了。不许笑，你别忘了，你还是银子呢。哈哈哈哈！好，本王不笑。其实本王觉得你们人也挺好的，尤其是今天到了这山寨之后，发现你们过得就和普通村民也没什么区别。本王现在一点都不想剿灭你们了。齐王爷可要说话算话，不如齐王爷你来当二当家，有王爷给我们当二当家，看谁以后还敢剿灭我们。其他喝高了的土匪也一个劲地喊着二当家。好，二当家，以后二当家带着你们发财致富，走上人生巅峰。叫好声阵阵，气氛热闹的如同过年一般，看得藏在暗处的谢无义彻底黑了脸。他不顾危险从悬崖上爬上来救人，可谢长夜倒是在这里玩得痛快。皇上，看来是我们多虑了。七王爷这才一天就变成了二当家，这要是多待上几天，是不是以后幽翠山的土匪头子就换成七王爷了？快来看，这个王爷真大胆，好好的王爷不当，跑去当山寨的二当家，还说要把皇上抢来当压寨夫人。喝高了的谢长夜被人带到房间休息，门突然被人推开。咦，皇兄，怎么是你啊？皇兄，你也是来喝酒的吗？谢长夜，你可是七王爷，喝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瞎说，我是二当家，不是什么七王爷。你还真想留在这山寨当二当家了？当然，我要把这山寨发扬光大，嘿嘿，然后再抢个英俊貌美的压寨夫人回来。谢长夜，你还真是出息了。我一直就很出息。皇兄，你长得真好看，给我当压寨夫人怎么样？谢长夜，不要再胡闹。没有胡闹。谢长夜，你睫毛真长，你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睫毛啊？谢无义喉结滚动了一下，目光有些无法挪开。谢长夜，别胡闹了，否则别怪朕不客气。皇兄，你又吓唬我，你老是吓唬人。因着醉意，这明明带着几分恼火的嗔怪，说出之时却仿佛变成了撒娇般的娇嗔。谢无义的理智终于崩塌，低头吻上了谢长夜。看着怀里的人，谢无义笑得无奈又轻松。既然放不下，那索性便接受吧。是男子如何？只要是谢长夜，我也认了。翌日，谢长夜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营帐里。小林子，我嘴唇怎么肿了？王爷，小林子，我怎么回来了？您不记得了，是皇上把您救回来的。皇兄，你的意思是皇兄来了？谢无义进来，一眼就看到了谢长夜有些发肿的嘴唇。醒了。皇兄，您什么时候来的？你不记得了？可能是陈弟喝太多了，喝断片了。听到谢长夜这么说，谢无义心头暗暗松了口气，可同时又有些无奈。自己纠结了一晚上，想着谢长夜醒过来之后该怎么同他说昨晚的吻，可是他倒好，什么都不记得了。皇兄，昨晚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有，朕昨晚攻上了山，就带你回来了。攻上山？皇兄，您的意思是说幽翠山已经被攻破了？是的，王爷，所有的土匪都被抓住了，那些土匪也是早死，一个一个喝得烂醉。现在主要的头目已经全部被抓了下来，咱们的人也把整个山寨给控制住了。皇兄，那您是昨天人攻破了山寨，然后找到了陈弟吗？怎么，你做什么亏心事了？瞧谢长夜这模样，应该是没忘了二当家的事情。哪有，陈弟只是觉得皇兄着实厉害，这么轻易就攻破了山寨。何止啊，王爷，您有所不知，皇上担心您的安危，是先从悬崖攀崖而上，救了王爷，然后再里应外合，攻破了山寨。从悬崖攀岩而上？谢长夜惊讶地看着谢无义，那实在是太危险了。皇兄，你吞吞吐吐的想说什么？陈弟是想说多谢皇兄，虽然陈弟知道皇兄肯定是为了剿匪，救陈弟只是顺便，但还是多谢皇兄。正等着谢长夜夸奖的谢无义脸色一僵，攻破山寨罢了。如果不是为了谢长夜，他又何必这么冒险？不过谢无义最后还是将解释的话给咽了下去。算了，来日方长。听小林子说谢长夜被匪首掐了脖子，谢无义一看，果然谢长夜的脖梗都青子了。皇兄真的不用上药了，陈弟脖子没事。青子都还未消，怎么可能没事？皇兄，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你自己上药不方便，朕给你上药，疼吗？
皇兄，臣弟没事。太诡异了，以前谢无义就算会给我上药，都会一脸嫌弃的说我无用，现在这温柔的语气到底是什么鬼？皇兄，您没事吧？您不会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吧？下次再敢胡说八道，朕一定让你好看。不对劲，一定不对劲。皇兄，您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比如撞到了脑袋，吃错了药之类的。谢长夜，看来朕就不应该对你好。这才对嘛，皇兄，您一脸嫌弃的看着臣弟发脾气，这才正常。难道之前我对谢长夜态度真的都特别差吗？回到自己的营帐，谢无义看着自己的手指出神，指尖似乎还带着几分滑腻的触感。皇上，何事？皇上，幽翠山的事情，李副将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所以想要问一问，我们何时返回皇城？若是都安排好了，明日动身。还有幽翠山上的那些妇人和孩子，也要安顿妥当。是。朕问你，你觉得朕平日里面对谢长夜如何？皇上对七王爷自然是极好的。那朕对谢长夜的态度呢？实话实说。皇上，您对七王爷自然是极好的，就是有时候态度严厉了些，可是归根究底也是为了七王爷好啊。所以连你也觉得朕对谢长夜的态度不够好？爷，皇上，还有谁也这么说了吗？谢长夜，你觉得朕怎么对待谢长夜才能够让他觉得朕的态度好？乖乖，皇上是在向我讨教怎么讨好七王爷吗？皇上，其实人都喜欢听好话，皇上您可以多夸奖夸奖七王爷。夸奖？没错，比如七王爷如果换了一件新衣，不管好不好看，您就夸他穿新衣服好看；如果七王爷做了一些事情，不管做得好不好，您也都要夸他。这样一来，七王爷自然就会觉得您心里面特别欣赏他，从而也愿意多和皇上您亲近。就这么简单？是，就这么简单。虽然七王爷不是女子，但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您表达出您对他的喜欢，七王爷心里面一定会高兴的。好，那就按照你。谁告诉你朕喜欢谢长夜的？皇上，属下就是胡说的，一时失言。完了，我会不会被杀人灭口啊？朕的确喜欢谢长夜。什么？皇上，你说的没错，朕的确喜欢谢长夜，没什么好否认的。皇上放心，属下绝对不会对他人胡言。堂堂95之尊，竟然亲口承认喜欢一个男子，看来皇上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加喜欢七王爷。以后得罪谁都绝对不能够得罪七王爷，要不然七王爷给皇上吹枕边风，我就完了。快来看，堂堂95之尊居然喜欢男人，还偷亲了他。然而他喜欢的人却说喜欢别国皇子。臣弟的心里面还是很喜欢沈皇子，而且只喜欢他一个人。翌日，大家开始收拾行装。谢长夜刚走出营帐，和小林子撞了个满怀。王爷，您没事吧？都怪奴才不小心，奴才给您拿干净的衣袍。算了，不是正在收拾东西吗？待会可能也要弄脏，等收拾完了再换吧。刚好谢无义来看谢长夜，见过皇兄。不必多礼。谢长夜今日穿的衣袍和昨日不同，应该可以夸奖一番。只不过他衣袍上面看起来黏糊糊的水渍是什么？算了，随风说不管好不好看都要夸奖。今日你这衣袍不错。皇兄，你喜欢这衣服？不是，朕的意思是这衣袍穿在你身上和你甚是相配。谢长夜低头看着衣服上的污渍，黑了脸色。谢无义这是在变着法的讽刺我的衣服不干净。我很适合穿脏衣服吗？怎么了？你觉得朕说的不对吗？没有，皇兄说的都对。那你应该明白朕的意思。明白。臣弟这就进去换一身干净衣服。直接说我这个样子不得体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反讽我？换完衣服，谢长夜帮着一起拆营帐，1下、2下、3下，可仍旧纹丝不动。感受到周围士兵投来的目光，谢长夜脸色开始发红，卯足了劲才终于拔出来了一个，然而用力过猛，整个人踉跄了几下。幸好谢无义及时扶住了他。做得不错，很厉害。谢无义今天是打算把反讽进行到底了吗？先是衣服，现在这又嘲笑我拔不出钉子，简直可恶！皇兄，你这么厉害，你来拔吧。朕刚才是在夸奖你。呵，那就多谢皇兄的夸奖了。臣弟这也是在夸奖皇兄呢。皇兄这么厉害，难道不应该出一份力吗？谢无义皱了皱眉，走上前，只见他脚尖一提，轻松解决。好了，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太过分了。皇兄真厉害。谢长夜，朕刚才是在夸你。我知道呀，皇兄你已经说过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全家。谢长夜，有你这么对朕说话的吗？你不是觉得朕对你的态度不够好吗？现在朕已经夸奖你了，难道不算态度变好了？你这是夸奖吗？这分明就是讽刺。那么多士兵看着呢，臣弟拔不出来，你随便一踢就解决了，这根本就是把我的面子踩在地上碾压。谢无义这才反应了过来，刚才一心只想着怎么夸奖谢长夜，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不过看着谢长夜气鼓鼓的样子，谢无义心头又忍不住有些发笑。好了，刚才是朕一时未曾注意许多，朕同你道个歉，可以吗？那皇兄你保证不再当着这些士兵的面故意落臣弟的面子？朕何时落过你的面子？哼，皇兄就说答不答应吧。朕答应，
行了吗？这还差不多。那刚才的事情就算了。好，所有的一切已经收拾妥当，谢长业他们也动身回到了皇城。皇兄，前面就是路口了，臣弟先下车回七王府了。回皇宫，这段时间你都住在飞羽轩。谢长业这小没良心的，如果放他回了七王府的话，只怕没事，绝对不会入宫。皇兄，臣弟还是住在七王府吧。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让人传召，臣弟马上就到。你若是想回七王府也不是不行，只是朕听说那位段小姐好像已经在七王府外面守着了，就等你回去好和你成亲。真的假的？想知道真的假的，你回去看看便是。不过说起来，如果段清霜真的那么想要嫁给你的话，朕倒是也的确该考虑考虑给你们二人赐婚。不行，绝对不行。皇兄，还是按您说的去皇宫吧。好。因为剿匪有功，还有及时抢救灾民一事，谢长业得了不少赏赐。谢无义还把皇城军备所也交给了谢长业掌管。这日，谢长业又帮着谢无义处理奏折，可没一会他又开始犯困。看着睡着的谢长业，谢无义嘴角忍不住勾起。他走上前，在谢长业的侧脸轻轻落下一吻，觉得不够，又轻啄了一下谢长业的嘴角，然后才心满意足地走回。只是他没注意到，在他转身的时候，原本睡着的人睁开了眼。半个时辰后，假装睡醒的谢长业拒绝了和谢无义一起用膳，出了御书房，他撒丫子狂奔回了飞羽轩。天啊！刚才在御书房中，谢无义亲了我，还亲了2下。难道谢无义被我带成了个断袖，而且还喜欢上了我？可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啊！欺君大罪加上欺骗了皇帝的感情，肯定会嘎得很惨。不行，为了小命，我一定要让谢无义死心。翌日，谢长业招摇过市去了梧桐院，还没进门就大声喊着：“沈皇子，好久不见，本王可想死你了。”七王爷今日这般热情，看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在下帮忙了。瞧沈皇子这话说的，本王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思念你。是吗？那还真是在下的荣幸。七王爷剿匪有功，又接手了军备所，想来现在应该正是风头强劲，还能够有时间来探望在下，着实让在下受宠若惊。别提了，早知道军备所统领要日日上早朝，本王一定不会接受。那七王爷今日这是来找你喝茶，沈皇子应该不介意，接下来本王经常来叨扰吧？不介意，反正在下也无聊的紧，七王爷想来就来。好嘞，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接下来几天，谢长业下了早朝就直奔梧桐院喝茶、闲聊、赏景、下棋，一直待到晚上才离开。当随风再次禀报谢长业又去了梧桐院时，谢无义终于坐不住了。谢长业是把梧桐院当成了他的飞羽轩吗？日日和沈知渊厮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皇上，也许七王爷只是觉得在宫中无聊，皇上您又忙于政务，所以就找个玩伴。你真的是这么觉得的？皇上，属下。毕竟之前七王爷亲口说喜欢的人是沈皇子，这几天七王爷又疯狂的亲近沈皇子，难道说七王爷实在按耐不住心头的喜欢，决定勇敢冲破2人身份的隔阂，要勇敢追求真爱了？去把谢长业给朕找过来。是。皇兄，您让臣弟过来，有什么事吗？谢长业，你还敢问朕，你刚才从哪里过来的？梧桐院啊，臣弟正在和沈皇子下棋，才下到一半就被叫过来了。你有什么事情赶紧说，沈皇子那边还在等着臣弟回去呢。谢长业，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之前口口声声说过会和沈知渊保持距离，难道都忘干净了吗？皇兄，臣弟是说过，不过还请皇兄见谅。虽然过了这么久，可是臣弟的心里面还是很喜欢沈皇子，而且只喜欢他一个人，臣弟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谢长业，朕给你一次机会，把刚才的话收回去。皇兄，臣弟做不到。谢长业，你真的就这么喜欢沈知渊？如果谢长业真的喜欢沈知渊到了这般地步，那我这段时间又算什么？一个自作多情的大笑话吗？是。原来在谢长业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我的位置。皇兄，臣弟。够了，你走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情和朕没有关系。不过朕还是要提醒你，沈知渊始终是东阳国之子，朕不想再关心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但是如果闹出一些其他事情的话，也别怪朕不客气。是，臣弟明白。那臣弟就先告退了。谢无义没有再开口，但放在龙案之上的手早已经紧紧握拳。皇上，您刚才为什么不直接说出心意呢？说什么？既然他的心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朕，那朕又何必强求？这样也好，放下谢长业，我就不用因为断袖之癖而觉得苦恼了。皇上，七王爷他要和沈皇子私奔了。接下来几天，谢无义都没有再关注谢长业，早朝上也不再看谢长业的方向。然而最近谢长业和沈知渊2个人接触过密，宫中渐渐传出了2个人已经暗中结盟，甚至还有人说谢长业意图谋反。王爷，最近流言纷纷，要不您还是减少一些和沈皇子的接触吧。正因为流言纷纷，所以才不能够刻意避开，否则岂不是会越发显得本王心虚？王爷，这些私下里面的流言倒也没什么，可是您还和沈皇子这般接触，万一皇上那边也起了误会怎么办？皇兄那边不会误会的。话也不能说的太绝对，
今日已经约好，也不好临时反悔。之后我就跟沈池渊保持距离。在下还以为七王爷今日不会过来了呢。既然约好的，本王自然不能失信。尝尝上好的美酒。然而看到突然出现的谢无义，沈池渊突然顿住了。皇兄，好巧啊！看着他们俩，谢无义只觉得心头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着。他原本以为他可以做到，可看到他俩在一起，他心里面竟然这般的难受，甚至隐隐冒出一个念头，他想将谢长业抓起来，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看着谢无义骇人的目光，谢长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老天爷，不会被小林子那张乌鸦嘴给说中了？谢无义真的怀疑我和沈池渊密谋吧？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谢无义才压下了心头的疯狂念头，克制地看了谢长业一眼，转身离开。刚才谢无义那眼神是想要杀了我，然后又努力克制住了吗？回到飞羽轩，谢长业越想越觉得不安，最后做出一个决定。告老还乡，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皇兄，臣弟并不是在胡闹，告老还乡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谢长业，你告诉朕，你哪里老？你又要还哪个乡？皇兄，臣弟虽然年纪不够，但是告老还乡看的应该是心。臣弟现在只有一个归隐田园的心，至于归于何处，臣弟已经想过了，回沈家救急。沈家救急？谢长业这是想要彻底消失在朕眼前。就算他真的丝毫都不在意朕，那沈池渊呢？呵，我怎么忘了？沈家救急靠近东阳国边关，有朝一日沈池渊归国，他们离得就近了。还望皇兄成。你做梦！谢长业，收回你的告老还乡，没有朕的允许，你不许踏出皇城一步。皇兄，您散朝。入夜，谢长业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难道说谢无义爱而不得，因爱生恨，对我起了杀心，所以将我软禁起来？不行，我要逃跑！翌日，谢长业将值钱的玉佩和银票都带在了身上。七王爷这是在玩什么？你这是要做什么？出宫，刚好遇见了，本王就同沈皇子道个别。你这是要偷跑？为何？我现在严重怀疑谢无义要弄死我，出宫也是为了保住小命。你就这么出宫？那出宫之后怎么办？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看看形势再说。你带了多少银子？银票和玉佩加在一起几千两吧。几千两够做什么？既然相识一场，那在下就送七王爷一些盘缠。真的？你先在这等等，我回一趟梧桐院，很快过来。路过的随风恰好看到了这一幕，只不过两个人声音较低，隐隐约约听不真切。最后随风断章取义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七王爷和沈皇子要私奔。皇上，七王爷，够了，朕要处理政务，没兴趣听谢长业的消息。可是皇上，七王爷他要和沈皇子私奔了。你说什么？皇上，千真万确，七王爷现在就在御花园中，等沈皇子拿好盘缠，两个人就要私奔了。传令御林军包围御花园。拿着吧，就当是临别礼物。多谢沈皇子，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本王一定会还给你。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与七王爷在东阳国继续把酒言欢。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皇兄，你……谢长业，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皇兄，你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谢长业，你还想如何狡辩？沈皇子，既然你身为质子，还是不要随意走动为好。来人，将沈皇子送回梧桐院。从今日开始，没有朕的命令，梧桐院中的任何人不许踏出一步。皇兄，沈皇子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都是臣弟一个人所为。闭嘴！沈池渊被人押了回去，谢长业也被谢无义拎走了。谢无义将谢长业抵在了软榻上。皇兄，你……谢无义，你干什么？你不是喜欢男人吗？朕可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谢长业，朕输了，朕没有办法不在意你，更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你和别人在一起，所以这段羞耻癖朕认了。但是你记住了，朕不管你之前喜欢谁，之后都只能待在朕的身边，你喜欢的人也只能是朕。皇兄，您冷静一点，您可是皇帝啊，怎么能够有断袖之癖呢？一定是您弄错了，您冷静冷静，千万不要冲动。谢长业，朕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皇兄，您再好好想想啊，我们可都是男子，难道您真的能够接受两个男人做亲密之举吗？朕能，朕现在就向你证明。不要，臣弟信了，臣弟信了。那你是怎么想的？臣弟。谢长业，朕不想逼你，可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非要沈池渊的话，朕也不介意先强要了你，再嘎了沈池渊，然后将你一辈子困在这七龙殿。有没有可能谢无义是来了院士？谢长业，朕不想逼你，可是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非要沈池渊的话，朕也不介意先强要了你，再嘎了沈池渊，然后将你一辈子困在这七龙殿。皇兄，您只是在开玩笑，吓唬臣弟吧？你大可以试一试。皇兄，臣弟胆子小，你能不能不要吓我？我们有话好好说。今日如果不是朕去的及时，你都已经跟沈池渊私奔了，你要朕如何同你好好说？私奔？谁说我是要私奔了？那你打扮成这个样子，而且还和沈池渊偷偷摸摸在御花园中，是为什么？靠，简直就是荒谬！臣弟打扮成这个样子，的确是想要偷偷出宫，
但根本就不是想要私奔，而且沈池渊他也只是来给我送银票的，根本就没有要和我一起离开。好端端的，你为何要偷偷出宫？还不是怕皇兄你要嘎了陈帝吗？朕何时说过要嘎你？皇兄，你真的没有动过嘎了陈帝的念头？从未。那你之前对陈帝一脸冷漠，目光还格外冷冽骇人，仿佛要将我给生吞活剥了一般，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朕不愿意见到你和沈池渊在一起。吃醋？那您不允许陈帝告老还乡？自然是因为朕不希望你离开。谢长夜，你就因为这些觉得朕要嘎了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皇兄你是信了谋反的流言蜚语，想要嘎了我。谢无义刚才还满是恼火的心头，现在突然有些哭笑不得。谢长夜，朕从未怀疑过你，那些流言蜚语，朕也从未放在心上过。那你怎么不早说？这几天吓死我了，吓得我好几天没吃好，也没睡好。好了，朕不会嘎了你。大男人哭成这般，成何体统？那皇兄是不是可以保证以后都不会尬了陈帝？看你表现，如果你要是敢真的和人的私奔的话，朕就算不砍了你的脑袋，也要打断你的腿，让你哪里也去不了。皇兄，既然是误会的话，那沈池渊，你想要替他求情？不是，只是这件事情的确是误会，而且沈池渊又是东阳之子，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传出去的话，对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朕自然有无数种办法让他洗得悄无声息，而且不和天圣国扯上一点关系。皇兄，不用这么狠吧？对待情敌，朕为何要手软？皇兄，其实陈帝只是把沈皇子当成朋友。哼，为了不让朕打他，你倒否认得快。真的，陈帝可以对天发誓。其实之前我说喜欢沈池渊，还和他整天待在一起，都是故意的，为的就是让皇兄相信我喜欢的人是沈池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皇兄，陈帝之所以这么做，还是为了保命。毕竟陈帝断袖之癖，而且之前还不小心亲了皇兄。陈帝害怕皇兄误会陈帝觊觎你，恼怒之下砍了陈帝的脑袋，所以才装出有心上人的样子，好让皇兄放心。谢长夜，在你的心里面，朕难道就是个动不动就要砍你脑袋的暴君？不是，不过皇兄的确动不动就训斥，还有吓唬陈帝。谢长夜，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不喜欢沈池渊？真的，陈帝只是把他当朋友。谢长夜，从今天开始，朕任由你觊觎。皇兄，那啥，既然都解释清楚了，梧桐院那边是不是可以放了？如果因此连累了沈皇子，陈帝真的会很愧疚。朕可以撤了梧桐院的包围，不过这一切误会归根究底是因你而起。这几日因为你，朕的日子也不好过，你是不是该补偿朕？皇兄，如果不补偿一下朕，朕心头火气难消。别说是沈池渊，就是你，朕未必能放过。还是说，你想要让朕自己主动索要补偿？算了，反正都亲过了，这是补偿。皇兄，既然都说清楚了，陈帝就先回去了。谢长夜离开后，谢无义打算去御书房，目光却无意中扫到了榻上的一块暗红。这是血迹？难道谢长夜受伤了？谢无义急匆匆地赶去了飞羽轩。飞羽轩这边，谢长夜因月事来了，小腹坠痛，躺在床上睡着了。他梦到自己被谢无义扒了衣服，揭开了女儿身，最后谢无义大怒，要嘎了自己。谢无义一进来就看到谢长夜，紧皱着眉头，脸色惨白，担心他受伤，正准备解谢长夜的衣袍。谢长夜猛地睁开眼，看着正在解自己腰带的谢无义，吓得直接一脚踹开了谢无义。谢长夜，你干什么？你居然趁我睡着扒我衣服，实在是太过分了。谢长夜，朕是见到软榻上有血迹，担心你受伤了，所以来看看。可恶，在谢长夜心里面，我就如此急色和无耻。就算我真的想要了谢长夜，也没有必要趁着他睡着的时候。你哪里受伤了？让朕看看。不用了，陈帝没有受伤。脸上这般难看，还说没有受伤？你放心，朕保证不会对你做什么，只是看看伤口。陈帝真的没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朕？当然没有了，陈帝只是觉得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早晚也是要脱的。皇兄，你还真是。真是什么？谢长夜，朕已经将话给说清楚了，现在不过是念在你胆小，给你一个适应的时间罢了。难不成你还想要拒绝朕？皇兄，您这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好了，赶紧让朕看一看你的伤口。难道你非要让朕亲自动手扒了你是吗？不是，陈帝只是一点小伤，已经上过药了，就不用再看了。伤在了何处？伤在屁股上。那处怎么会受伤？沐浴的时候不小心摔的，刚好滑到了浴桶旁边的铁片。这般莽撞，活该。皇兄，陈帝的屁股疼得厉害，想要休息，皇兄您就先回去吧。伤得这般严重，朕看看。不用。谢长夜，早晚。反正现在不行，皇兄要是真的为陈帝好，现在就出去，陈帝睡一觉就行了。好，朕不强迫你，你好好休息，朕待会让人给你送一些上好的金疮药。多谢皇兄，恭送皇兄。随风，你马上送金疮药到飞羽轩。皇上，姬王爷是受伤了吗？送最好的药过去，然后将飞羽轩的工人带来，朕要问话。是。
小林子不在，随风将飞羽轩其他工人带了过来。朕问你们，七王爷这几日可有受伤？确定？回禀皇上，确实没有。虽然说王爷他平日里面都不要我们进前服侍，可是如果王爷真的受伤了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知道的。不要你们进前服侍，那小林子呢？小林子公公出宫了，那2日都不在。谢无义皱紧眉头，看见一个宫女脸色惨白，额头上甚至还冒出了密密的汗珠，和谢长夜的症状有些相似。你怎么了？回禀皇上，奴婢是来了月事。月事？谢无义一愣，突然又想到了榻上的血迹，心头曾经出现过的猜想又再次涌了上来。若是女子来了月事，会如何？回禀皇上，女子来了月事，如果是体寒者，会腹痛、腰酸，特别畏寒。几个宫女太监退下后，谢无义思索着谢长夜今日的反应，有没有可能谢无义是来了月事？心头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最后，谢无义又去了飞羽轩。谢长夜，你的心什么时候才能交给朕？皇兄，您怎么又来了？朕还是放心不下你的伤口，给朕看一看。皇兄，真的不用了，臣弟伤口没事的。既然没事，为何不能让朕看看？不行，难不成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朕？否则为何不能让朕看一看伤口？皇兄，臣弟的伤处实在是不便让您看。谢长夜，朕今日已经将话同你说清楚，早晚我们会坦诚相见。现在看看伤口也无碍，再不松开的话，就别怪朕用强了。皇兄，你一定要看吗？是。好吧，皇兄既然要看，那臣弟也不能拒绝。不过，皇兄就别打着关心臣弟伤口的幌子了。你想做什么，臣弟心里面清楚。朕想做什么？皇兄不过就是想要强上了臣弟，何必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还关心臣弟的伤口，简直就是笑话。朕何时要强要你了？不然皇兄现在过来做什么？说到底，皇兄想要做什么，臣弟自然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既然要做，皇兄就不要打着什么关心臣弟的伤口的幌子。还有，以后皇兄也不要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臣弟，不过是看上了臣弟的身子罢了。说什么喜欢，可笑。谢长夜神情里面满满的都是嘲弄和冷漠，看得谢无义顿时心头一紧。谢长夜，朕如果真的想要强迫你的话，何必等到现在？朕说喜欢你，也绝对不是骗你。那皇兄现在在做什么？一口一个用强，这就是皇兄的喜欢。好了，皇兄想做什么就做吧，做完了赶紧离开，臣弟还想要休息。谢长夜再赌谢无义真的在意他的想法。最终，谢无义替谢长夜重新盖好了被子，他不敢冒这个险，他怕谢长夜恨他。谢长夜暗暗松了一口气。皇兄这是不要了？朕不会强迫你，谢长夜，朕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朕不想强迫你，朕会等着你主动接受朕。皇兄，你既然不舒服，就睡吧，等你睡着了，朕就走。放心，朕不会趁你睡着偷偷你一泡。谢长夜没办法，只能装睡，可一闭眼就开始胡思乱想。有一说一，谢无义真的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象，身份尊贵，容貌绝色，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脾气不太好，但是最后都能够包容我。但如果我的身份暴露了的话，那可能就是洗罪。而且谢无义虽然现在还没有娶后丽妃，但扩充后宫也是早晚的事情。就算谢无义不想，可那些朝臣们隔三差五的就上书，时间久了，只怕就算是谢无义也招架不住。不过现在谢无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断袖，日后会不会娶南妃？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谢无义确定谢长夜已经睡熟了。如果真的想要查探谢长夜的身份，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可谢无义还是放弃了。罢了，想要知道谢长夜到底是不是女子，也还有其他的办法。要是被他发现了的话，只怕按照谢长夜小心眼的程度，能够一直气愤朕。你就是一个小心眼的家伙。这日，谢无义和谢长夜来酒楼吃饭。你好像对这酒楼倒是颇为熟悉。那当然了，光是和皇兄安排的那些官家小姐相看，这酒楼臣弟就来过3、4次。皇兄，其实臣弟除了这张脸之外也没什么优点，而天底下好看的男子那么多，如果皇兄有需要的话，臣弟一定为你好好物色一下。谢长夜，你是想要告诉朕不要打你的主意？臣弟不是这个意思，臣弟只是觉得皇兄可以再挑挑。谢长夜，你可曾想过，若是朕真的挑中了别人，是否还会有人为你撑腰，还会有人容你放肆？谢长夜，你的心什么时候才能交给朕？四目相对，明明是肉麻的询问，可是配上谢无义那张绝美无双的脸，却显得有些格外动人。谢长夜心跳突然快了些，空气中似乎也开始弥漫出几分暧昧的意味。七王爷，您是不是在里面？我是段清霜啊，臣女见过皇上。段小姐有事？臣女听说七王爷来了这酒楼，所以特意来问安。自从七王爷出发剿匪，臣女一直很是担心，幸好七王爷平安归来，还立下了大功，恭喜七王爷。谢长夜心头无奈，没想到段清霜竟然还没有放弃。不过
他也不好服了段清霜的面子。多谢段小姐关心。因为段清霜的突然出现，原本2个人的用膳成功的变成了3个人。一顿午膳下来，谢无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而段清霜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喜欢蒙蔽了双眼，根本没有注意到谢无义的神情，只是含羞带怯的偷瞄着谢长夜。谢长夜虽然注意到了，但也不太好说破，只能是硬着头皮当作没有看到谢无义那死盯着自己的目光。陈弟看皇兄中午都没怎么动筷子，这周围有几家还不错的点心铺子，要不让随风停下，陈弟去给皇兄买一些点心。哈，皇兄，您怎么了？真怎么了？你难道不清楚？谢长夜，你还真是够有本事的，男女都要招惹。冤枉啊！这位段小姐的事情，皇兄你又不是不知道，哪里是陈弟招惹的？陈弟只是之前帮了他一次而已。哈，那你还收人家的荷包？这不是怕他哭吗？不管怎么说，毕竟都是段丞相的妹妹，也不好太伤人家心。你对段清霜如此关心，不想她难过，都是因为段沐风。想起谢长夜之前说的喜欢段沐风那种类型的，谢无义顿时又黑了脸色。皇兄，陈弟真的只是把段丞相当成是朋友。那你喜欢的人是什么类型的？皇兄，陈弟喜欢您这个类型，可以了吗？不够真诚，再说一遍。陈弟最喜欢皇兄，皇兄是什么类型，陈弟就喜欢什么类型。这还差不多。皇兄，再捏的话就要捏变形了。变形了又如何？朕不嫌你。皇兄，陈弟不是故意的。谢无义倒没有生气，可看着谢长夜那紧张的模样，又起了捉弄的心思。谢长夜，你好大的胆子，现在都敢动手打朕了。陈弟真的不是有意的，谁让皇兄你捏我脸来着？大不了让皇兄你打回来。谢长夜猛然一愣，一股电流从指尖传来，一直传到心底，让他整个人身子发麻。皇兄，你下次要再敢胡乱动手，咬的可就不是手指了。然而，当谢无义目光落在了谢长夜的唇上，忍不住又亲了上去。过了许久，才松开了谢长夜，2个人都呼吸微乱，谢长夜的脸发红的厉害。怎么害羞了？皇兄，陈弟有个问题想问你。你问。皇兄，陈弟想知道你还有没有可能会喜欢女人？难道谢长夜仍旧不相信朕真的有断袖之癖，觉得朕不过是一时兴起，同他玩一玩，很快便会抛弃他？这家伙疑心重，又爱胡思乱想，还是说一些宽他心的话好了。朕自然是喜欢男子，不可能再喜欢女子了。真的一点都不可能吗？不可能。完了，谢无义只喜欢男人，要是哪天被他发现我是女子，欺君大罪加上欺骗皇帝感情，怎么想都不会洗得太痛快。正所谓困境之中出馊招，谢长夜在脑袋摇摇欲坠的紧张之中，想出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办法，给谢无义介绍美男子，让他移情别恋。快来看，这个王爷为了守住女儿身的秘密，居然要给皇上送美男。谢长夜说干就干，第2天就安排了2个俊俏的小太监去服侍谢无义。为何好好的突然换了服侍的人？启禀皇上，这都是七王爷安排的，据说是七王爷精心挑选，特意送来服侍皇上的。谢长夜送来的？难道是谢长夜特意挑选了2个机灵的人来照顾朕？皇上，如果您不习惯的话，奴才立刻换回原来的那些人。算了，既然是七王爷挑选的，就他们吧。是。好了，都退下吧，朕要歇息了。遵命。臣服带着他们退了下去。然而，有一个胆子大的小太监却偷偷又折了回去。皇上，奴才小昭子，七王爷特意交代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服侍皇上。谢无义皱了一下眉，心头涌上一抹怪异。不过想着是谢长夜送过来的人，倒也没有深究。朕知道了，退下吧。小昭子不愿意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皇上，不管您想要奴才怎么样都可以，七王爷也已经暗中提点过奴才们了。放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谢长夜提点了你们什么？皇上，奴才朕让你说，谢长夜都说了什么？小昭子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把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谢无义气得青筋暴起。好你个谢长夜，派别人来爬朕的床，还是小太监，这根本就是羞辱。皇兄，您怎么来了？谢长夜，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皇兄，是陈弟做错什么了吗？呵，你还有脸问朕？谢长夜，既然你这般为朕着想，甚至还特意挑选了貌美的小太监要送上朕的床，不如你自己来。你干什么？皇兄，你听陈弟解释。解释？你还想要解释什么？解释你是如何叮嘱他们朕有断袖之好，让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服侍朕，顺从朕的。皇兄，陈弟真的没有，陈弟真的是一片好心，想要找几个人服侍皇兄，让他们服侍到朕的床上。谢长夜，你还真是够好心的，你真的以为朕可以任由你折辱胡闹吗？皇兄，陈弟只是想着皇兄平日里面辛苦，所以找几个好看的小太监给皇兄养养眼。但是陈弟又害怕，万一皇兄真的看上了谁，对方不识抬举，惹恼了皇兄，所以才会悄悄提点2句，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陈弟保证。老天爷呀，到底是哪个混蛋玩意这般急不可耐的，想要爬上谢无义的床？这不是自己找喜不够，还想搭上我？朕看上了谁？谢长夜，你觉得除了你，朕会看上谁？且不说那些人不过是小太监，而且除了谢长夜，他根本就接受不了其他人。可是谢长夜，如果他真的在意朕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把别人往朕的床上送？说到底，在谢长业心里面还是不喜欢朕。什么最喜欢皇兄？皇兄是什么类型就喜欢什么类型，统统都是骗人的。谢长业，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朕？哪怕只有一点点。俊美无双的一张脸上露出先有的悲伤和脆弱，看得谢长业心头突然咯噔了一声。皇兄，我有没有喜欢过？朕只要你的答案，你大可以说实话，不管答案是什么，朕都不会怪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谢无义？谢长业他自己都不清楚。谢无义的确很好，尤其这段时间里对我的袒护和包容，可是这些始终是建立在我的隐瞒和欺骗之上的。如果有朝一日谢无义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这种喜欢和袒护难保不会变成更加强烈的怨恨和责怪。所以哪怕谢无义再好，我也不能动心。谢长业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看来终究还是不喜欢。明日你回七王府吧。不等谢长业说话，谢无义转身离开。谢无义离开后，谢长业却失眠了。可以出宫是他求之不得的，毕竟就不用再时时刻刻防备着谢无义突然扒了自己的衣服。可他心里面却总觉得很不是滋味，尤其是谢无义转身离开的那一幕，一直在脑海之中浮现。不行，不能再想了。第二日，谢长业起床之后，本来还犹豫着要不要再去见谢无义一趟，没想到臣服来了。启王爷，皇上吩咐了，您今日就可以出宫回到启王府。皇兄真的这么说？是，皇上还交代了，启王爷就不必去辞行了，自行出宫即可。好，本王知道了。御书房中，随风看着整整一个上午，还在盯着一本奏折的自家皇上，实在忍不住了。皇上，如果您真的这么不舍得七王爷的话，又何必要开口让他出宫呢？他的心不在朕的身上，将他人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也许让他继续留在宫中，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七王爷就能完全改变心意了。强迫来的顺从和听话，不是朕要的。皇上，不用再说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在朕面前提起谢长业。转眼到了狩猎的日子，谢长业对狩猎毫无兴趣，他想跟谢无义请辞，不参与狩猎，回七王府。谢无义刚好从另一边的营帐中走出来，感受到谢长业投来的目光，谢无义面色紧了紧，强迫自己不看他。这几日他没有再见谢长业，也不再听关于他的消息。见谢无义目不斜视，谢长业小心翼翼地换了一句：皇兄，我……然而谢无义没有停，径直离开。看着谢无义的背影，谢长业心头有些不是滋味。所以谢无义这是打算彻底将我当空气了。晚上，谢长业心情烦闷，爬到树上喝酒。虽说他的确希望能够和谢无义划清界限，这样就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可是现在谢无义真的不理他了，他心里面又有些说不出的难过和酸涩。直到他喝得晕乎乎的，谢长业摇摇晃晃地朝谢无义的营帐走去。七王爷，您这是？本王没事，本王找皇兄。王爷，皇上现在正在处理政务，不知道您有什么事情？随风虽然拦着谢长业，却故意提高了声音。本王没什么事情。算了，反正皇兄应该也不想看到本王。随风看了看没有丝毫动静的营帐，心头有些着急。皇上若是再不开口让人进去的话，七王爷就真的要走了。七王爷，您真的没什么事情吗？没事。谢长业摇头，眼前的画面也摇摇晃晃起来，手中的酒坛直接摔在了地上。七王爷小心。随风灵光一闪，又故意开口道：这碎片杀人，王爷小心。果然这话刚出口没多久，谢无义出现在了营帐门口。皇上，本就酒量不好，还要贪杯，像什么样子？你是皇兄？谢无义紧皱的眉宇间又透出了几分无奈。去让人准备一碗解酒汤。是。手这么冰，这么冷的天，还跑出去喝酒，朕看你就是自讨苦吃。皇兄，你这人真的太讨厌了。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朕？讨厌死了！谁让你不理我的？太讨厌了。谢无义原本因为一句讨厌而不断下沉，仿佛坠入冰冷湖水的一颗心突然又动了一下。你讨厌朕是因为朕不理你？是。你凭什么不理我？之前还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现在马上就不理我了，大骗子，讨厌鬼。谢长业，你也是有些喜欢朕的吧？不喜欢，最讨厌你了。说实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朕？不喜欢。你要砍我脑袋，我为什么要喜欢砍我脑袋的人？胡说八道，朕什么时候说过要砍你脑袋了？就是要砍我的脑袋，你现在不砍，以后也会砍的。我就想好好活着，你不要砍我脑袋。朕不会砍你脑袋的。骗子，骗子！你之前还说会对我好，现在还不是不理我了？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喜欢朕。谢长业，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些喜欢朕？不行，我不能喜欢你，会被砍脑袋的。谢长业，你听好了，朕不会砍你脑袋的。会的，你会的。其实我有一个大秘密，没有告诉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说，这辈子都不能跟你说。秘密？什么秘密？不能说。你悄悄说，朕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朕跟你保证。真的吗？真的。好吧，那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够跟别人说。谢长业，既然真的是个女子，皇兄，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够跟别人说哦。皇上，醒酒汤已经准备好了。看着自家皇上投过来的不善的目光，
随风心头一紧，属下该死。皇上，您继续。然而谢长业已经睡着了，秘密自然也听不着了。谢无义只能无奈地将人抱到了床榻上，但整个人的心情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第二天，谢长业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谢无义的营帐里，吓了一大跳。醒了，皇兄，我为什么会在您的营帐？这就要问你了。昨天晚上你喝醉了，非要跑到朕的营帐中，抱着朕就不撒手。皇兄，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朕何必要和你开玩笑？当时你抱着朕，委屈的都哭出来了，说是朕不理你，你特别难过，而且说到生气时还对朕动手动脚。皇兄，实在抱歉，臣弟知错了。臣弟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皇兄您千万别当真。不是都说酒后吐真言吗？你不希望朕不理你也没关系，反正昨晚你已经哄得朕答应与你和好了。我昨晚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基本上你都说了，包括你那个大秘密。大秘密？难道是指我的女子身份？老天爷，不会吧？难道我喝醉了真的自爆了马甲？皇兄，您说什么大秘密？臣弟怎么听不明白？还不说实话吗？你昨天晚上将所有的一切都说了，朕这是在给你开口解释的机会。皇兄是觉得臣弟的秘密需要解释，但是这件事情和皇兄也没什么关系，皇兄总不至于为了这个秘密而惩罚臣弟吧？你有事情隐瞒朕，朕为何不能惩罚你？听到这话，谢长业心底松了一口气，看来谢无义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否则他大可以直接治自己的欺君之罪。皇兄，臣弟哪里有什么秘密？昨天晚上是臣弟喝醉了，胡说八道。呵，朕倒觉得你满口谎话，也只有喝醉了才能说几句实话。见谢长业不想说，谢无义也不逼他，早晚他会让谢长业心甘情愿地告诉他。起来收拾一下，朕让人传早膳。皇兄，您不再不理我了吗？昨晚你都委屈成那般模样了，朕若是再不理你的话，只怕你不喝醉都能哭出来了。丢人，实在是太丢人了！我居然喝醉了还跑过来和人家和好。这日，谢长业刚出营帐，碰到了莫泽和韩军。韩军自之前种种之后，和谢长业之间的梁子自然是结大了。现在看到谢长业，便是忍不住的皱眉。七王爷难道不打算参与一下狩猎吗？本王只是来看热闹的，为何要参加？七王爷毕竟是御林军统领，而且现在又掌管军备所，不在这狩猎中崭露一下头角，似乎怎么都说不过去吧？还是说七王爷根本就不会狩猎？收起你激将法的那一套，本王就是好吃懒做，武功稀松又能如何？反正只要能赢某些只会嘴上逞强的半吊子就行了。你韩将军不可对七王爷无礼。七王爷别见怪，这林中虽然有些冷，不过风光很好。七王爷纵使不想打猎，也可以骑上马出去走一走，就当是领略一下这猎场风光。多谢莫将军提醒，本王知道了。将军，七王爷真的会去吗？去或不去，待会自然就知道了。那末将也去准备一下。谢长业实在无聊，便带了小林子去了林中。王爷，咱们都没有带弓箭出来，要不奴才回去取？本王只是闲得无聊，所以来走走罢了，又不是真的来打猎的。突然，他瞥到后面有一支箭射了过来，小心！什么人？这时又有一支射来，谢长业拽着小林子躲到了树后。王爷，谁？看来是有人要杀我。王爷，那怎么办？谁那么大的胆子？你立刻回营帐中报信，看来有人想要趁着狩猎的名头，让我洗在乱箭下。王爷，奴才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太危险了。都留下来的话，一个也跑不了。你放心，本王不会有事。你赶紧回去报信才能救我。王爷，您一定要小心。说完，小林子立刻从树后面冲了出去，朝着来时的方向跑去。为了避免小林子成为暗处人的目标，谢长业也从树后面跑了出来。谢长业逃走后，韩军从暗处走了出来，看着谢长业离开的方向，一脸得逞的笑。谢无义听小林子禀报完，脸色大变，随风立刻召集所有人寻找七王爷。说完，他立即策马冲向了小林子所说的方向。谢长业跑到湖边，周围突然出现了几个黑衣人，他瞬间明白过来，看来他们是故意将我引到此处，若是逼我坠入湖中的话，到时候大可以解释为失足坠湖，无法追究。黑衣人直接朝着谢长业攻了过来。谢长业和黑衣人缠斗了一会，可终究双拳难敌四手。谢长业，你怎么样？我没事，多谢皇兄。这时，随风和小林子他们也赶来了。谢无义丢下一句追，便抱着谢长业策马离开。回到营帐，谢长业已经意识模糊。皇上，奴才这就替王爷换衣服。你赶紧让人准备热水。是。谢无义顾不得自己身上的湿衣，立刻开始解谢长业的衣袍。看着谢长业胸前紧紧缠着的白布条，谢无义愣了一下，想起谢长业之前用布条锻炼胸肌的鬼话，犹豫了一瞬，谢无义伸手解开了谢长业胸前的布条。随着布条解开，胸前的隐软也一下子得到了释放。谢无义呆愣愣地看着这情形，一时之间甚至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谢长业竟然真的是个女子。虽然之前他曾怀疑过，也数次想过，如果谢长业真的是个女子的话，那他会如何？
可是之前他也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了谢长业是个男人，而现在一切突如其来，谢无义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快来看，这个皇上好不容易接受自己是个断袖，却发现自己喜欢的人居然是个女儿身。谢长业竟然真的是个女子。谢无义看着床上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精致，一张脸小巧无比，怎么看都是个女子，而自己却被他蒙骗了这么久。谢无义心头又好气又好笑。你个小骗子，你骗得真好苦，什么锻炼胸肌，什么断袖之号，还有只肯在上面，原来通通都是骗朕的鬼话。原来他排斥朕是害怕自己身份被发现，最后小命难保，难怪口口声声说朕一定会砍了他的脑袋。皇上，热水准备好了。营帐外，小林子的声音传来。皇上，奴才伺候王爷沐浴。出去。皇上，可是王爷他……立刻出去，让人在外面守住，没有朕的命令，谁也不许踏入营帐一步，否则定斩不饶。是。看着浴桶里的谢长业，谢无义仍觉得是一场梦。当他看见谢长业胸前勒出的红痕，谢无义心头又有些心疼，想起他之前比武受伤，却怎么也不肯上药，隐瞒女子身份这么多年，这小骗子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小骗子，为什么不早点跟朕说？就那么不信朕会护着你吗？不仅是个小骗子，还是个没良心的小骗子。这段时间朕对你的态度难道还不够清楚吗？纵使他犯了欺君大罪，护着还来不及，他怎么可能舍得要了他的脑袋？他决定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一定要让他吃苦头。等谢长业身体回暖后，谢无义替他重新系好了束胸，换回了之前的衣袍，重新泡进浴桶里。没一会，谢长业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在浴桶中。谢长业大惊：皇兄，你什么你？醒了就好，赶紧把衣袍换了。明明已经昏迷了，没有意识还死死的拽着衣服，不让别人给你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奶家的大姑娘呢。多谢皇兄相救。谢就不必了，赶紧脱了衣袍再沐浴。皇兄，臣弟马上就换，不如您先出去。你莫不是怕朕对你做什么？你大可放心，换吧。皇兄，在您面前换衣服实在有些不合礼数，不如臣弟回自己营帐去换。就在这儿换。湿漉漉的出去找了冷风，身体不想要了。可是皇上，随风应该是有事要找您，您赶紧出去吧。谢无义无奈地走出了营帐。皇上恕罪，手下带人追过去的时候，林中所有的黑衣人都已经被灭口，没有留下任何活口。幕后之人倒是够狠的。皇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查当时有谁在林中，还有那几支暗箭到底是谁射的，一定要查清楚。你应该知道哪些人该重点调查一番。属下明白。回到营帐，谢长业已经换好衣服，看着谢无义脸色比刚才严肃了几分，也大概猜出了是因为什么事情。那些黑衣人都没有抓到，都洗了。皇兄，我有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是有怀疑的人？算了，无凭无证，也只是猜测罢了，还是等调查的结果再说吧。想说便说，在朕的面前，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还是算了，只是我在瞎猜罢了，当不得真。看来是朕做的还不够好。什么？谢长业，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相信朕？皇兄，臣弟没有不相信你，只是你觉得朕不会相信你，又或者说你觉得朕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护着你，所以有些话在朕面前你从来不会说。就像谢长业这么艰难地隐瞒着身份，可是却没有想过告诉自己真相，寻求自己的庇护。皇兄，别说了，或许是朕做的还不够，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相信朕。朕以为我允许你放肆，我给你别人梦寐以求的权利，甚至借你落水，我没有任何犹豫地跳下去救你，一桩桩一件件，总会让你信任朕。可是现在看来是朕痴心妄想了。看着落寞的谢无义，谢长业的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击了一下。皇兄，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必解释，朕不会怪罪你，一切也都是朕心甘情愿罢了。你好好休息。谢长业心里面突然更加不安起来，来不及穿鞋拦住了谢无义。皇兄，你别这样，我都告诉你，体内寒气未除，还不穿鞋就下床，你是真的想生病？皇兄，其实在我去临终之前，我见过墨泽还有韩君，他们两个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但是话里话外却有引导我去临终的意思，再加上之前的事情，所以我有些怀疑他们。不过毕竟没有证据，所以才想着还是不要在你面前乱说了。我这也是害怕万一猜错了的话，会让皇兄你觉得我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报复冤枉他们。且不说朕不会这么想你，就算你真的是挟私报复，朕难道就不站在你这边了吗？朕维护偏袒你的事情做得还少吗？我知道错了，下次还敢瞒着朕吗？不会了，臣弟以后不管有什么事都跟皇兄说，要是看谁气不顺了，也一定多跟皇兄吹吹枕边风，让皇兄帮我出气。不过我的仇人可多了，只要到时候皇兄不嫌我烦就行。朕倒是想要嫌你，可也得舍得。想到被谢长业欺骗了这么久，谢无义咬了咬他的唇瓣，以示惩罚。皇兄，你是属狗的吗？怎么还咬人？谢无义将人抱到床上，又盖好了被子。好了，好好睡一觉，这件事情交给朕来处理就好。皇兄，好了，你快走吧，我要睡了。好，睡吧。出了营帐，
谢无义的嘴角仍旧是不断向上勾起，压都压不住。看来随风说的没错，偶尔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真是个妙招。那不如就同我回东浩国吧。回去之后，本皇子一定会护住你。狩猎因谢长夜落水受寒提前结束，这日莫则却突然登门。莫将军竟然会来本王这王府，倒真是稀客。听说七王爷身体抱恙，前来探望一下。既然是探望的话，那莫将军难道就没有准备一些礼物？空手来看望病人，似乎有些不太礼貌啊。七王爷倒真是一个妙人。莫将军过奖了。莫将军事务繁忙，今日到本王府中，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探望吧？既然七王爷开门见山，在下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在下希望七王爷能够辞去军备所统领一职。莫将军还真够不拐弯抹角的。既然你能够这般直接开口，想来你已经想好了承诺本王的好处。七王爷若是肯答应的话，接下来自然可以平安无事。原来莫将军今日是前来威胁本王的，本王还真的是好怕呢。不过狩猎的时候，莫将军的人都没有得手，现在已经回了皇城之中，莫将军凭什么那么自信能够赶了本王？在下并没有说过要赶了七王爷，至于狩猎的事情和在下也没有关系。不过人在官场，总归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七王爷是个聪明人，又何必要让自己搅入这一滩浑水之中呢？是不是浑水本王自己说了算？不过其实本王原本也不太看重军备所的首领一职，如果莫将军能够拿出足够的诚意给本王看看的话，说不定本王还真的能够答应你。七王爷想要什么诚意？莫将军今日既然能够前来，那想必是已经想好了，牺牲某些人与本王交好。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又何必还在这里询问本王？七王爷果然是个聪明人。莫将军过奖了，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那本王接下来就等着莫将军的好消息了。七王爷放心。第二日就传出了韩军自首的消息。你答应了莫泽什么？谢长夜把自己和莫泽的对话大致告诉了谢无义。你真的打算让出军备所统领一职？臣弟都已经答应了，请辞的架势自然是要摆出来的，只不过最后能不能同意，不是还要看皇兄吗？莫泽不是一般人，他的心机和手腕还没有完全施展，你确定要得罪他？那不是还有皇兄吗？他再厉害，怎么可能厉害得过皇兄？有皇兄护着臣弟，臣弟有什么好害怕的？呵，看来这才是你今日入宫的目的。皇兄，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臣弟也想要见你了。别乱动，也不看看你现在坐在何处，还敢乱动？谢无义，你现在真的是丝毫都不知道收敛。收敛什么？这难道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吗？最近吃什么了？脸皮吃得越来越厚。皇上，段丞相求见。见过皇上，七王爷。段丞相无需多礼，今日入宫，所谓何事？启禀皇上，臣。段木风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谢长夜，似乎是有些犹豫。皇兄，段丞相，那你们先聊，臣弟就先告退了。好，不许出宫，待会陪朕一起用膳。知道了。是他有消息了？是，派去调查的人发现，四皇子曾经在离皇城大概300里的雍城出现过，而且后来离开的方向似乎是朝着皇城来的。查，不仅要查清楚谢林玄现在身在何处，而且也要查清楚朝堂之中有何人和他联系。皇上，您的意思是怀疑朝堂之中一直有人在暗中帮助四皇子？哈，若非如此的话，你以为仅凭着谢林玄一人，他敢再入皇城吗？谢长夜百无聊赖地逛着御花园，瞧见沈池渊正在和几个宫女说笑。几个宫女见到谢长夜连忙行礼，然后纷纷退了下去。七王爷，你瞧瞧，你这一过来，可是连他们人都给吓跑了。少来，这好歹是天圣皇宫，公然和宫女们调笑，你也不怕被人在皇兄面前告一状？无妨，只要不招惹七王爷你，想来天圣皇帝应该都会对本皇子网开一面。一段时间没见，沈皇子倒是更会说笑了。本皇子可不是在说笑，现在这皇宫之中，私下里都在说皇上最看重七王爷，而且据说你们二人关系不简单。谢长夜一愣，微微变了脸色，只怕宫人们可没这么大的胆子，倒像沈皇子在胡编乱造。本皇子是不是胡编乱造，七王爷心里面应该很清楚。贵国皇帝的却对你很是不同，想来你们二人之间关系又近了一步吧？看来现在皇宫之中关于我和谢无义的流言蜚语应该不少了。如果皇宫之中已经传出了流言蜚语的话，那朝堂之中呢？那些大臣们一个两个的都希望谢无义赶紧立后，若是真的传出了我和谢无义的关系，那只怕我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了。是在担心吗？你皇兄不会不知道这些，既然他听之任之，没有干预，想来应该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真的传开了，应当也是会护住你的。得了吧，等着别人护住自己，说不定哪天脑袋就搬家了。现在对于他来说，这些流言蜚语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女儿身的秘密。真的就这般害怕？如果说是呢？那不如就同我回东浩国吧。回去之后，本皇子一定会护住你。朕的人，朕自然会护，就不劳沈皇子操心了。皇兄，谢长夜想要挣开谢无义的手，毕竟御花园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别动。见过天圣皇。沈皇子倒是有雅兴的很，只是闲来无事，随便走走罢了。
想来天圣皇和七王爷应该还有事，本皇子就不打扰了。看着沈池渊离开的背影，谢长业在心里骂他没义气。怎么还没看够？要不要朕现在送你去梧桐院，让你看个够？皇兄，你这根本就是在坑我。朕怎么就坑你了？就那么害怕别人知道你和朕的关系？是啊，皇兄你倒是不用害怕，反正到时候朝臣们唾沫星子要淹死的，绝对不会是皇兄你。呵，怕什么？朕自然会护着你。若是有人敢议论你一句不是，朕必然严惩。皇兄，沈池渊他见谢无义脸色再次冷了下去。臣弟什么都没说。东浩国那边已经派人送来了国书，希望能够接沈池渊回去。那皇兄你答应了吗？暂时没有，不过最多能够拖延到年后，最迟正月时，东浩那边必然会再次派人重新送来国书。你倒是很关心沈池渊。臣弟和他只是朋友，皇兄千万不要误会。哈，之前七夕宴会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之前你穿着沈池渊的外袍是怎么回事？谢长业这才反应过来，看着谢无义含怒的神色，连忙将之前的事情解释了一遍。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你穿了女装？是，都怪洛灵儿，是他算计臣弟，臣弟害怕在众人面前丢脸，一时着急，所以才会抢了沈池渊的外袍。谢无义再次吃味起来，自己都未曾见过谢长业的女装，可沈池渊竟然见到了。皇兄，你在想什么？朕在想，给你挑选什么颜色的女装最为合适。合适你大爷！皇兄，你就别开玩笑了，臣弟是男子，怎么能够穿女装呢？是吗？放心，只是穿给朕看看而已，又不让你穿出去招摇过市。那也不行，士可杀不可辱，想要臣弟穿女装，绝对不可能。这般有骨气。是。好吧，既然如此，就当做你是违抗圣命吧。朕先让人打你几十大板，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学乖。皇兄，你就别开玩笑了。很快你就知道朕是不是在开玩笑了。这个皇上有怪癖，居然喜欢看自己的皇帝穿女装。皇兄，莫泽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怎么现在开始担心你诓了他，他找你麻烦了？臣弟才不担心呢，反正有皇兄你在，皇兄是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对吧？现在知道朕对你好了。知道，皇兄对臣弟最好了。既然知道朕对你好，你是不是也应该投桃报李，好好的报答一下朕？皇兄想要臣弟怎么报答？这是朕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看着木盒里的长裙，谢长业一愣。皇兄，这是你投桃报李的机会，换上给朕看看。皇兄，这不太好吧？臣弟是男子，怎么能穿女装呢？谢无义不是口口声声说他喜欢的是男人吗？现在怎么突然又让我换上女装？这算是个什么怪癖？又不是让你穿出去，不过是穿着给朕看看罢了。怎么，沈池渊看得，朕就看不得？皇兄，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之前的事情，臣弟根本就是被别人给算计了。朕不管，反正这衣裙送了，若是你不换的话，朕就亲自动手替你换。皇兄，真的不能商量一下吗？不能，你要是真的不愿意的话，朕可就要亲自动手了。别，臣弟换就是了。皇兄，臣弟换好了。看着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人，虽然谢长业还仍旧是男子发束，仅穿了一身女儿家的衣裙，谢无义仍失了神。皇兄，谢长业心里很紧张，他怕谢无义会发现什么。过来。皇兄，这衣服我也换了，女装的样子你也看了，现在我可以换回来了吧？这么急着换回来做什么？今日你就这么穿吧。不行，这要是让小林子他们看见了的话，臣弟多丢脸啊！仅仅是害怕丢脸吗？当然。谢长业，你就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吗？从发现谢长业的身份开始，他就一直在等着谢长业亲自跟他坦白，可是等到现在却仍旧没有一点动静。谢长业难不成还真的打算瞒自己一辈子？什么话？皇兄，事情倒是有一件，就不知道皇兄会不会答应。先说来听听。皇兄，其实这件事情臣弟之前也跟您提过，就是您能不能看在臣弟这么听话的份上，给臣弟一块免罪金牌啊？就是那种不管什么罪都能够免掉的。免罪金牌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整个天成国史上也仅仅只是发出去了一块而已，而且还是对天圣国有巨大贡献的。你觉得朕要给你免罪金牌的话，能有什么名头？臣弟之前还救过皇兄，难道那都不行吗？怕是不够。好吧，虽然朕没办法给你免罪金牌，不过若是你好好的待在朕身边，朕自然会护着你，朕就是你的免罪金牌。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皇兄可以当臣弟的免罪金牌，可是万一有一天要砍臣弟脑袋的人就是皇兄您呢，又该怎么办？你为何就一直觉得朕要砍你的脑袋？谢长业，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朕？我没有。谢无义眸光一暗，心头再次划过几分无奈，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因定北侯回皇城，谢无义设了宴会给定北侯接风洗尘。谢长业带着小林子前往宴会。王爷，您说现在这个时候，定北侯怎么会突然回来呢？本王也不知道，也许是想着年关将近，所以回来看看吧。王爷，奴才觉得您还是要小心一些。怎么了？奴才听说定北侯为人古板，而且脾气也不太好，加上又是皇上的舅舅，
万一要是您和他之间起了什么冲突的话，您千万要隐忍。小林子这语气听起来怎么像是我是媳妇见公婆一般？你是不是有些想得太多了？本王和他之间能够有什么矛盾？想起最近关于自家王爷还有皇上之间的流言蜚语，小林子嘴唇动了动，想要开口，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王爷还是小心为好。谢长业没想到刚到宴会处，定北侯就给了他个下马威。七王爷怎么也来了？自然是来给定北侯接风的。听说七王爷现在掌管着军备所，向来事务繁忙，接风这样的小事，七王爷也没必要过来。更何况本侯和七王爷素来也没什么交情，不稀罕。定北侯，不知本王什么地方得罪了侯爷？七王爷做了些什么，自己心里面清楚。男子纵使不建功立业，也不应当以色迷惑别人。以色迷惑旁人，这指的是谢无义。想来是这位定北侯消息灵通，已经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所以特意来找我麻烦了。不过如果真的说以色迷惑别人的话，那也是谢无义在迷惑我。侯爷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本侯有没有误会什么事情，王爷心里面应该很清楚。今日宴会既然是为本侯接风洗尘，想来本侯应该能够决定参加的人。七王爷还是回你的七王府吧。既然定北侯都这么说了，那本王就先告辞了。等等，见过皇上。见过皇兄。阿叶，宴会就快要开始了，你这是要去何处？回本王的七王府。反正今日宴会是给定北侯接风洗尘，既然定北侯不想看到本王的话，本王自然不能留下来碍眼。不要胡言，舅父，阿叶是七王爷，今日的宴会自然不能够缺席。皇上，我觉得七王爷也不一定想留下来，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小林子见到谢无义来了，忍不住开口。定北侯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我们家王爷可是真心实意的来给您接风洗尘，是您要赶我们家王爷回去的。哼，七王爷管教身边人，真是一绝。本侯还从未见过如此胆大无礼的小太监，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那定北侯今日可是长见识了，你也不必感谢本王。你好了，舅父，宴会快开始了，你还是赶紧过去吧，朕随后就到。定北侯虽然心里面仍旧气得不轻，可是既然谢无义都已经开口了，自然也不能说什么，甩袖离开。你又何必非要和定北侯硬碰硬？皇上这话说的倒是有意思，人家都已经欺负到我头上了，连以色惑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难不成我还要陪着笑脸点头哈腰的说是吗？以色惑人倒是有几分道理。谢长业不悦的目光立刻看向了谢无义。好了，是朕给你惹的麻烦，朕向你道歉可好？皇兄有什么好道歉的？反正定北侯因为什么讨厌我也清清楚楚，大不了以后臣弟和皇兄不要再见面就是了，也省得惹得皇兄的长辈不悦。你这是要和朕划清界限？好了，这件事情朕会解决，你放心。那皇兄就去解决吧，臣弟先不打扰了。小林子，我们走。王爷，那宴会不去。谢无义看着谢长业负气离开的背影，有些无奈。这小骗子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对朕甩脸色也是越来越无所顾忌。随风在心里面忍不住吐槽，还不是皇上您惯的。再这样下去的话，多不了多久，只怕就算七王爷爬到皇上头上作威作福，皇上还会默默服住，怕他甩了